伴随着紫妍的现身，顿时周围陷入了死寂一般的氛围，只剩下呼呼作响的空间风暴时不时卷袭而来，但却还未等靠近几人周围，便是远远的被那护体斗气击溃。不可能，小子你胆敢侮辱我太虚古龙一族！只见来自南龙岛的大长老当即瞳孔骤然紧缩，面若冰霜，毫不犹豫低喝出声，随后便是一拳轰出，目标直指萧炎身旁的紫妍。不可！另一边的齐幽当即也是反应过来，顾不得什么，也是一拳轰出，同样的斗气波动溢散，顺着空间直接蔓延开来，与那道烈山打出的拳劲直接撞在一起，随后互相抵消，只留下一圈淡淡的涟漪倒映在虚空当中，将周围的空间风暴直接轰散。齐幽，你在干什么？烈山当即冷哼一声，旋即低喝道。而一旁的齐幽则是松了口气，随后死死地看向前者，用几乎杀人一样的目光紧盯着他，暴喝道：“那可是我族黄雪，你竟然不分青红皂白出手，真当我东龙岛是吃素的不成？”他的声音中充斥着激动与怒意。喜得的是，没想到在老龙皇竹坤失踪数千年之后，竟然还能看到皇族的血脉出现；怒的是，没想到古龙一族中反叛势力竟然猖獗到了这个地步，面对身负皇族血脉的存在，竟然狠辣到一言不合就要将之击杀当场。若是刚才自己反应慢上一筹，若是那个白衣小女孩出现了意外，他不敢去想那个未来的场景。哼，老龙皇陛下陨落数千年，皇族血脉早就已经断绝。烈山自然不会承认他就是打着直接抱起击杀紫妍的想法，而是冷哼一声推脱道：“一个外人，又何谈能知道我古龙岛一族位置？他带着假冒的皇族之人上门，谁知道抱着什么样的心思？”烈山的眼角闪过一丝阴霾，他有些懊悔，并没有第一时间击杀两人，不过为时已晚。他只能一口咬死这个女孩的龙皇血脉是假的，这才有机会周旋，不然一旦承认三大龙王的计划，可就要付之一炬了。看着眼前的闹剧，连萧炎也不禁冷笑，感慨着烈山的无耻。三大龙岛分裂的比他想的还要严重一点，看来是他有所误解。原本以为这次要比前一世早些许年将紫妍送回龙岛，可以避免凭空的内耗，但却没想到这矛盾已经加剧到丝毫不加掩饰的地步。该清算的家伙可不少啊，本来只打算解决部分人。萧炎心底暗道，面上微微一冷，他可不是什么好脾气，如今被打上脸来，若是不打回去，岂不是白费了一番机会？烈山，你当真无耻！齐幽震怒，他们身后的诸多半圣长老也分成了两波，泾渭分明，剑拔弩啸。两方同样来自龙岛的太虚古龙强者互相对峙了起来。就在这时，一道磅礴的气势从另一边卷袭而来，随后一道身着黑袍的身影如同虚幻一般闪过，凭空出现在了烈山等人的面前。还未等后者惊怒出声，便是看到那个黑袍青年猛然间挥出一拳，如同鬼魅一般穿过了烈山想要格挡的手臂，狠狠地砸在了他的胸前。砰！沉闷的响声激发，只见烈山闷哼一声，整个人陡然间暴退数十丈开外，胸口处陡然间出现了一点塌陷，但很快这一抹塌陷便是逐渐复原。对我的人动手，谁给你的胆子？萧炎略带阴沉的话语传来，面容平淡，但却带着一股让人心惊不已的压抑，看向了烈山所在的一边，那里都是三大龙岛之人，属于三位龙王的势力，与东龙岛这种站在龙皇一边的不同。小子，你胆敢偷袭！烈山被一击打退，眼神里满是阴霾。刚才的那一拳力道极重，让他直接受伤。若不是太虚古龙一族强悍的肉身，换成一个实力和他等同的人类斗圣强者，恐怕已经受到重伤了。打的就是你！话音刚落，萧炎再度脚下轻点，整个人再度化作如同鬼魅一样的幻影，在这虚空中仿若无物，朝着烈山冲去。若不是偷袭，你又岂是本座对手？烈山眼神中冒着怒火，多年以来的养尊处优，地位崇高，让他已经很久不曾真正动怒，如今被一个不知道哪里冒出来的小子打伤，已经让他的脸有些放不下了。古龙拳！当即他便是暴喝一声，一拳打出，带着灿烂的斗气光芒，出现道道龙吟，磅礴的力道夹杂着虚空风暴，顺着空间波动穿行，眨眼间跨越虚空，朝着萧炎的身形轰去。滚开！面对这般攻击，萧炎也没有客气，当即瞳孔一凝，旋即拳对拳的轰了过去。磅礴的灵魂力量包裹在其上，让他的拳头坚不可摧。小妖小心！一旁的齐幽看到萧炎竟然如此托大，连斗技都不使用，就想和烈山硬碰硬，当即脸色大变，就想要上前帮忙，但下一刻出现的变化反而让他呆愣在了原地。咔嚓，骨骼的破碎声传出，随之而来的还有一道闷声的痛呼响起。只见那两拳对碰之处，扩散出大量的能量涟漪，溢散出了层层风暴。然而那烈山的手臂竟然出现了不自觉的扭曲，连带着胸膛都塌陷了大半。还未等他再度有所动作，萧炎便是一手抓住他的脖子，犹如提起一个小鸡仔一样，随后提起灵魂力量，霎时间在烈山的体内布下了数道禁制，直接将他的斗气封住。不用斗技，光是一拳便是秒杀一位斗圣级别的龙岛长老。死！
顿时，周围无数倒吸凉气的声音传来，一时间，所有人都拿不可置信的目光看向了萧炎，而后者对于这些目光却是不置可否，而是直接将之抛给了身后的齐幽长老。这个家伙就交给您了，想来东龙岛应该不会拒绝这份大礼。听闻萧炎的话语，齐幽的瞳孔也是骤然间紧缩，心底一沉，拳头不由自主地握紧。古龙岛上的事情，他是怎么知道的？太虚古龙一族颇为神秘，在斗气大陆如今的各大魔兽家族中，也是毫无质疑的第一强大。但即便是如此强大的他们，也有着自己的难处。如今的太虚古龙一族内部已经分裂成了4部分，就连龙岛也是分裂开来，化为4份，各自在虚空中游荡。而每隔一段时间，4座龙岛便是会在虚空中相遇。而那个时候，虽然是4大龙岛汇聚的时候，也是4大龙岛展开战斗的时候。因为除去东龙岛之外，剩下的3大龙岛3位龙王都想统一太虚古龙一族，篡夺那唯一的皇位。那3位龙王都是具备部分皇族血脉，虽然很不纯粹，但始终是有的。这也是他们能够占据部分正统，得到一部分太虚古龙族人承认的缘故。而东龙岛虽然是站在皇族一派，但是最近这100年来，也是有着部分反对的声音出现。有些人开始赞同3大龙王一派的理念，认为太虚古龙一族需要出现一个真正的王来统一，不能就这般衰落下去。地位最高的烛火大长老，当年跟随在烛坤身旁，也是太虚古龙一族年纪中最大的古龙，并不在龙岛当中。自从烛坤失踪之后，烛火的绝大部分时间都用来去寻找前者的踪迹。唯一一个可以勉强镇得住场子的人不在。3大龙岛是大，东龙岛内部也有不同的声音，因此近100年来，太虚古龙一族的内乱矛盾也是越发越激烈。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萧炎却是突然出现，带着他们苦苦追寻的具备龙皇血脉之人出现。这一切的一切，让齐幽等人不得不心生警惕。哇哦，萧炎，你把他打得好惨啊！这时候，跟在萧炎身旁的紫妍探出头来，看了看那被制住的烈火，也是吐了吐舌头，说出这样一句话：“哼，他可是要帮着别人夺走你的皇位，若不是看在首恶并非他的份上，我已经将他斩杀当场了。”萧炎呵呵一笑，摸了摸紫妍的小脑袋，跟之前的那副样貌截然不同。而紫妍也是撇了撇嘴，不说话，眼珠子转着，也不知道在打着什么主意。另一旁的齐幽这时候迎了上来，看向萧炎，面上带着些许紧张，不仅仅是因为后者展现出来的实力，更因为他还带着紫妍。老夫东龙岛长老齐幽，不知这位小友如何称呼？还有这位。面对齐幽，萧炎抱了抱拳，朗声道：“小子星陨阁萧炎。至于这位，想必你们也猜出来，她就是烛坤前辈的女儿紫妍。”听闻这般话语，齐幽的瞳孔骤然紧缩。虽然早就有了猜测，但当真正听到萧炎开口的一刻，他还是感到有些眩晕。身为斗圣强者的他，双手竟然微微颤抖了起来，宛若一个普通老人一样。此时事关重大，还请2位跟我来。齐幽也顾不得什么，当即急促地说道。随后嘱咐一旁的龙岛长老们处理后事之后，便是直接带着2人以及被俘虏的烈火，朝着龙岛飞去。虚空之中突然有着光芒乍现，带着萧炎等人穿透那一层薄薄的空间圆环之后，便是看到了一座巨大的岛屿，竟然出现在了他们的身下。岛屿的面积极为辽阔，一眼望不到尽头，而在天空之上，则是有着一圈淡银色的碗状光照落下，将整个龙岛包裹进去。而那外面则是无尽的黑暗虚空。龙岛的这般手笔，比起那些斗圣强者们虚空中开辟出一处空间的手段，不差分毫。这样的力量足以凸显太虚古龙一族的强大。紫妍探着小脑袋，满是好奇震惊的四处打量，而萧炎却是深深的知道，这并不是太虚古龙一族的全部。全盛时期的龙岛，比起现在他们降落的地方，足足要大上4倍。你们2位跟我来吧。朱莉，你速速去通知大长老，让他出关。几人降落在一处地方，而齐幽则是直接对着一旁跟着他们过来的竹里嘱咐道。萧炎知道，这位竹里长老乃是东龙岛的3长老，也是前一世和萧炎关系最好的龙岛长老。对着这位温和的白袍老者露出一个温和的微笑，萧炎带着一脸好奇的紫妍跟着齐幽离开。很快他们便是来到了一座巨峰之上，落座亭中，等待了片刻时间，便萧炎心神一动，一道气息浮现，一位身着青色衣袍的老者出现在了此处。见过大长老。齐幽拱了拱手，来这名叫青山，正是东龙岛的大长老，也是如今东龙岛如今的话事人。老夫听竹离说，我古龙一族的皇族血脉找到了，在哪？青山一道便是带着些许急切的询问道，那股稳重的气质当即被破坏。一边说着，他的目光便是在此处扫视着。很快他便是注意到了紫妍，当即瞳孔一亮，是他，是真的龙皇血脉，没想到有生之年竟然能够真正见到。青山声音带着些许颤抖，有些激动地说道。而紫妍见到他这副模样，反而有些担忧陌生，拘谨了不少。见到他激动，齐幽也是理解，毕竟他刚刚得知紫妍身负龙皇血脉的时候，震惊程度丝毫不比青山差。
这位是……很快，青山回过头来，将注意力放到一旁的萧炎身上，他的神色略微凝重。从这个年轻人的身上，他竟然感觉到了一股淡淡的压力。明明对方展现出来的气息还没有自己强大。这位是萧炎小友，正是他带着那小丫头过来的。齐友解释道，将之前发生的事情和青山粗略地讲述了一遍。听闻烈山的所作所为，青山的面容中也是带上了些许愤怒，低喝道：“这帮该死的家伙，为了争夺龙皇之位，竟然胆敢做出这等卑劣之事！”说到这里，他看向萧炎的目光中，感激之色又加剧了几分。他拱了拱手，沉声道：“萧炎小友，大恩不言谢，你所做的一切，东龙岛将会永远铭记于心。子言是我的朋友，不必多说什么。”萧炎点了点头，脸上带着一丝微笑，随后开口解释道：“有着皇女的回归，想必我古龙一族的动荡即将消弭，重新归于平静。”一旁匆匆赶来的竹离脸上带着几分难以掩饰的笑意，略显激动地述说道。而他的这句话也得到了齐幽和青山的认同，他们微微点头，肉眼可见的心情激荡。然而就在这时，一旁的萧炎却是叹了口气，忍不住打断了他们的这般激动的氛围，因为他知道事情根本没有那么简单。刚才的情况来看，太虚古龙一族内部4大龙岛之间内部矛盾已经到达了难以调和的地步。烈山身为太虚古龙一族不多的斗圣强者，竟然会不顾一切地对紫妍出手，只为了将这携带皇族血脉的女孩扼杀在此处。这还只是他一人，他们背后的人得到了紫妍存在消息，又会怎样想？诸位前辈，你们的想法似乎太过简单了，只凭借紫妍一人，真的能够镇得住整个古龙一族吗？萧炎面带些许沉重的开口道，对着面容上带着欣喜的几人强调道：“别忘了刚才在龙岛之外发生的事情。”听闻萧炎的话语，青山像是意识到了什么，当即脸色微微一变，看向了齐幽和竹离，而后两人却是面容上带着些许尴尬，显然是想起了刚才烈山的所作所为。或许只有他一个人。竹离说出了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的话语，而青山的面容脸上挂着些许怒意，语气中也满是愤怒。他低喝道：“这帮畜生，当真以为老龙皇走了，他们就可以登上龙皇之位？显然，这些年3大龙岛的所作所为也是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只不过他们没想到，这帮家伙竟然会直接悍然对紫妍出手。”几位前辈看起来有些顾虑，不若和我说道，也算是尽到一些绵薄之力。萧炎轻笑着开口，将略显沉重的气氛打破。如今距离4大龙岛汇聚在一起的日子已经很近了，紫妍在这个节骨眼上回来，已经打破了许多人的幻想，他们必定会趁着他还没有成长起来的时候，做出最后的疯狂。毕竟3大龙王为了谋取龙皇之位，谋划了几百上千年，眼见即将有机会得手，却被紫妍摘了桃子。换位思考一下，也能知道他们不会这样善罢甘休。这个，3位东龙岛长老互相对视了一眼，在看到紫妍再度拽了拽萧炎的衣袖，两人悄悄说着什么的时候，他们也是释然了。看样子此人和皇女的关系很是亲密，况且这一次也是他带着对方来到古龙岛的，有些事情可以分享。嗨，就由老夫来说吧，我太虚古龙一族。竹离咳嗽了一声，旋即为萧炎解释了起来，将古龙一族分裂的原因说了出来。而萧炎对此也早有知晓，不过因为与前一世时间线上的不同，具体细节也有所变化。了解了这些之后，萧炎也是露出了了然的神色，旋即轻笑道：“既然如此，那我便出手，为紫妍撑一次腰，区3星斗圣而已，我还没放在眼里。”听闻萧炎轻描淡写的话语，东龙岛3位长老都被震慑了一下，3星斗圣都不放在眼里，这个年轻人到底是有什么底气，敢于说这番话？难道他的真实实力已经超越了3星斗圣吗？可是他看起来还这么年轻，一时间他们也有些拿不定主意。而萧炎也不再过多隐瞒，当即打了个响指，一缕气息从压抑的身体中溢散开来，那一闪而逝的沉重威压，让3位龙岛长老都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怎么可能？5星斗圣，还是后期？哼，诸位前辈，这般实力可还够？萧炎微笑着坐在座位上，动作没有丝毫改变，依旧是那般温和青年的模样。但是在座的任谁都不敢再小看他的实力。够了，那3个王八蛋也不过3星斗圣后期，就算用除古龙一族的秘法，也顶多和4星斗圣级别的强者短暂交手。青山面容略带激动的低喝道，显然对于萧炎这个助力感到很是欣喜。毕竟以他们东龙岛的实力，若说对抗任意一大龙岛都不惧分毫，但是如今紫妍在此，迎来的恐怕是3大龙岛的围剿。萧炎也不做解释，他习惯性的留了一手，6星斗圣这般实力已经超出了远古8族的盟约，若是展露出来，恐怕会引起不必要的弊端。毕竟到了那般实力，若是放开了出手，会对斗气大陆造成难以想象的破坏，所以不到万不得已，大陆之上很难见到这等之强者行走。齐幽伸出手来，花白漆黑的双色发丝泾渭分明。虽然他也对于萧炎展现出来的实力感到激动，但是多年以来养成的习惯
已经让他习惯了沉稳做事。他的目光扫向了众人，低沉道：“别高兴太早了，萧炎小友毕竟不是我族之人，在这个节骨眼上出手，恐怕会让那3个家伙找到把柄，到时候皇女的继任恐怕也会受到影响。毕竟还有很多不谙世事的太虚古龙存在，容易受到蒙蔽，一个搞不好可能会真的让龙岛彻底分裂开来。”一时间，竹离和青山陷入了沉默，他们的额头上浮现出了点点细密的冷汗。然而就在这个时候，紫妍却是拉了拉萧炎的衣袖，小声道：“喂，萧炎，我突然感觉当这个龙皇好麻烦啊，能不能不干？”这话说的让萧炎的也不由得露出一丝无奈的微笑。他揉了揉紫妍的小脑袋，轻声道：“你觉得呢？”紫妍则是撇了撇嘴，轻声道：“算了，毕竟是那个老家伙留给我的烂摊子，如果能把他收拾好，是不是证明我比他称职？”萧炎哑然失笑，摇了摇头，倒是小看紫妍的决心了。虽然他还是有些怨气，但是已经逐渐开始转变，这或许是一件好事。几位前辈，不用担心。萧炎摇了摇头，出声道：“萧炎小友，你有办法？”青山看向了一旁的萧炎，后者展现出来的实力和本事，以及他和紫妍的关系，已经让东龙岛的几位长老对他的意见极为重视。没错，不过现在还不能说，还请几位长老相信我。萧炎重重的点了点头，眼神中带着真诚，而在那眼底却是闪过一丝莫名的杀意。而见到萧炎如此郑重的请求，3位长老也是沉默了一瞬间，旋即他们互相对视了一眼，最后还是竹离开口回复道：“萧炎小友，此时事关重大，光凭我们3人无法断绝，还请等待一段时间，待我等商议一番再说。毕竟龙皇血脉的处置这件事情上，东龙岛虽然都是战皇派，但是关于怎么个战，如何去战，其中的分歧都需要商讨之后才能得到结果。这段时间麻烦几位了。”萧炎点了点头，站起身来，而竹离也是起身，带着2人朝着亭子外走去，笑呵呵地说道：“那老夫便后言一回，带着小友在龙岛上好好转转。”萧炎并没有选择在这个关头展现出来竹坤给予他的龙印，而是选择将之保留，因为他知道，虽然现在展现出龙印，有着紫妍的血脉以及竹坤还活着这个消息的压力之下，3大龙王再怎么不服也会臣服，这样一来也会兵不血刃的让分裂的太虚古龙一族重归统一。但他偏偏不想这么做，因为他知道在那3大龙王中有着真正的反贼北龙王，此龙他非杀不可。不仅因为他是促使龙岛分裂的真正的元凶，也是因为潜意识的他，即便在紫妍以屠龙剑进化到远古龙皇的血脉压服了所有人之后，他却依旧贼心不死，窥探紫妍的血脉，甚至想要将他彻底吞噬。在那一场叛乱结束之后，他先吞噬了自己龙岛上的部分古龙，随后设计吞噬了另外2大龙岛的龙王，最后将自己化为了一个怪物，也要窥探紫妍。若不是潜意识的萧炎及时赶到，与其进行大战，最后在紫妍的帮助下险之又险的将之斩杀，恐怕太虚古龙一族都会覆灭。即便是将之解决，因为北龙王造成的动乱，原本就因为分裂而虚弱的太虚古龙一族再度元气大伤，彻底沦落到和另外2大魔兽家族并肩的地步。如此种种血案，让萧炎已经不会相信北龙王会甘愿臣服，他要趁着紫妍做10龙皇血脉登基之时，将之作为典型斩杀，再展现出龙印，巩固紫妍的地位。至于另外2大龙王，在失去了最强大的北龙王之后，有着东龙岛的扶持，进化之后，他也会很快掌握屠龙剑，彻底无视2人。有着龙皇本源果的加持，萧炎相信紫妍要达到前世的地步不会太过遥远。萧炎和紫妍就在龙岛短暂的住了下来，山清水秀，地势优美。不仅如此，在这处地方，萧炎能够清楚地感受到，这里汇聚出来的天地能量要远远外界高出许多。即便是斗气大陆上号称修炼圣地的中州中域，亦或者各个大宗门所占据的灵秀之地，与之一比，也不过是小巫见大巫罢了。就这样过去了几天，伴随着4大龙岛距离汇聚之日越发越近，东龙岛高层终于是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同意萧炎的意见，而且要以东龙岛客卿的名义出手，甚至他们还给萧炎带过来了一份身份令牌。对此条件，萧炎没有什么意见，反正他有着最终的手段，只不过暂时需要隐瞒一下罢了。若是直接展现出来，想要名正言顺地斩杀北龙王，恐怕就要费上一些周折了。而紫妍也在这段时间内，跟随着竹离长老，开始缓慢地接受着有关太虚古龙一族的传承，不管是历史还是记忆，以及诸多的只有太虚古龙一族才能使用的秘籍。在地底岩浆世界的时候，竹坤不是没想过交给紫妍，但是萧炎却是劝阻了他，让他将心思放在和紫妍交流感情之上。毕竟这些传承一类的东西，在龙岛也是可以学到。况且在萧炎的计划之中，最多3年之后，古地洞府将会解封，到时候竹坤也将彻底脱离驼舍古地的封印，重新现身于斗气大陆之上，有的是时间和精力去教导紫妍。而紫妍在这般知识的灌注之下，虽然依旧保持着那副小女孩的模样，但是萧炎却是能够感受到，
她逐渐变得有些成熟了起来，就跟前一世一样。那个小女孩开始长大了，在这虚无空间的深处，不见日月，时间的流逝也难以鉴定。不过某一日开始，萧炎便是能够隐隐感觉到，在虚空深处的其他方向却是传来了不同的气息。伴随着时间的过去，气息越来越近，终于有一日，只见那原本空无一物的漆黑虚空深处，陡然间出现了3个银色的光点，而那3道的银色的光点竟然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放大，朝着龙岛靠近。伴随着他们的临近，可以看出隐隐大陆形状的轮廓，其上有着相同的空间护罩，抵挡着虚无空间中的一切威胁。即便是足以撕碎斗尊强者的空间风暴，在那逐渐靠近的龙岛面前，也不过是蚍蜉撼树罢了，就连一丝涟漪也难以荡起。轰隆隆，某一时刻，龙岛的大地之上传来了一阵颤动。若是从上方看去，便是能够发现4大龙岛在这一刻却是以一种极为吻合的方式连接在了一起，像是它们原本便是一个整体一样。终于到这一刻了，东龙岛内数位斗圣级别的长老叹了口气，旋即微微躬身，在他们的最前方是身着华贵衣袍的紫妍。另外3大龙岛上忽然间传出了强者的气势，一道接一道，伴随着气势的出现，一道道强悍至极的身影便是出现，伫立在虚空之上，负手而立，傲然自得。最后的最后，则是3道比任何气势都要强悍的气势浮现，3道雄壮的身影出现在了队伍的最前方。3大龙王现身龙岛之上。哼，别来无恙啊，几位。北龙王轻笑一声，视线扫向与对立的2个方向，在那里分别是西龙王和南龙王一伙人所在的方向。哼，北龙王，看起来你的实力有着不小的精进啊。西龙王微微眯了眯眼睛，看向北龙王的眼神中略微带着一丝忌惮的神色，显然对于这个对手他很看重。而一旁的南龙王则是什么话都不说，脸色上带着一抹难以掩饰的阴沉。相比起北龙王和西龙王来说，他的阵容就要弱上一分，只因为南龙岛的大长老烈山此前被擒下，关押在东龙岛上，略有所得罢了。面对西龙王的话语，北龙王不轻不淡地说出一番话语，而一旁的南龙湾则是冷哼一声，低喝道：“你们2个别忘了我们今天的目的是什么。”听闻南龙王略带几分警告的话语，2人这才停下了这番夹枪带棒的对话。这一次4大龙岛汇聚，3大龙王本就想趁着这个机会彻底激化形势，让一向稳坐泰山的东龙岛之人进行站队。毕竟他们之中确实有着部分年轻的太虚古龙，赞同古龙一族必须统一。3大龙王都身负极其稀薄的龙皇血脉，勉强也算得上是有这个资格。但就在前不久，一个让3大龙王都坐不住的消息悄然从东龙岛中传来。据说东龙岛找到了一个真正身负龙皇血脉的存在，甚至已经将之接引了回来。这个消息一出，在太虚古龙一族中带来的震动丝毫不亚于10级地震的程度。要知道，自从老龙皇失踪之后，太虚古龙那龙皇之位已经悬空1000年时光，而太虚古龙一族也分裂了上千年，导致本应该强大无比的太虚古龙一族日益虚弱下去。他们都期盼着太虚古龙一族重新回归统一，但3大龙王谁也不甘落于人后，而东龙岛又是坚定的龙皇派，所以这件事情便是一拖再拖。但如今既然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龙皇之位的继任者，太虚古龙一族统一便是已经成了一个日益迫近的话题。而这件事情上影响最大的便是3大龙王一旦真正具备龙皇血脉的存在回归，以他们稀薄的血脉地位根本不具备竞争龙皇之位的资格，而他们的立场和追随者也会失去正统性。已经为了此事谋划了近乎1000年的3人，又岂会心甘情愿将龙皇之位拱手送出去吗？不用你说，本王也懂，真没想到这辈子还有能跟你们站在同一条线上的一天。北龙王的嘴角略微抽搐了一下，旋即皮笑肉不笑地说道。显然即便是在因为共同的外敌短暂的联合在一起的缘故，他也对着另外2位龙皇抱有不小的警惕之心，而另外2位龙王也是如此。顿了顿，3人分别带着各自的人马扫向了东龙岛所在的一方，旋即西龙王开口，声音在斗气的加持下扩散开来，笼罩了整个东龙岛。我等3位龙王已到，东龙岛的待客之道便是如此吗？他的话音落下后不久，便是一道苍老的声音出现，带着几分说不清道不明的情绪，回复道：距离时间还有半个时辰，应当是诸位来早了。伴随着话音的落下，青山的身形浮现在东龙岛上空，而在他的身边也是跟随着数位东龙岛的强者，青木、齐幽、竹离，而在最后还有着一道身着黑色劲装的身影。3方人马的视线扫向了众人，尤其是在注意到了队伍末尾的萧炎时，更是不由自主地皱起了眉头。后者并没有隐瞒气息，他竟然是一个人类。哼，什么时候我太虚古龙一族的集会需要让一个人类来参加？南龙王的脸色带着些许的阴沉，看向了队伍末尾的萧炎，眼瞳之中隐隐的还带着几分怒火和寒光。他知道这个黑衣人便是之前轻松击败烈山并将之擒下之人。呵呵，此言差矣，
萧炎小友乃是我东龙岛的客卿，自然是有着资格来参加集会。青山还没有开口，竹离便是面带温和的微笑说道，为萧炎的身份解了围。但是这般举动也是引起了部分太虚古龙的哗然。萧炎，他便是那个带回皇女的家伙。据说他当初3两招就击败了南龙岛的烈山大长老，强得很呢。他什么时候成了东龙岛的客卿？而南龙王却在竹离这番话出口之后，瞳孔骤然紧缩。只不过他并没有继续开口追究此事，而是深深地看了竹离和萧炎一眼，转向了另一个话题。哼，我南龙岛大长老烈山被你们无故软禁在东龙岛，现在该放人了吧？南龙王低喝道。一旁的齐幽却是冷哼一声，丝毫不给南龙王面子，当即便是低喝道：烈山那个蠢货，胆敢对着皇女出手，该当废除血脉修为，抽出龙翼，打入黑魔雷池，关押1000年。听闻齐幽的话语，别说南龙王，众多太虚古龙一族中人都是面色一变。对于古龙来说，这等惩罚几乎比杀了他还要严重，几乎相当于这一脉从太虚古龙一族中除名，永世不得回归本族。3大龙王也是面色微微一变，他们没想到刚一来东龙岛，还没等他们威逼，便是被东龙岛立了个下马威。哼，烈山不过是担心有心人借助龙皇血脉扰乱我太虚古龙一族罢了，虽然做法过激，但出发点还是好的。北龙王点了点头，帮衬着解释道：这个节骨眼上，他们肯定不会说出不认龙皇血脉的这般话语，这无疑是给自己打上绝对的黑点。他们要做的只不过是在之后质疑龙皇血脉的真实性，进行逼宫。一旦失去了正统性，他们也就丧失了领导诸多太虚古龙的机会。人心散了，那可什么都没有了。青山的视线扫过3大龙王的面庞，知道他们嘴硬，也没有继续追究此事，而是深深地看了几人，旋即侧过身子，微微躬身，开口道：恭迎皇女。恭迎皇女。伴随着青山的话语落下，其他的几位东龙岛高层都是一样，微微躬身，将中间让开，霎时间形成了一个通道。而在那略显虚幻的空间通道之中，一位身着紫金色华贵衣袍的小女孩缓缓浮现出她的身形。伴随着她出现的刹那，那一股独特的气息自她的身上浮现，一股淡淡的龙威传来。虽然略显稚嫩，但却毫无疑问，正是属于龙皇的气息。毫无疑问，紫妍便是真正具备龙皇血脉之人。见到她的出现，3大龙王脸色也是微微一变，纷纷与几位心腹手下对视一眼，交换了信息之后，便是不动声色，静观事情发展。而那些不明真相的普通太虚古龙，则是在感受到了紫妍展露出来的气息之后，他们几乎在那股威压之下，血脉中的本能让他们几乎想要跪下来。这边是真正的龙皇血脉吗？好强的威压，连3大龙王都不曾具备。龙皇吗？一时间，他们议论纷纷。东龙岛各处的太虚古龙们都不约而同地停下了手中的动作，抬起头来，视线共同望向一个方向，在那里有着在他们血脉中极为尊贵的存在。青山等人在见到紫妍展现出了血脉气息之后，鸦雀无声的集会处，旋即微微颔首。如今紫妍的露面已经是达成了他的一半目的，让真正具备龙皇血脉的存在露面，足以动摇3大龙岛的军心，也可以让更多的太虚古龙站在东龙岛这一方。本来他们东龙岛的长老便是打算这样做，随后寸步不离，每时每刻都至少为紫妍安排一位长老贴身保护，待得他成长到完全激发龙皇血脉，便是可以名正言顺的统一太虚古龙一族。但是萧炎却是对这个办法不置可否，因为这样一来，不仅完不成他的目的，更是会让紫妍陷入了更长期的危险当中。3大龙王在知道了紫妍的存在之后，便是会想尽一切办法来铲除他。即便有着东龙岛的保护，紫妍也将陷入危险当中，萧炎自然不会放任这种事情的发生。更何况，如果不能快速的统一太虚古龙一族，在经过几年的内乱，他们将会更加虚弱。早一刻统一，便是能早一刻休养生息，到时候能够为萧炎提供的助力也就越大。所以在之前，他便是向着东龙岛几位长老们表示，最好趁着这一次集会，由东龙岛带头承认紫妍登上龙皇之位。而对于这般冒险的举动，几位长老可是在之前表示了反对，并且表示此举恐怕会引得3大龙王狗急跳墙。况且他们已经通过某些手段通知了烛火大长老，要等的这位不仅实力最强，也是资历最大的太虚古龙回来镇场子。但是有着前一世记忆的萧炎，却是对类似的事情历历在目。不要说现在的紫妍了，即便是前一世彻底将龙皇本源果炼化，修为到达4星斗圣的紫妍，在拥有屠龙剑这等对于太虚古龙堪称大杀器斗技的情况下，也被发狂的北龙王拖入了危险当中。那个家伙为了龙皇之位，已经彻底陷入了癫狂，布置下了化龙大阵，吞噬了另外2大龙王以及诸多的太虚古龙之人，将实力提升到了5星斗圣后期的地步。这样的实力，在如今的太虚古龙一族中，几乎可以算得上是可以横推了。而此举也导致了太虚古龙一族再度陷入了空前的虚弱，甚至在前一世即将决战之前，
不算竹坤这位老龙皇的情况下，太虚古龙一族整体实力彻底沦落到和天妖皇族以及九幽地冥蟒一族并肩的地步。萧炎绝不会让这种事情在这一世再度重演，他将在此时此刻将紫妍保送上龙皇之位，随后将北龙王这个罪魁祸首击杀当场，以他的血来为紫妍的上位奠定威势。伴随着紫妍的出现，三大龙王一时间也是陷入了呆滞，随后紫妍更是抬起眼来，那对平日里带着些许天真的乌黑水灵的眸子当中，现在却满是不保留感情的威压。祭见龙皇，为何不拜？说话间，那股属于紫妍血脉中的威压再度凝实起来，更是具备针对性的朝着三大龙王阵营一方压了过去。顿时，有着不少三大龙岛的强者脸色一变，身形不自觉就是微微一弯。幸好，常年在三大龙王的威压下，他们能够抵御紫妍还未成熟的龙皇威压。不过饶是如此，也让他们心惊不已。如今论其等级，对方距离斗尊还差一点，而他们最弱的人也是半圣层次，跨越这样的实力还能造成如此影响，若是全盛时期的龙皇血脉，影响力到底会有多么恐怖？哼，殿下说笑了，你有龙皇血脉，我们就没有吗？北龙王轻描淡写地展开了属于他的龙威，虽然比起紫妍来要稀薄了很多，但却将之隐隐抵御了下来。另外2位龙王也是这般做法，况且你还没有正式登上龙皇宝座，我们的身份地位相当，谁也压不到谁身上。北龙王再度沉声补充道，显然若是只凭借这样，还不足以让他退缩。而在他的话音落下之后，东龙岛一方便是有人发话了。二长老青木缓缓飘出身形，瞥了一眼三大龙王一方，便是朗声道，谁说他没有登临龙皇之位？这句话后，他再度深吸了口气，而接下来的话语却是伴随着斗气的加持扩散了开来。今日4大龙岛汇聚，机会难得，恰好是皇女登临龙皇之位的最好时机。这般话语落下，当即引起了大量的喧哗。在这一刻，三大龙王的脸色也是陡然间巨变。青木的这般话语，无疑是直接毫不留情的和三大龙岛撕破了脸皮，其带来的威胁程度丝毫不亚于正式宣战。一时间，形势顿时激化了开来，一道惊怒的暴喝声也是响彻了半片虚空。青山、青木，你们敢！这般话语简直让三大龙王惊怒不已。他们没有想到，东龙岛这一次竟然如此决绝，要以雷霆之势扶持紫妍上位。他们就不怕彻底跟三大龙岛撕破脸皮吗？这一刻，三大龙王脸色巨变，他们神色各异，同时对彼此间的提防也是陡然间加剧了几分。他们怀疑自己这边存在内鬼，但是现在却不是追究这个的时候，原本不过是打算看一看东龙岛想要如何扶持这位具备龙皇血脉的存在，介入这场皇位争夺赛，静观其变，从而合纵连横来互相钳制对抗。结果东龙岛一方竟然直接掀了桌子，明明确确地告诉其他三大龙岛，他们今天就要扶持紫妍登上龙皇之位，对于三大龙王的血脉毫不在意。这让他们在愤怒惊讶的同时，还抱有了一丝莫名的忌惮。东龙岛到底是有着什么样的底气，才敢直接同时面对三大龙岛？难道是烛火大长老回来了吗？不，这个老家伙身陷虚无空间深处，即便是得到消息想要回来，恐怕也要耗费几年的功夫。一时间，三大龙王一方的强者们脸色都是微微出现变化，而青山等东龙岛的长老却是在此时此刻共同上前一步，随后毫不保留地展露出了气息，横压过来。青山的声音中夹杂着几分怒意，暴喝道：“龙皇血脉就在此处，为何不能立皇位？尔等莫非想要背叛我太虚古龙一族？”暴怒的声音在斗气中扩散，冲向三大龙岛一方。而北龙王等人此时此刻也变了脸色，他们的脸上阴晴不定，对于眼前急剧变化的局势感到了些许犹豫。不过能够走到他们这种地步的，尤其是优柔寡断之辈。仅仅不过是数秒过后，只听北龙王一声低喝道：“哼，龙皇血脉不过是过去式，现在是新的时代。”一旁的西龙王脸上那一直挂着的虚假笑意，在这一刻也是彻底消失。他面若冰霜，眼神中带着难以掩饰的寒光，沉声道：“我等这1000年来为古龙一族付出许多，龙皇的位置绝不会让给一个后来的家伙。”听到他们的这般话语，青木当即气笑了，直接怒喝道：“古龙一族分裂1000年，尔等当是罪魁祸首，如今竟敢妄言龙皇之位，当诛！哼，已经到了这般地步，还跟他们扯什么脸皮？”一旁的南龙王脸色阴沉，当即下令低喝道：“南龙岛龙蛮龙君听令，杀！”一旁的北龙王、西龙王也是同时发出了相同的命令。顿时，西、南、北三大龙岛之上，突然间便是有着一道道流光复现，直直的朝着4大龙岛结合的中心冲去。这些人大多都是身穿暗金色铠甲，铠甲之上有着龙形花纹，隐隐间龙身游动，仿佛活物一般，弥漫出一股股浩瀚而强悍的龙威。除了这些身着暗金色铠甲的人外，还有着一些显露着上身的人影。这些人体型要显得格外的壮硕，给人一种极强的视觉力量冲击之感。
蛮龙君、龙甲君还真是好大的手笔，不过真当我们东龙岛怕了你们吗？诸位动手吧！竹离低喝道。顿时东龙岛之上也是猛然冲出一道道模糊的身影，迎着三大龙岛的强者们撞了过去，强悍的气息遍布他们的身体之上，浩瀚而剧烈，刹那间卷熄了小半片天空。肉体对碰的沉闷声响以及剧烈的能量爆炸声音在天空上炸裂开来。他们是三大龙岛最为精锐的一股力量，三大龙王此次动用这等力量，已经是抱着将破釜沉舟的想法了。紫妍一日不死，他们一日不得安宁。他们都很清楚，若是不趁着这个机会以雷霆之势将之斩杀，恐怕以后的龙皇之位将跟他们再无关系。至于击杀了紫妍会在太虚古龙一族中造成什么轩然大波，如今已经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了。青山，滚开！你不是我的对手。哼，青木，我们来玩一玩吧。竹离，这么多年来，你的实力还是没有丝毫长进啊！一时间，数道流光自三大龙王的身边闪出，拦下了想要对三大龙王出手的东龙岛诸位长老，让他们无法阻止对方。而三大龙王却是在这一刻趁着这个空档，直直地朝着紫妍所在的方位冲了过去。只不过他们没有注意到的是，被拦截住的东龙岛长老们脸上却并没有出现多少焦急的神色，反而是挂上了一抹冷笑。他们知道，有着萧炎的存在，紫妍根本不可能陷入危险当中。东龙岛之上，紫金色的流光大作，紫妍眸子中不带有任何感情，看向了那朝着他冲来的三大龙王。他看清了他们身上那泛着淡金色光芒的鳞片，看清楚了他们那扭曲的脸庞，看着他们夹杂着杀意的眼瞳。哼，要怪就怪你运气不好吧。若是你乖乖当一位普通的太虚古龙，本座也懒得杀你。北龙王率先突破了淡银色的空间屏障，跨入了东龙岛之内。进入岛内，他便是直接抬起手来，顿时硕大的龙爪上泛着金色的能量，荡漾起一圈又一圈的气浪，朝着紫妍所在的方向直接砸去。去死吧！只有你死了，龙皇之位才是我的。北龙王眼睛上带着些许血丝，暴喝道。他试图从紫妍的脸上看到些许的恐惧之色，然而让他失望的是，紫妍对于这足以将他击毙的一击却没有丝毫的情绪波动。下一秒，一道消瘦的黑衣身影凭空跨越空间，出现在了紫妍的面前，手掌一翻，那北龙王挥出的一击便是直接被拍飞。二者接触的空间当即爆裂开来，出现一片又一片的漆黑虚无。北龙王的脸色顿时一变，在对方出现之前，他的感知中压根察觉不到此人的存在。不，现在也一样，明明那个黑袍青年就站在前方不远处，但在北龙王的感知中，那里只有一片虚无，什么都不存在。你就是那个带着龙皇血脉来我古龙一族的家伙。北龙王的心底一跳，当即低喝道：阁下，还请将你身后的那人交给我，太虚古龙一族必有重谢。而就在他的话音落下的刹那，身后的空间出现了两圈淡淡的涟漪，西龙王和南龙王也是赶到了此处。见到北龙王略带凝重地看向前方的萧炎，他们也是瞳孔骤然紧缩，然而体内强横的实力却是给予了他们相当的自信。哼，小子，还不快滚开！西龙王低喝道。而一旁的南龙王眼神中确实夹杂着浓郁的杀意，他看向了萧炎，知道这个家伙就是导致南龙岛大长老烈山被擒拿的罪魁祸首。烈山实力足有2星斗圣，也是南龙王的心腹手下，他的被擒下不亚于断了南龙王的左膀右臂，因此他对于萧炎的态度也很是恶劣，甚至抱有不小的杀意。一直以来都没有找到什么机会，但此时此刻却是被他找到了击杀对方的契机。哼，你们两个跟他废话什么？直接打杀了便是。现在还有时间给你们墨迹？南龙王当即拱火道，眼神中也带着些许狠厉，语气中夹杂着几分快感。而北龙王和西龙王在听到的他的话后，也是心神一紧。若是今日并没有把那位身负龙皇血脉的小女孩击杀当场，让她跑了，等烛火大长老回来，那局势可就反转过来了，被清理的可就是他们了。作为如今太虚古龙一族中资历最为老的家伙，他的天分虽然在当时算不上多么强，但是这么多年的实力积累下来，烛火也是在斗圣阶段走得极其遥远，甚至跨入了5星斗圣后期，只差一步便能突破6星，堪称如今太虚古龙一族的定海神针。一想到烛火暴怒的模样，北龙王便是打了个寒战，眼神中充斥着一股森然的寒意，当即也不再劝说，肌肉鼓起，双臂变化成龙爪，带着一股静谧的波动气息，朝着二人所在的方向轰去。3道足有100丈长的斗气流光飞出，溢散开来的刹那，便是将空间轰成了漆黑的虚无，爆发着龙吟之声，显得极为凶悍。3大龙王虽然只有3星斗圣后期的实力，但以他们的肉身强横，再加上太虚古龙一族对于空间力量上的天赋，3人联手一击，足以令一般的4星斗圣暂避锋芒。然而对于这般强横的攻势，萧炎却是并没有在意，而是看向了身旁的紫妍，声音带着些许的轻松和平淡，轻笑着说道：你说吧，要把他们打成什么样？紫妍看向了3大龙王，
原本不抱有丝毫感情的眼神中出现了一抹愤恨，他低低地说道：“随便，最好全都打残。”好说。听闻紫妍的话语，萧炎也是轻笑一声，旋即捏了捏拳头，一步踏出，随后遥遥一拳隔空挥出，澎湃的灵魂力量以及斗气凝聚在他的拳头上，就那么直接隔空轰出。凶悍的力量并没有丝毫外泄，而是顺着空间涟漪，直接迎着三大龙王的攻击对轰而去。下一秒，那原本凶悍无比的来自三大龙王的攻击竟然被直接轰散。受到契机牵引，三大龙王当即闷哼一声，不由自主地退后数十步，每一下踩踏虚空都将100丈空间崩裂。怎么可能？这个小子究竟是何方神圣？北龙王脸上浮现出了一抹惊怒。刚才他们3人可并没有留手，虽然他们也并不认为光是这一击便能将2人击杀当场，但预想的结果和如今的现状差距也未免太大了一些。就这，略带嗤笑的声音出现，下一秒，一道削瘦的黑衣身影凭空出现在了北龙王的面前，然后一拳挥出，砸在了后者仓促之间挡在身前的龙爪上，伴随着一阵咔嚓的骨裂之声响起，北龙王直接被锤飞100丈开外，双爪直接被砸回在了胸膛之上，让其喷出一大口鲜血。这一幕看得西龙王和南龙王目眦欲裂，直到这个时候，他们才意识到了面前这个黑衣青年的实力究竟到达了一种怎样的恐怖层次。一击秒杀3星斗圣后期的北龙王，还是有着太虚古龙一族的肉身加持，最少也是4星后期的斗圣强者。你们2个也别想跑！一击重创了北龙王，萧炎的目光斜斜扫过，看向了一旁陷入震撼当中的南龙王和西龙王，下一秒便是脚下一点，手中略微掐起手印，随后2道凝聚的能量大手印便是出现在了他的身前，一绿一蓝，分别朝着2位龙王砸去。开山印、翻海印、去！伴随着萧炎的轻声低喝，2道掌印激发，带着骇然的威势，在南龙王和西龙王惊怒的目光中，砸破了他们仓促间撑起来的防御屏障，将他们轰得吐血暴退，狼狈不堪。说时迟，那时快，双方正式交手不过10多秒的时间，萧炎便是以雷霆之势重创了3大龙王。在场混战之人，实力最低的也在斗尊，强一些的更是半圣级别的存在。战场上的绝大多数情况不会被他们错过，所以萧炎强势镇压3大龙王的一幕也是出现在了他们的眼前。顿时，那些原本以为拦下东龙岛长老们的3大龙岛强者，面色就跟吃了一只死苍蝇一样难看。相对应的，东龙岛的诸多长老，即便是以1敌2敌3，陷入劣势，但是眉头却舒缓了开来，心情畅快不已。援助龙王大人！有3大龙岛的强者们暴喝，试图带着人冲入东龙岛当中援助3大龙王。但是这一刻，原本被压着打的东龙岛强者们反而却突然爆发，拖住了他们，局势陡然间反转。萧炎负手而立，看向了那被他轰飞的3位龙王，当即挥手就要将之拘回来，但他的眉头却是微微皱起，随意的将西龙王和南龙王身上打了封禁斗气的禁制丢回东龙岛之上。萧炎一手背负在身后，看向了嘴角溢血、几乎歇斯底里的北龙王。此时此刻，北龙王的体内气息却是突然暴涨，而他的体表也开始发生了变化。望着那气息不断暴涨的北龙王，萧炎的脸上却是没有多少意外，这本来就在他的预料当中。潜意识的北龙王使用了化龙魔阵，借此不仅吞噬了西龙王和南龙王，还有很多太虚古龙一族的强者，而他的实力也从3星斗圣后期陡然间飙升至5星斗圣后期，隐隐可以突破6星斗圣的层次，骇人无比。虽然代价是他也化作了一个不人不鬼的怪物，但是那化龙魔阵无疑是北龙王的底牌之一，恐怕他早就有着一举端掉另外2大龙王的打算。而下一秒，一束冲天起的血红色光柱也是印证了萧炎的猜测，一个个硕大的6芒星分别出现在了上空地下，短短时间便是构筑成了玄奥的大阵，将大半个北龙岛包裹了起来。而且不仅如此，那大阵竟然开始向着另外3大龙岛的方向扩张开来，竟然是想要将4大龙岛全部笼罩。哈哈，这是你们逼我的，我为之谋划千年，龙皇宝座若不是我的，那你们就全都给我陪葬吧。北龙王的周身猛然气浪暴涌，宛若12级大风般，顿时将周围的全部啥氏草木吹飞，周围的空间崩裂，无数粗大漆黑的裂缝凭空出现。他原本淡金色的双瞳被血红色沾染，用疯狂又具备杀意的眼神扫向了周围，癫狂的话语在斗气的作用下扩散开来，顿时引得无数人面色大变。无数刚才还在交战的古龙一族强者们，这一刻却是不约而同地停下了交锋，纷纷簇拥着飞离大阵所在的范围。他们的脸上浮现着因为恐惧而出现的阴沉，眼神中透露着难以掩饰的愤怒神色。显然，这一刻北龙王施展出来的阵法引起了在场全部太虚古龙的愤怒。不少有些年轻的太虚古龙强者们面面相觑，他们并不知道为何自己在第一眼看到那有些怪异的血红色大阵时，便是从灵魂深处传来了剧烈的危险感，就像是刻印在血脉本能上一样。化龙魔阵，这是化龙魔阵。北龙王这个混战东西，
这可是古龙一族的禁术，早在数千年前就该被销毁，他怎么可能会施展？一位须发皆白的老者愤怒地咆哮着，他并不是东龙岛一方的强者，而是来自三大龙岛一方。听得他的咆哮，其他的强者们也是在这一刻沉默了下来。这种禁术，他们也知道，这是太虚古龙一族的禁忌。刚才的战斗，他们不过是立场之争，但北龙王施展出这等禁术，已经足以危害到太虚古龙一族本身。当年负责销毁这东西的人，便是北龙王的太爷爷。恐怕就是在那个时候，他便有所私藏。一位来自北龙岛的长老叹息一声，心急如焚。他紧接着低喝道：“诸位，现在不是我们争斗的时候，先想办法救人。”说是这样说，可我们怎么救？一旁的强者面带苦笑，他刚才就尝试着打出斗气，想要将大阵撕裂，但是以他斗圣级别的修为，足以崩裂群山的一击，竟然在那化龙魔阵中悄无声息的消融，犹如冰雪遇到热油一般，毫无反抗之力的融化。化龙魔阵乃是太虚古龙一族的禁术，曾经是古龙一族的超级天才创造。此阵成型，便是可以将大阵之内的所有存在碾压成血水，吞噬吸收，再以一种奇特的方式灌注到施阵者的体内，大幅度的提升他的实力。但这般阵法过于血腥，而且对太虚古龙一族颇为克制，因此被列为禁术，最后更是被销毁掉。本来所有知道此事的太虚古龙强者，都以为这门禁术彻底消弭于世间，但却没想到，竟然被北龙王这个疯子施展出来了。更为令人惊惧的是，他竟然将这个大阵设置在了北龙岛上，而且还将阵法调整为向外扩张的趋势。这样一来，四大龙岛都迟早会被吞噬进去，到时候除了少部分修为高深之人，恐怕全都要死。啊！救我！该死！我怎么可能会死？凄厉的惨叫声已经在北龙岛上爆发，实力稍弱的古龙已经在那股奇异能量的碾压下，毫无反抗力量的趴在地上。他们的四肢已经破碎，属于太虚古龙一族的淡金色鲜血也开始流淌在地上，伴随着奇异的阵纹汇聚进入一处光柱当中。萧炎遥遥望着远处的大阵，一眼望透虚空，看到了化龙魔阵内部的情形，脸色上带着些许冰冷。他再度扫向了一旁的西龙王和南龙王，只见他们二人脸上也满是惊怒的神色，甚至直接怒骂出声。显然他们也意识到了北龙王所打的注意。萧炎，被拦在身后的紫妍脸色上带着些许苍白，拉了拉萧炎的衣角。他低下头，看到了女孩眼底的那一簇怒意。这个家伙，该死！萧炎，帮我杀了他吧！紫妍还是头一次直接要求萧炎帮他杀人，即便是对于之前的三大龙王逼宫，他也不过是要求萧炎打伤擒下对方便可，但这一次却是直接要求将之击杀。显然北龙王的所作所为已经让紫妍也感受到了无边的怒意。身具龙皇血脉，紫妍能够感受到那片浓郁的血气，以及北龙王身边缠绕的冤魂，那是只有屠杀了无数生命才能累积出来的怨念。如你所愿。萧炎摸了摸紫妍的脑袋，深吸了口气，看向了北龙王所在的方向。他的脸色上那一抹冰冷加剧，随后脚下猛然一点，他整个人顿时消失在原地。下一个瞬间，便是出现在了满身血气的北龙王面前，随后手掌猛然向下打去。你以为你还能像刚才一样拿捏本王？给我滚！北龙王疯狂地暴喝一声，不进反退。面对萧炎的攻击，当即抬起那只因为沾染血气而变得血红的龙爪，猛然迎了过去。霎时间，手掌和龙爪碰撞在一起，沉闷的声响爆发，周围的地面猛然塌陷，方圆100丈之内大的出现了一个深达100米的空洞。提升的还真快啊，这么短时间就是4星斗圣后期了。萧炎的眼神中闪过一丝惊异的神色，不过下一秒，他的手掌便是加剧了力道，而那原本还与他端在僵持的北龙王当即被那巨力拍飞。噗嗤，浓郁的黑红色鲜血从北龙王的口中吐出，他被那股巨大的力道砸得后退，每一步踏足在地上都是震出一大片的漆黑的塌陷，足足后退了10多步，才勉强止住了身形。怎么可能？本王启动了化龙魔阵，竟然还没有你强！北龙王似乎难以接受自己又一次被萧炎一掌击退，通红的双目再度加剧，脸上满是疯狂的神色，而他的气息在这一刻也是再度提升起来，朝着5星斗圣的界限跨去。歪魔邪道，心术不正，你的上限就在这里，龙皇之位，你也配染指？萧炎嗤笑道，旋即双手结出印记，当即一圈又一圈的漆黑虚无凭空出现在了他的身前，然后缓缓拍出。霎时间，那团漆黑虚无化作了一枚足有100丈大小的黑洞，朝着北龙王撞了过去。沿途的一切东西在跨越了光带边缘之后，便是直接消失不见。大天造化掌，杀！萧炎不再留手，施展出了天阶斗技，是要将北龙王一击斩杀当场。有着太虚古龙一族强悍的肉身，但凭借拳脚不施展斗技，想要将之一击必杀，还是有一点费功夫。平日里的萧炎虽然不在乎这一点时间，但是如今在那化龙魔阵之内的诸多人，可是等不了太久。我不会死，我才是太虚古龙一族真正的龙皇，是你们逼我的！
北龙王已经被那不断灌注在体内的血气迷失了灵魂，在他体内不断饱胀的力量，也让他的自信心开始膨胀起来。面对萧炎的一击，他龙爪再次拍出，同时一阵龙吟出现，顿时泛着血色的斗气自拳头上打出，化作数条100丈大小的血龙，沿着空间涟漪的扩散，不浪费任何一丝能量的朝着萧炎的杀招迎去。下一秒，二者相撞在一起，但是让人意外的是，原本以为会出现的惊天爆炸并未产生，在龙拳和漆黑光圈碰撞的刹那间，胜负便是直接分了出来。那声势骇人无比的数条血龙直接被凭空分解，消失不见。北龙王面色大变，然而那黑色的光圈还在扩散，霎时间将北龙王整个人吞噬进入其中。数秒过后，漆黑的光圈消散，原本被吞噬的光芒再度浮现在大地之上。而在那漆黑光圈扩散的地方，大地像是被挖空，出现了一个异常圆润的坑洞。而在那处坑洞出现的半空中，一具浑身布满了伤痕的尸体掉落了出来，砸在大地之上，溅起了一片灰尘，再无声息。他的脸上还是不可置信，眼瞳中却是带着一抹生前最后的恐惧。北龙王，伏诛！就在萧炎击杀北龙王的刹那，那北龙岛上不断扩张的血色大阵陡然间停滞了动作。下一刻，那血色的六芒星上出现了道道裂隙，随后彻底崩散开来。而整个化龙魔阵也在这一刻开始了分崩离析。伴随着大阵的破裂，北龙岛上的一切映入了众人的眼帘。大地之上，流血飘橹，哀嚎遍地，满是受到重创的人。幸亏大阵启动时间太短，再加上太虚古龙一族身体异常强悍，只不过有着部分实力是在太低的存在死去，其他的大部分不过受到了伤害，虽然会体虚一阵子，但是性命无忧。借着击杀了北龙王的威势，萧炎伸出手掌，灵魂力量汇聚在其上，将之前竹坤给予他的那一枚龙印激活。顿时，紫金色的玄奥光印在萧炎的手掌上浮现，一道古老的但又带着奇异威压的波动自萧炎的身上扩散而出。还不等三大龙岛的强者们尴尬，波动便是扩散开来，自他们的身上扫过，让他们不由得微微躬身，面露无比的惊骇。这是老龙皇陛下的气息。有上了年纪的太虚古龙当即眼眶湿润，身子不由自主觉得颤抖，缓缓冲着气息传来的方向弓下身子。老龙皇的龙印，这证明陛下他还活着。一些长老们当即低喝道。东龙岛的诸多长老们眼神中满是振奋和兴奋的神色，这个意外之喜简直将他们冲晕在这里。而相比欣喜若狂的东龙岛高层，其他几大龙岛高层则是身形微微一僵，额头上满是细密的冷汗，更有甚者，脊梁都被打湿了。龙印的存在证明老龙皇还活着，可他们却是帮助分裂了太虚古龙一族的三大龙王，明着对具备龙皇血脉的紫妍实行谋逆之举。若是老龙皇回归，以他的脾气，恐怕……一时间，不少人面色上充满了死灰，尤其是南龙王和西龙王，在感觉到这股气息的刹那，他们就像是吃了一只死苍蝇一样，脸都绿了。西龙王更是气血上涌，双腿一蹬，就那么晕死在原地。就在人心惶惶的时刻，一道略显稚嫩的声音在斗气的扩散下传遍了整个龙岛。只听他说道：“此番叛乱，首恶已经伏诛，其余参与叛乱者，警告一次，若再有一心，褪去龙骨，斩断龙翼，洗去龙血，逐出古龙一族，永世不得回归。”紫妍的话语虽然冰冷，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却是如同温暖的阳光一样，让他们已经深入冰窖的躯体再度可以行动起来。他们长长舒了口气，背后冷汗直冒，面对着紫妍所在的方向，感受着那股略显稚嫩的龙皇威压，他们心悦诚服地低下头颅，躬声道：“我等谨遵殿下旨意。”三大龙王引发的叛乱就这般稀里糊涂地结束了。在紫妍的要求下，另外三大龙岛也没有再度分开，古龙岛再度回归统一。至于南龙王和西龙王，虽然北龙王已经被击杀当场，但是身为分裂太虚古龙一族的罪魁祸首之二，他们即便不死，也要被洗去龙血龙骨，囚禁天牢中，永远不会再度出现。叛乱结束，新任龙皇登基，太虚古龙一族结束了长达1000年的分裂，再度回归统一。只不过这段时间内斗引起的虚弱，也是一时间难以彻底消除。不过有着紫妍即位，在知道老龙皇竹坤还活着的消息之后，想必足以让一些野心家认清自我，也在重新统一的太虚古龙一族中，宛若立下了一根不容动摇的定海神针一般。年轻的太虚古龙们或许并不清楚那段辉煌的历史，但是对于一些稍微上了年纪的太虚古龙，他们无比的清楚那位老龙皇到底意味着什么。不过古龙岛虽然统一，但是还有相当多的后续需要去处理，这也让原本还悠闲的东龙岛忙活了起来。而紫妍更是每天苦着脸揉着额头，不得不面对诸多繁杂的事物。虽然他已经决定承担起属于自己的责任，但是这并不妨碍他觉得这些东西棘手无比。好在有着老练的东龙岛长老们帮忙，尤其是竹离这位身着白色衣袍的老人，笑眯眯的，看起来极其擅长处理这些东西。有着他和其他诸多人的帮助，虽然经过了最开始一段时间的混乱，不过最终古龙岛还是重新运作了起来。
虽然相比起全盛时期来说，太虚古龙一族虚弱了不少，但是萧炎相信，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生息，他们总归会再度回归巅峰。帮助紫妍击杀了北龙王，平定了叛乱之后，对于后续的事件，萧炎也没有再度插手和过问，毕竟这是太虚古龙一族的内部事务。而且说句实在的，萧炎自己也不是一个合格的掌门人，自己创建出的大多势力，不论前世今生，都是任由他们发展，自己只不过是甩手掌柜罢了。实际上，在紫妍登基当天，私下里东龙岛的诸多长老们就找了过来，向萧炎询问有关老龙皇的事情，而萧炎也并没有过多隐瞒，而是将竹坤依然活着的消息告知了他们，并且还说他是因为一时不察，这才中了圈套，被封印进入了一处秘境，这才和太虚古龙一族断了联系。不过最多还有3年的时间，他便可以脱困。这个消息出口之后，那些长老们的脸上出现了如释重负的表情，显然对于他们来说，就像是心口有着一块大石头落下。3年时间并不长，尤其是对于寿命悠久的太虚古龙来说，也就是睡一觉或是闭一次关的时间。而借着这个机会，萧炎也趁机提出了自己想要借用太虚古龙一族的虚空雷池，用来闭关修炼一段时间。对于萧炎提出的条件，他们虽然有些诧异，他竟然知道虚空雷池这件事，不过很快便是抛之脑后。毕竟萧炎算得上是太虚古龙一族的大恩人，如此请求不过小事罢了。借着这个机会，萧炎也乐得清闲，打了声招呼之后，便是跟随着前世的记忆，游历在虚空中，朝着一处坐标赶了过去。花费了大约数个时辰的时间，虚空的尽头处出现了一抹光芒，而萧炎也是眼神微微一亮，随后便是猛然加速，眨眼的时间便是消失在了虚空的尽头。伴随着萧炎的前进，听着耳边呼呼作响的虚空风暴，萧炎的眼神也是微微眯了起来。在虚无空间当中，随时随地都会有着空间风暴的存在，这种狂暴的空间力量足以将一名寻常的斗尊强者撕成碎片。不过这般风暴对于萧炎来说，却不过宛若清风拂面一样，他在意的是那足以引起这空间风暴的源头。虚空雷池是一处天然的雷霆聚集之地，此处的空间极为混乱，具备一种天然的吸引力，导致无数能量在这里凝聚。不过相对应的，也是产生了无数的雷霆，引得周围的环境异常恶劣。萧炎的脑海中闪过种种有关虚空雷池的消息，脸上虽然不显，但是心底也是充满了期待的神色。这里虽然对常人来说可能是致命的大凶之地，但是对于他来说却是绝佳的历练场所。要到了吗？感受着熟悉的狂暴能量，忽地一阵璀璨的银色光芒闪过，下一秒便是轰隆的爆响，一道蜿蜒的雷霆乍现，带着恐怖的威势砸向一处虚无，生生轰出一道漆黑的裂隙。横在萧炎面前的是一片将近1000丈之宽庞大的湖泊，至于蔓延到多远，即便是萧炎也有些看不太清。不过在这处湖泊当中堆积的却并非是水，而是完全由璀璨的银色雷霆充斥。这是一片真正由雷霆所汇聚而成的雷池，雷池之中轰隆隆的雷鸣接连不断的响起，令人心神激荡。若是心智不坚之人，恐怕经过这一次的雷音洗礼，都会丢掉小半条命。好浓郁的雷霆之力，有着这般雷霆力量的洗礼，我的斗气修为将会极大幅度的提升。萧炎心中泛起一阵欣喜，当即不再犹豫，脚下猛然一点，整个人便是朝着前方冲去。在庞大的雷池对比下，他的身形渺小，犹如一个小黑点一样，很快便是没入了雷池当中。然而刚才还略显平静的雷池，在萧炎冲入之后不到半刻钟，便是剧烈的炸响，宛若是滴入了冷水的滚烫油锅一般，炸裂程度让人心惊。果然不凡，这里的每一道雷霆都比7品丹药所能带来的丹雷还要强上几分。不过对于我来说却是毫无威胁，这里不是最佳修炼之地。面对咆哮的雷霆，萧炎并没有担忧，任由那些足以摧毁一座山峰的雷霆砸在身上。轰隆隆，宛若银色一般的雷霆不断的四处爆散，不要钱一般的砸在萧炎身上，想要将这个外物驱逐出去，但是却毫无作用。那些雷霆砸在萧炎身上，宛若石沉大海一样，翻不起丁点水花。就这样，顶着无数道雷霆的轰击，萧炎抬起脚步，再度朝着雷池的深处前行。足足过了小半个时辰，那周围的银色电蛇其上已经出现了变化，覆盖上了些许彩色。此处的雷霆力量已经相当于炼制8品丹药时候的丹雷。虽然我的灵魂力量已经近乎恢复到圆满，但那是斗气修为还是差了不少。萧炎一边喃喃自语，一边顶着彩色的雷霆朝着雷池深处前进。最开始还只不过是双色的雷霆，但很快3色、4色的雷霆也是出现，轰击在萧炎的身上，也是发出了沉闷的声响，不再如同之前那样毫无作用。萧炎感受着周身边上越来越大的压力，也是不再如同之前一样轻松写意，额头上已经布满了细密的汗珠。终于，当萧炎走到了5色天雷出现的地方时，他便是感觉到了自己的身体隐隐传来的警告，以及雷霆轰击在身上的剧烈疼痛。这里已经趋近他如今肉身修为的极限，再若是强行抗阻，恐怕要受到不小的伤害。心念至此，萧炎当即也是不再坚持，就地盘膝而坐，运转起了焚诀斗气，在这般重压下修炼了起来。
时不时便是有着雷霆砸在他的身上，而那原本足以摧毁一座大城市的雷霆，却是只能带起一大圈的电弧。每一次雷霆的轰击，虽然给萧炎带来了剧烈的疼痛，但是也会在萧炎的体内留下一丝属于天雷的力量，不仅可以淬炼他的肉身强度，更是可以在焚诀斗气运行的大周天中融入其中，提升斗气的雄厚程度。每一道雷霆的轰击都堪比闭关时候10天甚至数十天的修行涨幅，而每一个时辰轰击萧炎的雷霆至少都有几十道，多者甚至可以上百道。足足2个月的时间，萧炎在雷池当中打磨了整整2个月的时间。在这段时间中，他所做的只有2件事，那就是突破。突破之后，再度前进到自己所能承受到的极限深处，然后再度修炼，准备突破。而借助着这般类似疯狂自残一样的修炼，萧炎的修为进度也是急速提升，从3星斗尊后期一步步高升，直到从雷池中出来的时候，隐隐已经突破到了7星斗尊巅峰的程度，距离8星斗尊也不过只差一步之遥。不是萧炎不想在雷池继续突破下去，而是他已经走到了9色天雷出现的尽头，再往后便是那深邃漆黑的雷霆。黑魔雷，即便是半圣级别的强者，挨上一道也会毫无意外的陨落，哪怕是真正跨入斗圣级别的强者，同时接上3、4道都会颇为棘手，甚至有不小的可能性受到重伤。这已经不是萧炎现在的肉身以及斗气修为可以承受的程度。虽然依靠灵魂力量，别说是一道黑魔雷，即便是100道黑魔雷，他也可以接下，但是那样便是失去了意义。更别说在这黑魔雷池的深处，还有着一道几乎诞生了灵智的9玄惊雷，光是其本身威能，足以将7星斗圣级别的强者击毙。更别说在这凝聚了无数岁月的雷霆之力的虚空雷池，它的主场当中。现在的萧炎还不打算去寻找对方，虽然有着上一世记忆的萧炎知道那9玄惊雷所求为何，但以他的肉身力量和修为还是太弱了，无法将那雷霆之力封印进入身体当中，只会白白损失一笔客观的力量。下次再来吧，到时候我会做好一切准备。萧炎喃喃自语道，感受着9色天雷轰在他的身上带来的效果逐渐减弱，也不再浪费时间，直接飞出了雷池。噼里啪啦，萧炎站在雷池之外，舒缓筋骨，出现的却是如同干豆子炸裂一般的声响。伴随着萧炎的动作，一股股雷霆力量从他的身上被排出在虚空当中，炸裂开来。将多余的雷霆之力排出体内后，萧炎想要回到古龙岛当中，然而还未等他飞出多远，便是看到一道漆黑的巨龙身影守候在雷池不远处。见到他的样貌，萧炎也是略微疑惑，不过很快便是认清了对方到底是谁。黑琴，之前的东龙岛长老，也是前一世帮助了萧炎次数最多的太虚古龙一族中人。虽然这一世交集不深，但是萧炎对他的印象却很是深刻。黑琴大哥，古龙岛出了什么事吗？黑琴的实力不过是斗尊巅峰的层次，若是萧炎不展露出自身的气息，他根本无法察觉。在听到萧炎的声音之后，黑琴显然也是吓了一跳，有些惶恐。他没想到竟然能够听到这尊凭借一人之力便是镇压了龙岛叛乱的强者，竟然会称呼他一声大哥。不敢，不过是得到一些紧急的消息，需要通知您罢了。黑琴沉声说道。而萧炎也感知到了他有些惶恐，旋即温和着笑道，不用拘谨，我总感觉我们脾气很对付，称呼上就随意吧。什么消息需要这么着急的告诉我？听闻萧炎的话语，黑琴也是松了口气。这位萧炎看起来不难说话，倒是让他有些意外。他总觉得这等强者应该傲气得很，萧炎的随和却是有些出乎他的预料。不过他很快便是记起来自己的任务是什么，容不得浪费太多时间，连忙沉声道，是这样的，我们前不久得到消息，据说中州之上，天明宗已经和星陨阁彻底撕破脸皮开战了。听闻这个消息，萧炎脸上的笑容凝固，很快阴沉了下来。他深吸了一口气，继续追问道，星陨阁情况如何？虽然潜意识的记忆告诉萧炎，天明宗之内最强的力量不过是2位半圣级别的老鬼，奈何不得有着要老这位真正斗圣的星陨阁，但是萧炎很清楚，天明宗不过是魂殿的一条狗，两方势力早就在暗地里有着不明不白的勾结，这让他不由得担心起来。听闻萧炎的话语，黑琴也是脸上带着一丝苦笑的开口道，情况不太好，不仅天明宗的那个卡在半圣上百年的太上长老跨入了斗圣级别，他们还不知道从哪里拉来了一大批强者，即便是实力大涨的星陨阁，在这段时间里也只能节节败退。我们得到消息的时候，据说星陨阁已经被逼得退回了星界当中，只能困守。呼，萧炎吐出一口浊气，眼神中的怒火一闪而逝，旋即一抹寒芒闪现，他的脸上带着些许的阴沉，对着黑琴拱了拱手，沉声道，多谢告知，如今情况紧急，我就先离开了，还望告知子言一声。听闻萧炎的话语，黑琴也是连忙点头，数百丈庞大的身躯在虚空中飘荡，显得异常伟岸，但在相比起来只有1个小黑点左右的黑袍青年面前，却显得有些拘谨。不过他像是想起了什么一样，又连忙说道，萧炎先生，竹离长老不久前已经带着一批族人前去支援星陨阁，听闻这般话语，
原本已经打算离开的萧炎微微停滞了身形，旋即脸上浮现出了一抹笑意，帮助太虚古龙一族，果然是个明智的决定。多谢。话音落下，萧炎整个人的身形已经化作一道黑光，短短几个眨眼间，便是消失在了淡银色的空间隧道深处，只留下还在眨巴着淡金色眼睛的黑晴，似乎还没反应过来人已经离开。今日的星陨阁，无疑是这些年中戒备最为森严的时候，因为今天便是那天明宗地上战帖所标明的10日，因为要尊者药尘突破制衡，一跃成为斗圣级别的传说强者。星陨阁在这大半年的时间里，可以说是风光无尽，势力也在飞速的增长，隐隐压过了中州的不少老牌大势力，甚至威胁到了两宗这个级别的地位。而中州南域恰好也在天明宗的势力范围之内，因此两大势力之间也产生了许多或明或暗的摩擦，火药味浓重的很。不过很多人都是明眼看得出来，天明宗在这般对碰中已经处于了劣势，不仅主动封锁了宗门，更是很多时候都在退避。这般所作作为也让不少人开始感叹，如今的星陨阁当真豪横。不过就在这时，忽然如日中天的星陨阁却是遭到了莫名的打击，先是下属势力被不明存在打击，随后又是有强者出手，悍然地对星陨阁的嫡系存在进行打击，一时间让星陨阁有些焦头烂额。然而还没等震怒的星陨阁展开反击，天明宗那个闭关了几十年的老祖天明老妖忽然现身，而他的实力也是突破了制衡，跨入了斗圣的境界。不仅如此，他还不知道从哪里拉来了一批行迹神秘的强者，包括数位踏入转境界的斗尊强者，更是还有着一位斗圣以及2位半圣级别的传说级强者。他们现身的时候，便是直接对浩浩荡荡准备反击的星陨阁动手。一番交手下来，不仅将已经跨入斗圣级别的药尘打伤，更是将星陨阁的不少强者杀伤杀死当场。若不是药尘拼着重伤大发神威，漫天的森白色火焰弥漫，阻碍了天明宗众人的追击，恐怕仓皇逃离的星陨阁大部队都不一定有着躲入星界内部的机会。战斗的结果和外人想象的截然不同，这让不少看客哑然。也因此，天明宗在这段时间里收获了不少来投奔之人，踩着星陨阁的名头攀登上位。而且不仅如此，天明宗在之后不久，甚至还大摇大摆地派遣使者递上了战帖，光明正大地邀请星陨阁一战，决定中州南域的归属。不过明面上虽然是这样，但是暗地里，谁又能知道天明宗真正的考量到底是什么？有不少闻风而来的抱着看戏心态来的人，已经落座在星陨山脉远处。对他们来说，两大势力的交战完全可以成为行走江湖吹嘘的资本。当然更多的人是想要见识见识真正强者战斗的场面，对于他们来说，这可是难得的经历。而对于这些闻风而来之人，星陨阁也并没有出手将之驱逐，甚至还给予了他们一块地方。当然在进行这些事情的同时，也派遣出了阁中强者，对此处进行严格的戒严，任何人有着丝毫不对劲的动作，都会被直接毫不留情地斩杀当场。就这样，伴随着时间的流逝，在众多人的期盼下，粘贴上的日子也终于是到来了。星陨阁内有着一座高达万丈的山峰，极为险峻陡峭，常人难以攀登。然而这高耸几乎直入云霄的大山，顶部却是犹如被什么东西直接生生削平了一样，变成了一块极为宽敞的广场。而在这片广场之上，如今已经布满了人影，他们身上皆是穿着星陨阁成员的服饰，弟子长老皆有，他们每个人都面色凝重。广场之上布满了肃杀的气氛，任何人都能看出星陨阁已经做好了应战的准备。而在广场中心之后，一袭白袍的药老则是双手背负在身后，遥遥看向远处虚空，眼神中带着些许的忌惮和凝重。若是仔细看去，可以发现他那褶皱的脸上还带着些许的苍白，显然他在上一场战斗中留下来的伤势并没有好彻底。星界已经进入了最高级别的戒备状态，全员上下都动员了起来，实力较弱的弟子们已经秘密安排了出去，绝大部分长老都进入了备战状态。一旁的风尊者叹了口气，缓缓地说道。而药老听完这些话语，也不过是点了点头，旋即叹了口气，目光扫向了一旁，在那里有着一位同样身着白袍、须发皆白的老者，脸上挂着温和的笑容，在他的身边还有着数道气息强悍的身影。太虚古龙一族的朋友，接下来星陨阁恐怕陷入一场难以自保的大战，到时候恐怕还要仰仗1、2。药老的脸上带着些许凝重的拱手道，而一旁的竹离则是笑道：药阁主不必客气，太虚古龙一族城下萧炎小友一个天大的人情，我等不过是回报1、2，算不得什么仰仗。话虽如此，竹离仓促之间带过来的人手并没有多少，虽然他们实力强横，最低的一位也是跨入了转境界的斗尊强者，更是有着包括他在内共计2名半圣级别的强者，但是面对天明宗暴涨的实力，还是有些不足。阁下是魂殿哪一位？药老冷声问道。而那人也是气势暴涨，游刃有余地回复道：魂殿魂清圣者。没曾想过，在古龙一族热衷于内斗的时候，外界的发展已经到了让人瞠目结舌的地步。竹离摇了摇头，用只有自己才能听到的声音喃喃自语道：虽然太虚古龙一族内斗严重，已经陷入了相当虚弱的地步，
而且还有不少的强者如今在百废待兴的龙岛之上，有着属于他们自己的任务。萧炎帮助了太虚古龙一族镇压了叛乱的龙王，扶持紫炎登上了龙皇宝座。不仅如此，他还有着老龙皇的龙印，得到了后者的认可。于情于理之下，太虚古龙一族都欠下了萧炎一个天大的人情。当他在闭关的时候，得到了星陨阁被天明宗袭击的消息，竹离便知道投桃报李的机会来了。他当即便是带着一批强者赶来支援。不过令他没有想到的是，本以为十拿九稳可以奠定胜局的战力，却是并没有起到应有的效果。天明宗展现出了远远超出预料之中的强大能量，这让他们措手不及。而且那位隐藏的斗圣强者是在药尘和天明老妖交手僵持之下突然出现进行偷袭的，在之前并没有他的踪迹。这也是导致星陨阁败退的如此之快的原因，否则以药老这段时间静养炼化残存在造化圣者骸骨之内参与的斗圣精华，已经突破到一星斗圣中期的实力，断然不会那么轻易被两位出入斗圣级别的存在打得那么惨。与外界传言的不同，当星陨阁败退被追杀之际，竹离便是带着太虚古龙一族的强者赶到，将天明宗追击的队伍击退，否则断然无法保存下这么多的战力。天明宗，我曾听说过他们，但是在老夫的印象中，他们并没有这么强的力量。竹离摇了摇头，带着些许疑惑地说道：“他相当年长，对于大陆上的事情也是有所关注。天明宗这个庞然大物，自然也是知晓。不过在竹离的印象当中，天明宗除去一位半圣级别的天明老妖，并无什么值得注意的地方。后者突然间有着这么一大批莫名其妙的帮手，也是让他困惑。”一旁的药老则是叹了口气，眼神却是犀利了起来，一抹寒光闪过。只见他皱着眉，森然道：“当日袭击我的那位神秘斗圣强者，使用的斗技很是奇异。当初虽然没有注意，但是现在细细回想起来，倒是有种熟悉的味道。”说到这里，药老的话语一凝，低喝道：“若是我猜的不错，那应当是魂殿的手笔。天明宗背后的那股力量，应该就是魂殿。”听闻此言，竹离也是微微皱眉。事情的发展已经让他感到了有些棘手的地步。魂殿这股势力背后连接着魂族，是如今大陆上最强的势力之一。若是对方插手，这些事情的麻烦程度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原本以为的宗门势力之争，恐怕其中也隐藏着别有用心的目的。魂族吗？这还真是有些麻烦。早知如此，我应该多带一些族内强者过来的。竹离叹了口气，而一旁的药老则是轻轻地摇了摇头，沉声说道：“诸位能够出手帮助，药尘已经很是感激。这本该就是星陨阁的事情，如今反倒要连累诸位，反倒让我有些愧疚。”一旁竹离带过来的另一位半圣强者则是哈哈大笑，打断了药老的话语，道：“哈哈，我太虚古龙一族可不是忘恩负义的东西，这般话没必要多说，先度过今天再说。”伴随着他的话音落下，星界上空一圈空间涟漪也是凭空出现，宛若一滴水珠滴落在湖面一样，泛起波动。很快，水珠化为了磅礴的雨幕，纷纷砸落，空间涟漪也是大片大片的不规则出现，星界天空一时间宛若雨中池塘一般，摇摇欲坠。星陨阁诸位听令，准备应敌！药老低喝出声，顿时广场上大批的强者发出一声整齐的低喝，随后纷纷腾身而起，飞向高空，迎上了那无数从空间涟漪中走出的天明宗强者。一道近乎100丈的漆黑空间裂隙陡然撕裂的星界空间封锁的一角，宛若将那一片天幕隔绝。数道气息强悍的身影从那漆黑的空间裂缝中走出，伴随着他们的出现，气势暴涨，很快便是弥漫了大半个星界，让无数人都心惊不已。哼，药尘，还记得老夫吗？为首头发灰白的老者呵呵一笑，一眼便是扫向了广场中心的几人。他有着一双妖异的蓝色眸子，看上去具备某种魔力，脸庞犹如青年人一样，没有丝毫皱纹，一点看不出上了年纪的模样。天明老妖，你当真敢来啊？药老看向了他，冷笑着低喝道，而他的身形也伴随着说出的话语节节攀升，很快双方陷入了平视对等的位置。像你这种被杀的只剩下的灵魂的人都能复活突破到斗圣，老夫为何不敢来？天明老妖语气平淡的说道。而伴随着他的话语落下，药老的瞳孔也是骤然紧缩。当初虽然有着他陨落的消息传出，但是实际上除去魂殿和寒风，其他人并不知道其中具体情况，就连他的躯体也是为了摆脱追击自爆掉的，基本没有留下痕迹。如今绝大多数人都认为他是闭关期待突破。如今天明老妖一句话便是道破其中缘由，知道这般秘密，看来他当真彻底和魂殿搅合在了一起。没想到堂堂天明宗竟然成了魂殿的走狗，天明老妖，你还真是愧对你家祖师爷啊！药老冷哼一声嘲讽道。而听到药老的话语，天明老妖也是脸色一冷。然而就在这时，天明老妖身边的那藏在黑袍之下的人也是发出了尖锐的声音，阴笑道：“结，天明老鬼，你和他要陈者一个死人废什么话？早点动手，早点回家。”话音落下，只见那黑袍人也摘下了兜帽，露出一张妖异的脸庞，眉心处有着一点漆黑的印记，标志着他魂族之人的身份。
听得这个声音，感受着对方身上发散出来的气势，药老的脸色顿时沉了下来。随后他深吸一口气，冷声道：“就凭你们这些人马，想要踏平我星陨阁还不够？”药老的眼神在天明老妖以及魂清圣者身上扫过，目光投向了他们身旁的那一大帮人。这一次，天明宗和魂殿怕是下了血本，看样子几乎是倾巢而出。那上百人中，将近一半的强者都拥有着斗尊级别的实力。这般阵容，再加上天明老妖以及魂清圣者2位一星斗圣强者，以及那3位隐藏在暗中的半圣，已经可以称得上可怕2字。恐怕除了丹塔以及隐藏了实力的焚炎谷，如今中州明面上的势力都会被这般强横的阵容横推血洗。那些算得上是超然的势力，其本身底蕴也不过是几位斗尊级别的老祖罢了。这在以前可以称得上是强横的战力，如今在星陨阁和天明宗的战场上，可以说是根本不值一提。别那么急嘛，药尘，我等也并非一定要一战。天明老妖微微抬起眼，看向了那个让他印象深刻到甚至有些嫉妒的白袍身影，带着些许莫名的意味，缓缓说道：“这段时间以来，星陨阁和天明宗的摩擦越来越大，逐渐变得水火不容，闹到最后，还是要我们做过一场。”说到这里，我的话语略微停顿了一声，随前继续说道：“药尘，看在以往相识的份下，只要他天明宗进出中州，离开你星陨阁范围8万外之里，并且允诺以前在你星陨阁面后禁闭，今日你等不能进去，得以赌下太虚古龙一族的荣誉。这8个家伙打扰事了他们。”药老并有没回话，眼神中带着些许决绝，小手一挥，眉心处的火焰印记微微点亮，顿时便是小片小片的森白色火焰萦绕在我的周围。然而诡异的是，那些森白色的火焰却是并有没带来任何温度下的变化，反而让人心生诡异。这便是事得以了。天明老妖的脸庞下，这一抹笑意渐渐发热，只听我热哼一声，高喝道：“那简直是赤裸裸的挑衅！药尘，今天的顽固将会是他那辈子最得意的决定。动手！你要那天明宗今天血流成河！”杀！一道声音陡然出现在药老的耳边，让我瞳孔骤然紧缩。劲风脑前传来，药老猛然侧过身，险之又险地躲过了一只苍老的拳头，抬起拳来，朝着另一只抓向我脖子的手隔去。轰轰轰！一旁的竹离叹了口气，虽然我也想帮助药尘，但是光是拦住这8名半圣弱者，对我们来说还没很免弱了。只见我微微点了点头，沉声道：“那一团斗气构筑成的小手，竟然就那般生生被凝聚成了固体，在阳光的照射上反射出莹莹光芒，没些刺眼，让是多注意到那一幕之人瞳孔骤然紧缩。去！”七者接触的杀这，便是爆发出让人牙酸适宜的刺啦声，宛若弱酸在腐蚀着什么东西。僵持了莫约10秒之前，只见这漆白的小手下陡然蔓延开来一小团森白色的火焰，覆盖在其下，并且以极慢的速度将之化为一团近乎凝固的冰雕。换言之，药老又要拼命了。竹离和另一位古龙族的半圣出手，迎向了星陨阁的8位半圣，一时间激荡的斗气扩散，将周围的一切都轰爆，小片小片的空间坍塌成漆白。光是溢散出来的斗气余波，便是重易的轰飞了数个靠得较近的弱者，让我们吐血示意，只得一脸惊骇的狂进，离开了交手影响的范围。听闻那般重描淡写，但却说出了让人有法接受的条件，还未等药老的脸下出现变化，这些天明宗的长老们此刻面容下都是微微一变。温庭树那是嘴下说的坏听，实际下狠辣有比，简直是要断了天明宗的根子。进出中州8万外之里，天明宗将会完全脱离原本的势力范围，想要再度发展起来，至多要数时间几代人的光景，再加下遇到星陨阁便是禁闭，岂是是直接服软？若是答应了，温庭树日前又该如何立足？药老高喝一声，嘱咐道，眼神中掠过了一抹森然。虽然我的修为比起2人来说略低一些，但是下一次被偷袭导致伤势并有没坏的彻底，而且一星斗圣之间初期和中期差距也有没想象中的小，2人联手足以正面击败低了一个大境界的对手。嘿嘿，别忘了老夫。哼！7道人影站作一团，很慢便是在是同颜色的斗气光华中掩盖了身形，爆鸣声是断响起，成为了战圈中心最耀眼的一点。天明老妖高喝一声，当即高喝道：“而我身边的魂清圣者，那时候还没动手了。”只见我周身白雾小掌，当即便是凝聚成庞小的掌印，朝着药老所在的方向猛然拍去，劲道之弱，只是在接触到空间的瞬间，便是在我和药老之间轰出了一道漆白的虚空通道。屈指微弹，药老高喝一声，顿时小片森白色的火焰犹如具备灵性特别，当即收缩凝聚，化为一颗足墨80丈小大的森白色火球，便是朝着漆白的小手撞去。面对天明老妖的话语，药老也是用精彩的目光看了回去，脸下是自觉地挂下一抹热意。只听我略带嘲讽地反驳道：“天明宗诸位弱者是甘落前，当即闪电般的对着这冲来的星陨阁弱者迎了过去，双方碰撞在了一起，霎时间炸裂出惊天的爆炸声。痴人说梦，他以为今天赢的一定会是你。”伴随着天明老妖的话语落上，
在我们几人身前的朱少弱者纷纷腾跃而起，化作道道流光，朝着天明宗朱少弱者扑了过去。然而那还有没完，只见这一团缩大了一小圈的森白火球依然去势是减，朝着魂清圣者撞去，看样子是想要将我直接击杀当场。这7人便是交给老夫吧，至于这8位半圣，还请几位尽量阻拦。砰砰砰，沉闷的拳肉交击之声剧烈的响起，蕴含着可怕劲道的拳头和手掌不断的相碰撞，二者接触的瞬间便是互相因为巨大的力道而分开。然而下一秒便是会以另一种最合适的方式朝着对方的死角展开攻击手段。一时间双方你来我往，眨眼之间便是过了10多招。终于天明老妖抓住一个机会，手肘一拧，便是朝着药老的脑袋撞去。这一下恐怖的力道足以将一片山脉打成深渊，若是打实了，饶是以药老的修为，恐怕也要落得一个透露崩裂的下场。然而面对天明老妖的攻势，药老并没有慌张应对，他的眼神中闪过一抹寒芒，当即便是变拳成掌，带着剧烈的劲风朝着天明老妖的脑袋拍去，毫不留情。看这样子简直是要一命换一命，你这家伙找死！天明老妖脸色微微一变，不得已收回了砸向药老脑袋的肘击，脚下迅猛一点，双手趁势交叉挡在额前，堪堪挡下了药老的一掌，但整个人的身形也是被轰飞了开来。正当药老提气想要乘胜追击，将已经落入了下风的天明老妖击溃的时候，一片黑雾便是自天而降，凄厉不断的惨叫声从中激发，旋即便是数道漆黑的锁链破空而出，将周围的空间也是生生震裂出漆黑的空间裂隙。滚开！药老面色明朗，小手冲着面后的虚空一抓，便是生生迎着攻击，将之抓在了手中。沉闷的声响发出，药老的虎口之下布满了淋漓的鲜血，但是这数道锁链也是来势极禁闭，生生被我抓在手中。魂殿，老夫跟他们可还是没着一笔账，要坏坏算计一上。那一次我们有没分开，而是一右一左同时冲着药老发起了猛烈的退攻，而药老也是微微叹了口气，双方当即战作一团。是少时，药老的额头下便是布满了细密的汗珠，没些汗流浃背了。白雾之中，一道身影飘出，前进数步，和天明老妖站在一处。虽然我们2人都是一星斗圣级别的弱者，但是在刚才对下药老的时候，并有没占据到任何优势。药老的老道经验、灵魂力量，再加下极致的控火之术，让我们感觉到颇为棘手。又一次，2道人影同时对着面后须发皆白的白袍老者轰出一拳，前者免若将之接上，整个人却是被轰飞了10几步开里。而我的脸下也是出现了些许苍白，嘴角溢出了一缕鲜红的血液。萧炎发出了一声高喝，便是化作一道流光，以急速朝着近处的星界山脉飞去。我还没不能感觉到一股股隐晦的波动传出。阁主，万魂赋，造化圣者的得意斗技，小天造化掌的传承就印刻在8根肋骨之下。以那具骸骨作为复活重新炼制的身躯，药老自然注意到了肋骨下的字迹，而在潜心锻炼之上，加下肉身本身便是造化圣者的骸骨。我便是试用这般繁琐的修炼，就能动用那天阶斗技。然而上一瞬间，异变突起，伴随着一阵陡然的轰鸣，一道身着白袍的削瘦身影凭空出现在低空之下，夹杂着暴怒的声音响彻整个星界。扑哧，小天造化掌破！天明老妖脸色一寒，顿时再度加重了几分斗气。另一边的魂清圣者亦是如此，在众目睽睽之上，只见这漆白的光圈下突然出现了一角缺口，上一秒伴随着一阵刺耳的完整声响起，只见这漆白的磨盘光圈碎了。老家伙还真硬啊，是知道他还能坚持少久。一起下，那老东西的伤还有坏。轰隆隆，你的魂链，老东西，你再找死！一旁的魂清圣者高喝出声，而天明老妖也是略微颔首。上一秒，玄妙的印记在7人的手中溶解，顿时磅礴的斗气朝着我们汇聚过去。天明宗、魂殿，若是老是我们出事，他们便准备坏，迎来最为残酷的清算吧。一圈100丈小大白色的涟漪出现，朝着2道至弱的攻击撞去。上一秒，热烈刺眼的光芒爆发，8方攻击的碰撞在僵持交锋处摩擦出了耀眼的火花。当对方彻底放上了这一抹重视，我便是再也难以在我们手下讨得任何坏处。再加下体内的伤势，落败似乎是迟早的事情。天明掌，药老猛然喷出一小口鲜血，整个人却是被庞小的力道砸的直接从低空下坠落，撞塌了大半座山峰，掩埋在巨石之上。面对着2人恐怖的攻势，药老的瞳孔也是骤然紧缩，来势极坚定。我当即便是双手结出印记，施展出了我现在最弱的斗技。就在星界中展开平静的小战的时候，星界之里某一处低空之下，原本竟有一物的空间之下，却是悄悄蔓延开来一道道细大的裂缝。只是持续了短短的时间，这裂缝便是如同完整的镜面一样蔓延开来。上一秒，整个空间炸裂成碎片，一道身着白袍的削瘦身影出现在低空之下，灰发在激发的斗气中向下飘扬。天明老妖单手背负在身前，
脸下带着一抹嘲弄的神色。哼，负隅顽抗，是要给我机会，直接杀了我！天明宗，魂殿，他们找死！药老喃喃自语，随前手中的森白色火焰猛然暴涨，顿时这似热非冷的森白色火焰犹如被点燃了的导火索一样，沿着这漆白的锁链飞速地燃烧了过去。顿时这之后，还在是段凄厉惨叫的声音被驱散了小半，引得魂清圣者发出暴怒的呼喊。天明老妖沉声高喝道，原本的一丝重视也是直接消失。而一旁的魂清圣者也并有没法同，通过刚才的交手，我也认清了面后那个老家伙的难缠。一时间，星陨阁的朱少弱者发出了悲鸣，而天明老妖和魂清圣者对此却置若罔闻，再次结出印记，是要将还没重伤落败的药老轰杀当场。两道磅礴至极的攻击一右一左，将药老夹在中间，生生轰去。这恐怖的威势，若是砸在地下，恐怕能将整个星界轰得崩塌。谁？正在准备给予药老最后一击的天明老妖和魂清圣者瞳孔骤然紧缩，他们的感知中根本没有察觉到有人靠近。药尘已经陷入重伤，不足为惧。接下来首先要应对的就是这个可能打破局面的神秘强者。心念一转，互相对视一眼，天明老妖和魂清圣者也不是初次战斗的雏儿，顿时明白了对方的想法。下一瞬间，他们不约而同地将准备打向药老的斗技生生调转了一个方向，朝着那声音传来的位置轰去。天明掌，是魂翼！两道光华出现的瞬间，周围的空间骤然崩塌成大片大片漆黑的虚无。淡银色的空间力量试图修复这片破碎的空间，但因为那磅礴爆发的斗气被生生震碎，其中的力量可以轻而易举的一名斗尊巅峰的强者震成血雾。两道斗技光华就在这道漆黑的虚空中不受阻碍的朝着那道突兀出现的黑袍身影骤然轰去。一时间天地无光，双方的不少强者都猝不及防地变了脸色，纷纷以急速想要飞离那处空间。巨大的危险感压在诸多强者的心头，他们可以预感到二者的碰撞将会引起惊天的爆炸，而那种等级的碰撞，即便是余波，也不是他们可以承受的了的。然而下一秒，让他们感到脊背发凉的一幕骤然出现，只见那道身影面对两道足以毁天灭地的攻势，竟然没有丝毫退避，而是直接大袖一挥，一道恐怖的斗气手掌出现，随后朝着那两道斗气光华抓去。刺啦！只见两道耀眼的火星出现，刺眼的光芒一瞬间超越的炽热的阳光，令不少强者都微微眯起眼睛，带的光芒略微减弱。他们当即便是将目光投向了那战场的中心，随后不约而同的瞳孔骤然紧缩。只见那一只斗气大手竟然生生地抓住了两道斗技光华，让其不得动弹分毫。尽管他们拼命挣扎，但却在那道斗气大手之下显得异常无力。噗嗤！身着黑衣的人影面无表情，手掌微微用力，只见那两道足以将整个星界覆灭的恐怖斗技，竟然就那么被生生捏炸，发出了沉闷的声音。澎湃的斗气化作天地能量，溢散在星界当中，简直让人头皮发麻。在场的诸多强者在见到这一幕后，大气都不敢出，就连天明老妖和魂清圣者都是额头上冒出冷汗，背部猛然升起了一大片鸡皮疙瘩。这般变故已经超越了他们所准备的一切手段，能够这么轻松地将二人准备的杀招捏爆，双方之间的实力差距恐怕比稚童和成年人之间的差距还要大。若是对方出手针对他们两人，恐怕根本没有什么反抗之力。一时间，他们思绪万千，也不敢再动手。而他们代表的天明宗一方，众人也不是傻子，见到老大都不打了，他们自然而然的也停下了手。星陨阁一方也被这位神秘出现的强者震慑了心神。这般诡异的情景，本就处于劣势的他们，面对天明宗的众人的停手，也没有第一时间进行追击。双方就在这般诡异的场景之下，不约而同地停止了交手。萧炎的目光冷冷地扫过，目光所及之处，只见星界内满是狼藉废墟，原本山清水秀的地域已经被破坏了不少，完好的建筑寥寥无几。不仅如此，不少身着星陨阁弟子长老服饰的人都是浑身带伤，面色苍白。忽地，他似乎发现了什么，当即脚下一点，整个人当即消失在了原地。下一秒，他便是悄无声息地出现在了一片废墟的面前，在那里有着大半座崩塌的山峰，山石之下则是斜躺着一道人影。原本洁白的衣袍已经被淋漓的鲜血染红，他的外形凄惨不已，但是他的双瞳中却是燃烧着一抹火焰，尤其是在见到萧炎之后，他苍老的脸上更是浮现出了一抹难以掩饰的笑容。不过似乎是因为动作过大，有些牵引到伤势，反而让他猛猛咳嗽了两声。你这小子终于回来了，再晚一点，恐怕真的要给我这把老骨头收尸了。望着口鼻溢血的药老，萧炎轻轻将其扶起，随后将其放在一处平坦的石台之上。一旁有几位星陨阁的长老急忙飞掠过来，想要靠近照顾药老，但又有些顾忌萧炎的存在，行动上有些拘谨和迟疑。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见过萧炎，那些当初见过萧炎的一些弟子们，也在这一次的袭击前被遣送出了星界。这位阁下，
正当他们拱手想要说些什么的时候，萧炎却是点了点头，低喝道：“照顾好老师，剩下的人交给我。”他们先是微微一愣，随后脸色骤然变化得很是精彩。他们早就听闻过星陨阁阁主药尘有着一名弟子，行为低调，一直在闭关，但不曾见过真容。这位神秘的强者，真的是阁主的弟子？而一旁的药老在略微缓过气之后，却是用比较虚弱的声音低声说道：“你的那2位红颜本来也想留下来帮忙，不过他们才堪堪突破斗尊，为师不放心，便是之前把他们送了出去。”萧炎微微点头，就在刚才扫视星界的时候，他的灵魂力量已经彻底扫掠了一遍星界，没有发现二女的踪迹，想来也和药老有关。如今听闻对方的安排，也是不由自主地松了口气。一旁的竹离也是带着一道身影缓缓落在几人身边，看向萧炎的目光中带着些许欣喜。而萧炎在见到他之后，连忙拱了拱手，朗声道：“竹离长老，这一次多谢了。”他没有说什么报酬，太虚古龙这一次投桃报李，拦下了天明宗不少战力，间接救了药老一命，这般大恩，对于萧炎来说已经不能用言语去形容了。哼，萧炎小友，这边就先交给老夫吧。那边的2个家伙见到情况不妙，好像准备要逃跑了。放心，他们逃不掉的。萧炎的目光微微凌冽，旋即他身形便是消散在了原地，眨眼间便是穿梭虚空，拦截在了天明宗诸多强者的面前。他的灵魂力量一直注意着天明宗诸位的一举一动，尤其是天明老妖和魂清圣者，对于这些胆敢对星陨阁出手的家伙们，他不会放过。阁下，我们之间或许有着一些误会。面对陡然拦截在他们面前的萧炎，天明老妖的额头上冒出了些许冷汗。自从突破到斗圣以后，他还没有这么拘谨过。本来以为干掉星陨阁就可以横推整个中州，但却没有想到竟然还有着这般人物的存在。误会？听闻天明老妖的话语，萧炎嘴角略微上扬，露出了一抹冷笑。他缓缓地开口，声音响彻了小半片天空：“强闯我宗门，杀死打伤我星陨阁长老弟子，更是对我老师出手，这般大仇，你觉得是个误会？”声音虽然平淡，但是其中的那股森然杀意，是个人都能听出了有多么凌冽。众多强者纷纷变了脸色，星陨阁一方的直接狂喜，而天明宗一方则是面色一僵，难看了起来。不少人都在暗暗后悔，为何非要来趟这个浑水。而天明老妖和魂清圣者则是瞳孔骤然紧缩，他们没有想到这尊神秘的强者竟然是药尘的弟子，这下看来是不能善了。哼，不过是一个斗圣罢了，我魂殿斗圣强者也有不少，信不信我现在就从族内叫人来收拾了你？魂清圣者面色发寒，冷喝道。然而虽然他的态度强硬，但是所有人都能感觉到他的色内力察。要知道，虽然魂族之内强横的斗圣强者也有，但那些人都是辈分高到离谱的老妖怪。不仅如此，这个药尘的弟子，光是之前展露出来的一手，至少也是3星斗圣才能做到的手段。3星斗圣能够匹敌这等强者之人，他可一个都请不动。原来如此，我差点都忘了。听闻魂清圣者的话语，萧炎也是恍然大悟，当即便是拍了拍双手，瞬间一股可怕的波动从他的身上弥漫而出。眨眼间，整个星界的空间便是扭曲了起来，原本肆虐的空间裂缝，就像是被什么东西挤压了一样，生生的贴合在了一起，把这片空间封锁。这样一来，你们也逃不掉了。见到这一幕，天明老妖脸都绿了，恨不得一巴掌打死魂清圣者。若不是他的恐吓让萧炎封锁了空间，即便对方是3星斗圣，即便是打起来，他们也有着机会分散逃跑。可现在却宛若瓮中捉鳖，根本没法跑路。你觉得他今天会放我们离开？那不过是刺激你我分裂的手段罢了。魂清圣者低喝一声，出声骂道。听闻此言，天明老妖也不由得深吸一口气。魂清圣者说的没错，对方的确是抱着清算他们的心态来的，刚才的一切手段不过是刺激他们的心态罢了，就像是捉住耗子的猫一样，喜欢先玩弄一番，再将之吃掉。该死，和他拼了！天明老妖深吸一口气，旋即将斗气运行到了极致。而在他的身旁，魂清圣者亦是如此，斗气暴涨，一时间风云变幻。然后就在他们的身后，3道气息明显比起其他斗尊强者的人影，也是踏出一步，积蓄着斗气。一时间，他们每个人的身后都是凝聚出了1000丈庞大的斗气虚影。这片天地间狂风呼啸，宛若刮起12级的风暴一样。萧炎扫向了那3道身影，顿时冷笑一声。那3道人影他也并不陌生，其中一人正是魂殿的2天尊，也是前一世的老仇人，另外2位想来也是魂殿的手笔。毕竟光凭借天明宗的底蕴，又怎么可能扶持出来这般强横的阵容？想到这里，萧炎的眼神又是微微一凝，魂殿这个祸害必须得想办法铲除，任由他们在大陆上行动，不知道又会做出何等事端。2位斗圣，3位半圣，这般阵容若是全部陨落，饶是以魂族的底蕴，恐怕也会有些肉痛吧。萧炎并未遮掩，声音平淡地说道。而那5人却是脸色骤然一变，下一秒便是5道恐怖的流光轰出。
天明谢掌，万魂天锁，九森百式。他们的气息疯狂的暴涨，到了后来，终于是突破了某一个界限，伴随着暴喝轰出，5道恐怖的斗气光华在出现的瞬间便是融合到了一处，就连被封锁的空间也是震荡了一瞬间，朝着萧炎轰去。空气在一瞬间便是被轰爆，方圆1000丈之内骤然化作了真空，一时间被排挤开来的气流卷袭，化作更为恐怖的风暴，飞掠过大地，顿时吹飞大片大片的地皮，就连几座靠得近的万丈大山，也直接被这股强烈的风暴吹得生生断裂。5人拼命的决死一击冲着萧炎打出，在攻击出手之前，无论是提升战力的丹药还是秘法，他们都已经用出，这已经是超越他们修为界限的恐怖攻击。就这，然而面对这般恐怖的攻势，萧炎却是冷哼一声，伸出一只手来，随后屈指微弹，顿时一道4色融合的火焰悄然飞掠而出，化作一道足有1000丈庞大的火龙，发出咆哮，朝着那恐怖的攻击撞了过去。刺啦！在二者接触的瞬间，惊天的爆炸并没有出现，取而代之的却是让人牙酸不已的声音，宛若腐蚀着什么东西的强酸一样。只见那火龙生生张大着嘴巴，就那么一口咬下，生生将那天明老妖5人发出的绝命攻击撕扯下来，一大口啃食着。这不可能！见到这一幕，天明老妖等人苍白的面容上顿时大变，一旁的魂清圣者更是瞳孔紧缩，用近乎绝望的语气喊道：“4星斗圣，怎么可能？”而萧炎却是冷冷一笑，心念一动，那飞速吞噬了他们攻击的4色火龙，顿时将他们所在的地方全部覆盖。听得那些凄厉的惨叫，萧炎打了个响指，对着已经化为了焦尸的天明老妖和魂清圣者，淡淡的说道：“答错了。”做完这一切后，萧炎并没有停下手中的动作，而是将视线投向了星界一角，那里空无一物，但萧炎的双眸氤氲流光，仿若直接望穿了层层空间。虽然已经封锁了空间，但萧炎清楚得很，如果只有天明老妖和魂清圣者2人，他们还不敢如此嚣张的胆敢直接攻入魂界内部，外面还有着魂殿的爪牙。果不其然，视线扫过之后，萧炎发现了一丝悸动，当即不再犹豫，心念一动，右手比作剑指，那之前将天明老妖和魂清圣者焚烧成焦尸的火龙便是发出震天的咆哮，朝着那处虚空轰去。萧炎这是……原本见到萧炎以雷霆手段迅速击杀天明老妖等人的竹里等人还来不及高兴，便是看到了萧炎的动作，还在疑惑之间，便是感觉到一股强横的威压突然卷袭而来，那处空间轰然崩碎，一道黑影猛然窜出，衣袂翻飞之间，便是一掌拍出，印在了1000丈火龙额头之上，当即便是将之生生轰散。轰轰轰！顿时天空被溢散的4色火海掩盖，绚烂的火焰下，众人面色大变，而萧炎则是依旧保持着平淡的脸色，看向了那道黑影，淡淡的说道：“果然如此，魂殿中人果然喜欢留下后手。”那一道黑影，萧炎很是熟悉，毕竟前世之中也是跟他交手过多次，直到最后的天府联盟与魂殿大战之际，血洗人殿之时，才生生将之生生击杀。除此之外，萧炎也和他有着血海深仇，前一世萧家的覆灭，他父亲萧战的被抓，都是此人下达的命令。虽然在之后他陷入了深层次的闭关当中，也正是因为外包制度的缘故，屡屡让萧炎得以侥幸逃脱，但是2人之间的血海深仇，既然他已经现身，萧炎绝不会放过他。这不是魂殿大天尊吗？怎么喜欢来我星陨阁做客？萧炎的话语中带着些许的讥讽，在斗气的加持下扩散开来，笼罩了整个星界。而听到此话之人，无一不是倒吸了一口凉气，就连刚才还在有些嘈杂的观战人群那边，此时此刻也是宛若空无一人般寂静。魂殿大天尊那也可是一尊狠人，虽然实力并不如魂殿殿主魂灭生和魂殿副殿主，除此之外，他便是魂殿的第3号人物，凶名都是实打实的杀出来的。据传闻，当初魂殿立威血洗中州之时，也是有着真正的斗圣强者陨落在他的手中。不过此时此刻，望着那道有些狼狈的苍老身影，他们怎么也无法将这个老人的形象和那个传言里杀人不眨眼的屠夫形象联系在一起。结，没想到星陨阁竟然还有着你这等强者做靠山，此行不虚所亏。当即，魂殿大天尊咳嗽了一声，刚才虽然击溃了萧炎随手打出的火龙，但是他却暗地里用上了压箱底的斗技，即便如此，还受了不轻的内伤。当即，他的手中便是出现了一枚厚重的玉牌，随后将之一把捏碎。这一次，我魂殿已经弄清你等全部实力，下一次覆灭的必将是你们。话音落下，那被捏碎的玉牌当即爆发出一阵激烈的银色光芒，充斥的空间之力包裹着魂殿大天尊的身形，就要穿梭虚空而去。这是魂殿高层特有的保命之物，只有极少数人才有。一旦将之用出，除非是6星斗圣彻底掌握了空间之法的存在，否则绝不可能将之拦下。魂殿大天尊的脸上泛起了一抹欣喜和嘲讽，目光中甚至还带着些许挑衅地看向了萧炎。只要这一次他成功逃脱，并且将得到的消息报告上去，光是魂族内部也会给予他不少奖励。
说不定有可能就让他来暂代魂殿副殿主一职位。正当他幻想着未来的情景时，只见那原本璀璨泛滥的以银色流光一闪，想要脱离，但当他正要消失在原地的时候，一道极其厚重的波动却是从不远处传来。伴随着这道波动掠过魂殿大天尊身上，那些银色的流光当即被熄灭，瞬间哑火。好险，差点让你跑了。萧炎面无表情地说出这句话，虽然话语的意思如此，但他的语气中却是没有丝毫担忧的意思。开什么玩笑？以他现在堪比6星斗圣的实力，凝结出来的空间封锁，至少也要跟他同级的存在才有可能破得开。这怎么可能？不，难道你是？魂殿大天尊脸色骤然变化，目光中原本的讥讽和欣喜陡然间消失不见，取而代之的却是一抹难以掩饰的惊恐。在他漆黑瞳孔的倒映中，看到那凭空伫立在虚空当中的黑袍青年，再度抬起手掌，一指冲着他缓缓点出：“不，别杀我，我投降！”魂殿大天尊慌了，然而还没有等他说完，那磅礴的意指便是带着恐怖的力道轰击在了他的身上，顿时血肉飞溅，他整个人宛若被磨盘挤压了一般，就这样在半空中生生地化为了一滩肉泥。聒噪！投降！我不需要。萧炎弹了弹手指，碾死一个魂殿大天尊，对于现在的他来说，根本谈不上什么压力。6星对2星，4个大星级的差距，还有6星斗圣时候带来的质变，若是不能一指头点死，这才意外。虽然在萧炎的心中，这件事不值一提，不过在旁人眼中，这可是有些惊悚了。凶名赫赫，甚至亲手击杀过斗圣强者的魂殿大天尊，就宛若一个虫子一样，在众目睽睽之下被轻松碾死。萧炎展现出来的恐怖实力，让所有看到这一幕的人都不由得的头皮发麻，背后升起大片大片的鸡皮疙瘩。咕咚，有人咽下了一口唾沫。在这不由自主寂静下来的空间中，这个声音显得有些刺耳，但也因为他的打头，不少人也纷纷咽下了唾沫，接连不断地发起了同样的声响。那位神秘强者也太恐怖了吧！星陨阁有着这般强者，必定能争夺中州霸主。随手击杀了大天尊之后，萧炎这才转过身来，旋即望向星界中密密麻麻的星陨阁弟子与长老。此时此刻的他们都在用极为敬畏的眼光看向了萧炎。呼！萧炎在心中轻轻叹了口气，他知道经此一役，虽然他击杀了魂殿大天尊，没有让消息外泄，还能拖延一段时间，但是星陨阁强势崛起的消息可是瞒不住了。这样一来，星陨阁也将彻底暴露在魂殿的眼皮底下，不能够再度在暗地里发展积蓄实力了。虽然和萧炎的计划有些出入，不过一味的隐藏也不是好事。既然已经藏不住了，那不如就趁着还能拖延的这段时间，以雷霆之势彻底将天府联盟成立拉到明面上来，凝聚了中州绝大部分实力和底蕴的强势联盟。即便是魂族想要借助魂殿动手，也要好好掂量一下是否可以吃得下。而且最重要的一点，萧炎心头略微浮现出悸动。按照时间线来算，距离天幕的开启已然不远，而天幕对于魂族来说，在谋划中也是不可缺少的一环，里面有着诸多远古时期强者的魂体藏匿。虽然在古族的管控下，天幕已经成了年轻一辈强者进去历练的地盘，但魂族在其中的谋划，恐怕和复苏一批已经陨落的魂族强者有关。虽然有着潜意识记忆的萧炎清楚，他们的谋划最终还是失败了，但此时此刻的魂族却是并不清楚，因此他们为了这部分情况，必定要分出许多精力。不仅如此，天幕一行过后不到1年，传说中的菩提古树便是现身，其中蕴藏着众多的宝物，菩提子、菩提心，更是可以让不少卡在9转斗尊巅峰、半圣级别的强者直接突破到斗圣，即便是对于真正的斗圣强者，也是具备着突破的作用。这依旧可以分去魂族一部分精力。除此之外，有着古族的监控，以及他们在暗中对药族、石族、灵族这3个较弱的远古8族的谋划，已经可以将魂族绝大多数的精力分摊干净。他们没有足够的能力来对天府联盟出手。如此想来，事情或许还不算太坏。宛若电光火石一般，萧炎的心头种种思绪闪过，旋即便是缓缓开口，声音沉着道：“星陨阁各位长老各司其职，整顿残局，救治伤者，1周后恢复正常。”萧炎居高临下的俯视着整个星界，声音在每一个人的耳中响起。是。听闻萧炎的嘱咐，再加上药老这位阁主并未反对，所有星陨阁之人都是连忙躬身应道。经过这一战，萧炎虽然暴露了自身的存在，但他的声望也是在星陨阁中到达了真正的顶峰，无人敢不从。至于诸位观战的朋友，还请滞留在星陨阁3个月，其中的消息莫要外传。3个月后，星陨阁自会放各位离去，对各位造成的损失，星陨阁自当赔偿。萧炎将目光投向了另一处，远在数百里之外的山峰之上，这里便是星陨阁安排观战之人的地点。而他们虽然有些嘈杂，显然对于这个决定有些不满，但是在萧炎之前轻松斩杀数位强者的威势下，选择了接受。斗气大陆，实力为尊，拳头大就是真正的道理。做完这一切之后，萧炎便是没有做停留，身形一动，
便是来到了药老的身旁，和竹里等人打过招呼之后，便是看向了后者。药老的面容上红润了不少，显然已经服用过了丹药，伤势好转了一些。望着这一幕，萧炎也是松了口气。老师，没事吧？哼，不碍事。药老笑着摆了摆手，眼神中带着些许欣慰和感慨。随后他缓缓地说道：萧炎，你做得很好，早就在很久之前，你便是已经超越为师了。萧炎不动声色。药老感慨了一阵之后，也是回过神来，旋即问道：萧炎，你今日这般动手，怕是会惊动魂殿的真正强者，你有什么对策吗？听闻药老的话语，萧炎也是顿了顿，旋即将之前所想的大半都和盘托出，隐瞒了些许有关秘境开启的时间。而药老听闻之后，也是缓和了不少，旋即他也是点了点头，抚摸着胡须，沉声道：在你离去的这半年里，星陨阁也不是一无所获。小丹塔那边经过一次投票之后，已经决定和星陨阁组建联盟，不过因为还需要整合力量，所以需要花费一段时间。焚炎谷那边却是有人上门求药，为师也亲自去了一趟，没想到那个老鬼竟然还活着。药老也将星陨阁半年来所做的事情娓娓道来，顺便也讲了讲拉拢到的几个势力。当说到花宗的时候，萧炎能够敏锐地注意到药老的神色有些不自然，这让萧炎不由得心底偷笑。显然药老当年的风流债也不少，不过这些长辈之间的事情就任由着他们扯皮去吧。老师拉拢的这些前辈，弟子信得过，趁着这段时间最好直接打响联盟的名声，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之直接挑在明面上，这样一来也能打魂殿一个措手不及。听闻萧炎的话语，药老也是微微点头，显然萧炎的决定也说到了他的心坎当中。不过就在这时，他忽然像是想到了什么，旋即从怀中取出一枚那戒，最下等的那种，随后将之递给了萧炎。给你，里面的东西可要收好。听闻此言，萧炎有些疑惑，旋即将之接过，灵魂之力在其中扫过，顿时他的眉角上扬，一抹压抑不住的狂喜浮现在了面庞之上。在萧炎的灵魂力量感知中，那破旧的那戒当中躺着一大片古朴的图纸，还有着奇特的能力，可以吸收灵魂力量。此物正是最后一片净莲妖火的残图，没想到药老这段时间中竟然将之收集到了。老师，您这雪中送炭来的可正是时候。萧炎郑重地将那戒收起，藏在了怀中，语气里是压抑不住的欣喜。望着萧炎那副欣喜之色，药老也是一笑，他自然是知道萧炎为了寻找到这些残图究竟付出了多大的努力。先收起来吧，等会儿再研究。星陨阁接下来要好好休养一段时间，这一战造成的损失也并不小。不过在此之前，我觉得我们还有一件事情可以做。闻言，萧炎也是点了点头，对于药老的决策，他没有什么反对的地方，毕竟实际上萧炎并不擅长于掌权，专业的事情还要交给专业的人来处理。你是说剿灭天明宗？药老的眼神微微眯起，一抹寒光从中闪出，虽然他的面色苍白，看起来虚弱不少，但是这一刻他的气势却是陡然凝重起来。没错，天明宗大肆进攻我星陨阁，虽然来犯已经全部剿灭，但我们也损失不少，此仇不能不报，而且要大张旗鼓的报。听闻萧炎的话语，药老低下头沉思了一瞬间，旋即抬起头看向了萧炎，沉声道：你打算怎么做？萧炎的嘴角微微上扬，浮现出了一抹笑意，他直截了当的开口道：1个月后直接派兵剿灭天明宗，我要让他在斗气大陆上除名。时间飞速流逝，星陨阁在被天明宗进攻之后，损失也是不少，除去人员的伤亡之外，重建房屋、构筑阵法以及封锁星界空间都需要花费不少时间人手去修复。而外界对于天明宗大肆进攻星陨阁这件事也是相当关注，但是直到整整1个月都没有具体的消息传出，甚至还没有观战之人的现身说法，也是让整个事件显得诡异了起来。许多在早些时日大肆鼓吹某一方此战必胜的人士也是少了许多，不少聪明人都意识到了大的要来了。果不其然，几天后，天明山脉附近爆发了强烈的战斗波动，无数斗气横扫，天地能量紊乱不已，就连数百里外都是可以感知到那股时不时传来的震动，甚至有强者观察到了剧烈的空间波动。战斗的波动持续了整整大半天的时间，随后一个让无数人震惊的消息传遍了整个中州南域：天明宗被灭宗了。刚开始，这个消息还没有人相信，毕竟再怎么说，天明宗也是中州霸主势力之一，而且排名还是位列2宗，这样强横的实力以及累积下来的底蕴，又怎么可能会轻易溃败？尽管那里爆发过强烈的战斗，但不少人还坚信天明宗不过是遭受到了挫折，闭关锁宗而已。然而，当有真正不信邪的人前去天明山脉探查过后，望着那几乎被推平、几乎认不出来的地形，这才瞠目结舌地将具体的消息传出。而这个消息宛若12级风暴一样，迅速从中州南域飞出，传遍了整个中州，甚至就连远在其他地域的势力对此都隐隐有所耳闻。然而还不等他们所有人把这个消息消化完毕，没出2个月的时间，又是一个更加让人震惊的消息传了出来。
那就是以星陨阁牵头，丹塔、花宗、焚炎谷等各大势力联合组建出的联盟，就这般如同雨后春笋一般出现在了中州大陆之上。联盟的宗旨要求守望相助，并且共同对抗魂殿这等大陆上一等一的邪恶势力。除此之外，丹塔也将有关魂殿血迹，并且抓捕灵魂，为了凝聚灵魂本源的事情广而告之天下。这个消息的传出，瞬间引起了整个中州的震动。魂殿毒辣阴狠的手段，也是第一次正式赤裸裸地展示在所有人的面前。不少人群情激愤，尤其是以炼药师为主的群体，都对魂殿的做法感到了实打实的厌恶。在这一次的高调宣布联盟之后，也有不少零散的势力选择加入了天府联盟，进一步壮大了天府联盟的声势，使之隐隐有着中州大陆第一大势力的架势。而魂殿方面，面对天府联盟的做法，最开始便是想要派出强者进行斩首战术，想要将各大势力的高层一网打尽，将天府联盟的成立扼杀在腹中。身为5星斗圣的魂灭生亲自出手，趁着小丹塔诸位长老、星陨阁药老、花宗2位太上长老以及焚炎谷老祖等诸位圣级强者在的时候，亲自出手，想要强行将之铲除。毕竟其中最强的2位，小丹塔大长老林老怪、焚炎谷火云老祖也不过是2星斗圣水准，除去药老和另外2位小丹塔长老是1星斗圣之外，剩下的几人都是半圣层次。若是联合起来，足以和重创3星斗圣级别的强者占据主场优势的情况下，和4星斗圣一战也未尝不可。不过面对魂灭生的亲自出手，就有些踌躇渐进了。然而就在关键的时刻，却是有数位斗圣级别的强者赶来，联合众人一同击退了魂灭生。太虚古龙一族出面了。经过这段时间的休养生息，外加上紫妍的登位，以及竹坤还活着的消息传出，许多已经离开了古龙岛不闻世事的太虚古龙一族强者也已经回归，斗圣强者的数量一跃暴涨到10几位，除去没有高端战力之外，已经不逊色于远古8族中较弱的2族了。双方缔结了盟约，这下子天府联盟彻底成型，其势力之大，一时间即便是魂殿也拿之没有办法，只得小规模的进行阻击。至于大规模的决战，却没有选择开启。魂剑与发冠金宛若书生一般的俊美男子，眼神中浮现出一抹莫名的情绪。他的面色没有变化，但是手掌中暴涨的青筋却是凸显出了他如今心情的不平静。天府联盟，好一个天府联盟！他喃喃自语道，手中的玉简已经不经意间被他捏得粉碎，全靠一缕斗气才能维持成型。属下该死，还请大人再给我一次机会，派遣人手。这一次我势必会将天府联盟彻底摧毁。外界让人闻风丧胆，杀人不眨眼的魂灭生，此时此刻却是单膝跪地，神色惶恐，额头上满是细密的冷汗。哼，如今天府联盟已成气候，岂是那么容易可以剿灭的？魂天帝冷哼一声，随意地说道。而伴随着他的话语落下，魂灭生头上的汗珠却是如同滚珠一般落下。别看他在外界是高贵的斗圣强者，威风凛凛，但在魂界，尤其是在这个人的面前，他却是卑微的像一条狗。因为魂灭生深深的知道，面前这个看上去温和的青年到底有着多么恐怖的手段。倒是给我出了个难题啊！魂天帝眼神微微眯起，顿了一顿，这一沉默便是足足半刻钟的时间。在这半刻钟里，魂灭生却是一动都不敢动，内心的恐惧也是越发越加剧。罢了，现在还轮不到处理他们魂灭生，收拢魂殿在中州上的布局，集中一处，这段时间内先和天府联盟达成对峙。若是再做不好，后果你自己知道。魂天帝淡淡的说道，语气中没有丝毫情绪的体现。而魂灭生这个时候却是深深的松了口气，他知道自己总算是活了下来。他的眼神里一股怨毒的光芒也是闪烁。天府联盟让他失了老大一个面子，甚至差点被族内追究，已经让他深深的记恨上了这个组织，尤其是其中当面的几人。是，属下告退。魂灭生飞速起身，快速退走，徒留下魂天帝一人在此处。而在只剩下一人的大厅中，魂天帝却是淡淡的开口道，事情准备的怎么样？伴随着他的话音落下，原本空无一人的山头之上，陡然间出现了一位身着漆黑华贵衣袍的邪异男子。只听他冷笑道，那还用说，一个衰败到近乎血脉枯竭的远古种族，由我亲自出手监控，又怎么会出问题？听闻此言，魂天帝也是微微颔首，旋即手指微微轻扣，淡淡的开口道，别太大意，毕竟是曾经出现过斗帝强者的一族，说不定有着什么底蕴，必要时候你需要亲自出手。黑袍的邪异男子咂了咂舌，神情上有些不服，但面对魂天帝，他还是妥协道，行吧，最高不过是一个6星斗圣，就算激发护宗大阵，又能强到哪里？话音还未彻底落下，邪异的黑袍男子身形已经消失在了原地，此处再度只剩下了魂天帝一人。只见他抹撒着一块玉牌，眼神再度飘远。魂界中发生的一切，萧炎自然并不知晓，不过这对他来说也不重要，毕竟现在的他还没有那个实力去阻止魂族的手段。天府联盟成立之后，他并没有停留在那里，因为有着更重要的消息已经传递了过来。
而来源却并不是一些其他的地方，正是古界。古族古界，一张黑色的玉贴，此时此刻正躺在萧炎的那戒当中，其材质是用珍贵的黑玉制成，上面刻印着许多玄奥精美的纹路，是古族独有的证明，其他人根本无法仿制。因为药老踏入斗圣，星陨阁也终于在中州大陆上称得上是超级势力之一，再加上天府联盟的成立，也得到了古族的重视。再加上天府联盟对魂殿的态度，以及他们隐隐展现出的即将超越远古八族中不成文规矩的实力，因此借着一些机会，古族也是正式对天府联盟发出了邀请帖。只不过药老并没有走开，初成立的天府联盟还需要他去调度许多事务，许多地方都需要磨合。不过最重要的还是因为萧炎的缘故，想到了那个记忆中的倩影，萧炎的心头便是泛起了一阵莫名的情绪，随之而来的也是一阵火热。虽然前一世的他早就到达了超越所有远古种族的高度，但是这一次再一次经历这件事的时候，萧炎的心中依旧是泛起了一股悸动。前一世的萧炎在初次了解并且得到古族的邀请时，还不过在6、7星斗尊的水平徘徊，即使再年轻一辈也算不得翘楚，而且在古族发起的聚会中也受到了无数虚儿追求者的挑战。不过这一次倒算得上是有点欺负他们了。萧炎轻笑一声，如今的他经过虚空雷池的闭关修炼，斗气修为再一步精进，也导致了灵魂上的限度可以再一步放松一点。如今在肉身承受极限的情况下，萧炎全力发挥之下，完全可以达到6星斗圣巅峰的水准。若是不计一切代价拼命的情况下，即便是7星斗圣也可以短暂交手。这般实力，别说是年轻一辈，即便是老一辈的强者，也没几个会是萧炎的对手。这一刻的他可以说是彻底超越了丹塔老祖，成为了明面上的斗气大陆第一人。不过说到底，这还是其次的，古族内部也是有着内奸，趁着这一次机会，刚好可以揪出来。不仅如此，还可以提前拜托古元伯父进入天幕当中，清扫其中残留的魂族之人，还可以见到先祖萧玄。更重要的一点，我的血脉也可以激活了。这一次不用再压制斗气，我可以直接尝试破入半圣之境界。这样一来，说不定可以完全施展出地境灵魂的威能。萧炎在心底不断地考量着，古族这一次发来的邀请，除去想要和天府联盟沟通外，也抱着展现自己肌肉力量的想法。不过这却是刚好合了萧炎的想法。自从进入中州之后，他低调了许多，跟前一世不一样，基本没太多留下自己的名号，即便是古族中不少人，也不会对自己太过在意。本来他还在考虑要如何搭上这条线，虽然有着古界的空间坐标，但贸然前去拜访，恐怕会引起警觉。没想到天府联盟的成立却是误打误撞的引起了古族的重视。想到这里，即便是萧炎心情也是好了不少。能够提前联合古族，这对于魂族来说绝对是一个致命的打击。若是提前将魂殿的一些布置告诉古元，即便不和盘托出，只是告知一些重要的地方，也足够他们喝一壶。魂族啊魂族，这一次可要你们好看。古界坐落在中州东域，在那一片地域，几乎绝大部分的实力都是古族的下属势力，当然甚至连一些稍弱势力的首脑都不知道古族的存在，对于这个中州东域的太上皇极其陌生。古族这个神秘而又强大的势力，从远古传承至今，在常人眼中艰难无比的修行之路，在他的眼中却是平坦大道，有着血脉的加持，只需要少量的修炼，便是可以轻松成为常人眼中的强者，将种种荣耀加于自身。星陨阁坐落中州南域，距离东域还有着不小的距离，而古界实际上也在中州东域最为偏远的一角，低调存在，即便是以萧炎的速度，也得花费一段时间。刺啦！一天之后，蔚蓝色的天空之上，陡然间凭空出现一道漆黑的虚空裂缝，伴随着裂隙的出现，周围的气流都在朝着漆黑的空间裂缝不断涌了过去，形成一道又一道的狂风。忽地，一道身着黑色衣袍的身影出现在裂缝深处，在他出现的刹那，周围的空间顿时静止，万物沉寂。随后他一步跨出，整个人便是轻松地出现在了漆黑的空间通道之外。伴随着他的迈出，在他身后的空间裂缝也犹如拉链一样被封上了。虽然走过这么多次，但空间通道里面还真是难熬啊。萧炎摇了摇头，将一些烦闷扫去，随后便是将视线投向了周围，略微辨认了一下方向后，便是直接朝着东北方向飞去。古圣城就在那边。萧炎喃喃自语道，古圣城也是古界的入口，对于寻常人来说，这个消息可以说得上鲜为人知，但是对于强横势力的首脑来说还是知晓的，尤其是对于中州东域的一些大势力。除此之外，古圣城内也驻扎了不少古族的强者，用于震慑宵小。也正是因为如此，古圣城的治安可以算得上是大陆有数的好，即便是斗尊巅峰的强者，想要在这里闹事，也要掂量几分。又是过了莫约小半个时辰，只见大地东方的尽头之上浮现出一座极为庞大的城市轮廓，在赤日的照耀下，密布金色的光辉，显得异常豪华壮大，宛若神殿一般庄重。但其占地面积，其大小甚至远远超过星舰。
来到城市附近，萧炎灵魂力量轻微扫过，旋即便是察觉到了城市之上有着一层不易察觉的光照，其上发散的淡淡灵魂威压，足以让任何斗尊强者感到敬畏。不过对于萧炎来说，这一抹古地留下来的威压虽然有些意思，但却远远对他无法造成任何影响。不过抱有对这位远古时代斗帝强者的尊重，萧炎也并没有破坏规矩，在1000丈之外便是停止了飞掠的身形，缓缓降落，顺着大路步行朝着城市走去。与在城门值守的黑烟军递上了玉贴之后，萧炎便是顺利地进入了古圣城当中。这一次他并没有和前一世一样遇到林泉这位黑烟军统领，倒是少了一番争执，萧炎也乐得如此。只不过在他进入城内之后，落座于古族安排的住处之内后，便是察觉到有着数股强悍的力量自他的身上扫过，像是要窥视一些什么。对于这些审视，萧炎也没有客气，而是展露出了同等的力量，将之直接震散。而在这一番动作之后，那些人也是收敛了不少，并没有再次尝试窥探。显然萧炎之前展露出来的力量也是让他们感到了忌惮，对方并不像是表面上一样只有高星斗尊的修为。而萧炎在击溃了这些来自古圣城之内的窥探后，也是不由自主地叹了口气，心中也是泛起了些许的羡慕。要知道刚才被他击溃窥探力量的存在，其实力最少也是斗圣层次的人物，而这样的存在，光是古圣城这座古界的入口便是有着3、4位，虽然星级都不高，但是也足以证明了古族实力的恐怖，看大门都需要斗圣来坐镇。前一世来到古圣城的时候，我不过斗尊修为，差距不到也是正常，如今才能深知当初自己到底是何等处境。萧炎略微有些感慨，不过随后他的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了一抹淡淡的微笑，在心底暗道：不过这样一来，我也会获得足够的重视。想来薰儿那妮子知道我如今已在古圣城，怕是要惊喜上许多吧。他抬起头来，直视深邃的天空，此时此刻已经披上了一层漆黑的幕布，点点繁星点缀其上，不断闪烁，显得异常沉寂，宛若圆盘一样的银月挂在高空，洒下了点点光芒，笼罩整座城市。大喜啊！小姐的血脉竟然是到达了神品，吾古族又能延续一代。是啊，神品血脉，斗圣无碍，潜心修炼100年，未尝不能到达如今族长的高度。这样的血脉不能浪费，小姐的婚配也得提上日程。古界之内，幽静的庭院之内，有着一汪水潭，身着淡青色衣裙的女子盘坐在水潭边上，周身流光闪烁，时不时有着一道淡金色的焰影乍现，随后又消失在斗气的循环之间，像是有着某种倩影一般。某一刻，少女陡然间睁开眼睛，不自觉地抬头望去，却只能看到古界的虚假天空。她不自觉地捂着自己的胸口，感受到了一股莫名的悸动，似乎有着不知道的重要的事情正在发生。或许我也该出去走走了，一直在族内闭关，也难以静下心来。少女起身，一头齐腰的青丝倾泻而下，伴随着清风飘扬，她轻轻的回眸，一幅宛若画卷一般的场景悄然浮现。小姐，有何事嘱咐？空间微微荡漾，一道苍老的身影却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浮现在阴影当中。薰儿看向那道身影，朱唇轻启，声音如同银铃般清脆：我要离开古界一趟，劳烦林老告知长老们。话语虽然平淡，但是其中夹杂的意思和那一抹淡淡的情绪，却是让老者不由得苦笑起来。哎，头发花白的老者，也就是林隐，不由自主地在心底暗叹一口气。自从小姐当年被一纸古玉令带回族内之后，他便是一直保持着这副生人勿近的态度，尤其是对于族内的那些长老们，更是一点好脸色没有。除非是有关萧炎少爷的一些消息，这会让小姐的心情好上一些，其他时候更是如此。虽然在最初下达古玉令，命令黑烟军将小姐带回的时候，那些长老们已经不抱住想要拿到萧家那块古玉的想法，但当最后因为萧炎的托付将之带回之后，还是令得这些长老们高兴不少。他们当即便是要让薰儿将之交出，给予长老会保管，不过却被薰儿强硬地驳回了这个要求。这枚古玉是萧炎因为他的缘故才给予古族保管的，不论是为了约定还是为了什么，薰儿决定亲自保管这块古玉。最终在他的坚持下，再加上古元也是发了话，最终有关古玉保管的事情还是落在了薰儿的头上。不过这还不是他这段时间遇到的最闹心的事情。在薰儿闭关又出关之后，血脉品级测试之下，他的血脉达到了惊人的神品，真正意义上的天之娇女。只要成长的途中不夭折，突破到斗圣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即便是到达高星斗圣的层次，也不过是按部就班的水磨功夫罢了。这等层次的血脉已经足以让古族老一辈欣喜若狂，甚至为了延续神品血脉，他们还特意展开了长老会议，为薰儿的未来婚事进行探讨。而当时正在闭关的薰儿，在得知了这个消息之后，却是直接不顾突破关头，强行出关，破入大厅之中，当着众多长老的面，以极为平静但却不容反驳的语气，说出了让他们都脸庞扭曲的话语：不论你们支持还是反对，我的心里只有他一个人，你们改变不了。而这一句话的出口，也是让古族的年轻一辈震动不已。
薰儿这位在古族中也是地位极其崇高的大小姐，在他们许多人的心中已经是不容亵渎的存在。然而，这样如同女神一般的人物，却是突然爆料出来，心里已经有人了。这对于他们中的很多人来说，都是一份难以想象的沉重打击。不少人甚至都哀嚎不已，转而却是对于那个藏在薰儿心底的人抱有了深深的敌意。而林泉也趁着这个机会爆料了出来，当年他奉命去迦南学院带回薰儿的时候，所见所闻，也因此，萧炎这个基本不为人知的名字也是出现在了古族的之内。最开始的时候，萧炎在加玛帝国和黑角域的一些情报还能落入他们的耳中，不到20岁便是有着高星斗宗的实力，并且还在不断的突破，也是让不少清醒的人也意识到了这个家伙好像也是一个天才。只是当后面在萧炎的有意隐瞒之下，即便是古族也很难知道他的事迹，这让古族中的不少人都松了口气，不少人都眼高于顶的暗地里开始嗤笑，甚至有传闻传出萧炎已经陨落。然而对于这些消息，薰儿确实不为所动，他坚信萧炎不会出事，也会成为真正的强者来找到他。好，林颖拱了拱手，嘴唇微动，把想要劝阻的话语吞了回去。他一直跟随在小姐的身边，自然知道她这段时间的不容易。身影一闪，林颖再度融入到黑暗当中，彻底消失不见。水潭身边独留下薰儿一人。数日，当天边的第一缕晨曦照耀在大地之上，雾气消去，盘坐在房间之内的萧炎也是有所感应，缓缓地睁开了双眼。在他睁开双眼的一瞬间，在其周围的空间也是泛起了一阵奇异的波动，随后悄然注入了萧炎的体内，融入体内不断运转的焚诀斗气当中，最后将之再度提升了一截。照这样下去，不出几天，我的斗气修为又能再度突破一个台阶。萧炎喃喃自语道，感觉这体内传来的充盈之感，再想到很快就能见到薰儿，给少女一个惊喜，他的心情也是舒畅了不少。当即，萧炎便是嘴角上扬，微微一笑，旋即从床榻上一跃而下，舒展了一下身子，便是推开了房门，来到了院落之中。庄园之中，此时已经有着不少来自各方的强者，他们各自散落在一处，三三两两聚集在一起。就在萧炎踏足庄园的第一瞬，他的面色便是微微有所变动，随后直接转过视线，看向了院落一角。在那里有着一棵不起眼的大树，茂密的大树和墙角的阴影之下，却是有着一道身着麻衣的中年人，莫约40多岁，面容平常，就像是邻家大叔一样，气息丝毫不显。若不是萧炎本质上已经踏入地境的灵魂力量，他根本无法察觉到对方的存在。咦，那名中年男子对于萧炎察觉到他的存在也是有所意外，不过旋即他便是轻声赞叹道：“好敏锐的灵魂力量。”面对着他，萧炎也是拱了拱手行礼，旋即轻声道：“小子见过古族长。”没错，这个丝毫不起眼的中年男子正是古族族长，也是如今大陆上的至强者古元。以萧炎如今的灵魂力量，古族之中能够带给他如此庞大压力的，也唯有此人。有理了，年纪轻轻便有着这般实力，不知小友来自何处？古元点了点头作为回礼，脸上挂起一抹温和的微笑，出言问道。两人之间的对话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就好似普通路人在闲聊一样。昨晚在得知了这次古圣城来客中有着一名实力令数位驻扎长老忌惮的存在，古元心血来潮，便是制止了想要出面的古族长老，自己亲自出面。但却没想到来人竟然是一名看起来不过20多岁的青年，这也让他提起了不小兴趣。面对古元的询问，萧炎嘴角也是微微上扬，心底浮现出了一抹坏笑的情绪，旋即他轻轻吸了一口气，朗声道：“天府联盟，萧炎。”天府联盟，萧炎。此言出口的刹那，周围仿若陷入了静止，周围的时空仿若凝结一般，再无动静。不远处来自各地强者们的交流声也不知道何时消失，天地之间仿若只剩下了2人。萧炎望向了古元，他知道这是此时此刻这边是后者心情激荡所展露出的一点威势。不过即便是如此，萧炎发现以现在他的实力，也根本难以察觉到此时此刻后者的存在。在萧炎的感知中，就连那片空间仿若都不存在，但用肉眼观察，却是能够发现古元的存在以及周围的空间变化。这种极其矛盾的感觉，让萧炎都感觉了些许的眩晕。真是没想到啊，你便是那个萧炎，还真是英雄出少年。良久，古元叹了口气，周围的空间变化也停滞，再度恢复了平常。感受着那股阳光照射在身上温暖的感觉，萧炎也是心底轻叹一口气。潜意识的自己并没有到达过9星斗圣这个层次，而是7星斗圣巅峰的时候，通过接受古帝的传承，这才侥幸突破到斗帝层次。如今感知到古元相较于他近乎深不可测的实力，让萧炎再一次认清了如今的他和大陆之强者之间的实力差距。能够走到这一步的，都是天地之间的人杰，谁又会比谁差呢？萧家萧炎见过古伯父。这一次，萧炎正式对着古元拱了拱手。看到古元的这副神情，他也明白，恐怕薰儿已经将对自己的感情与执着明明白白地告诉了他。
告诉的古族众人，这也让他心头感到了一丝喜意。倒是没有想到，在曾经的斗帝血脉废弃之后，1000年之内，萧族竟然能够出现像你这样优秀的年轻人薛儿的眼光，倒是比我们这些老家伙要强上很多啊！古元似乎是在感慨，又似乎是在怀念什么一样。本来心血来潮随意一见，却是让他见证了一个奇迹一般的年轻人，而且这个年轻人还跟他的女儿两小无猜，感情很好。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跟我来吧。微微点了点头，古元轻轻摆动手掌，在萧炎聚精会神想要看清的刹那，便是感觉到了周围的空间一阵变幻，而这股荡漾开来的空间涟漪来得快去得也快。转瞬间，萧炎察觉到他们已经离开了之前所处的古圣城庄园，来到了一处云雾缭绕的山头，周围灵秀汇聚，显然是一处极佳的修炼宝地。天空之上已经由骄阳普照，变化做了一片晴空，显然他们已经身处在古界之内。对于古元展露出的手段，萧炎也有些震惊。他知道，以他现在的实力，若是遇到这种程度的敌手，怕是连逃脱的希望都不足100%。很吃惊吗？不过是寻常手段罢了，以你的天资，怕是要不了几年也能轻易施展出来。古元温和一笑，对着萧炎说道，而后者却是干笑一声，左顾右盼，欲言又止。平心而论，他还没做好进入古界的准备，更没有做好今天就见岳父的打算。似乎是知道萧炎所想，古元却是摆了摆手，随意道：薛儿如今就在古界之中，等我们聊完，你便可以去见他。听闻古元的话语，饶是萧炎的厚脸皮，此时此刻也是泛起了一抹些许的尴尬神色。不过他很快便是轻咳嗽一声，掩饰了自己神色上的不自然。不知古伯父想要谈些什么？古元目光审视着萧炎，不由得轻笑道：本来不过是心血来潮，想要走一走，不过见到你之后，我便是改主意。至于要谈些什么，那自然是你与薛儿的事情。听到古元的话语，萧炎的心头便是陡然一动。他自信，以他现在的实力和成就，已经超越了年轻一辈所有人，即便是老一辈的强者，比他强的人也屈指可数。想要得到古族的认可，萧炎自认为资格已经足够，只不过古元现在提起，又是为何？带着些许迟疑，萧炎看向了古元，略微有些试探性的问道：难道古伯父不愿我跟薛儿在一起吗？听闻此言，古元倒是没有丝毫犹豫的摇了摇头。纵然是在为苛刻的古族长老，意见再大的古族子弟，无论他们有多么愤愤不平，在见到萧炎之后，恐怕都要捏着鼻子承认萧炎的优秀。非也，非也，薛儿倾心于你，我这个做父亲的也没必要棒打鸳鸯。不过是这段时间族中，古元便是带着几分无奈，将事情的本尾告知萧炎，让后者恍然大悟，原来这还是萧炎自己的锅。潜意识的他，自从薛儿离开迦南学院之后，便是一路横冲直撞，以极为高调的姿态灭云岚宗，整顿黑角域，踏入中州，并且即便是在中州也搅动起了一片风云。因为薛儿的缘故，古族中不少人对于萧炎的情报也或多或少有些关注。因为有着诸多耀眼战绩的存在，再加上薛儿的坚持，族中部分长老和子弟对于萧炎的感官还算不错。然而这一次他却是低调行事，即便是有着不菲的战绩，但也大多是隐姓埋名，反而在中州根本没有什么名声。这样一来，也让在长老会上说出了只喜欢萧炎的薛儿压力大增。迫于古族制度，即便是古元在这种情况下也有些爱莫能助，所以他希望借助萧炎来一次敲山震虎，对古族长老们略微做出警告。面对这个要求，萧炎欣然答应，即便古元不请求这件事，萧炎也会去做的。因为自己的缘故让薛儿受到了委屈，萧炎甚至感到有了些许自责。不过对于古族，他也有着自己的一些考量。虽然古族是除去魂族之外远古8族中最强大的种族，也是唯一有实力可以遏制魂族计划的存在，但萧炎并不打算将他知道的全部事情告知古族，他还要留着古族中的那位叛徒用来钓大鱼，可不能就这样轻易的放弃一个让魂族踩坑的机会。古伯父，实不相瞒，此次前来古圣城，小子我也有事相求。萧炎缓缓开口道，声音带着些许沉重。而听闻此言，古元也是轻轻的点了点头，温和的笑道：说吧，有什么事情？在见到萧炎之后，感知到他的实力后，古元对他也是很满意，更别说萧炎还是他已经逝去的挚友萧玄的后辈。不仅如此，就连自己的女儿也是倾心于他。这般种种条件加持之下，古元基本已经把萧炎当成女婿来看待了。我想要进入一次天幕。萧炎也是没有客气，把自己的请求说了出来。果不其然，在听到他的要求之后，古元的眉头也是微微轻挑，显得有些意外。天幕从远古时期便是遗留而下，其中有着众多强者的墓穴，而且环境极为玄妙，众多远古强者的能量印记凭借着天幕的环境，可以化作一缕残魂，生活在其中，不受打扰，也不会凭空消散。而且最重要的是，天幕中的时间流逝和外界也并不相同。外界过去1天的时间，天幕里面已经足足过去了5天。而天幕的特性也导致了开启时候所要耗费能量的恐怖。20年开启一次，
每一次进入其中的时间也不能超过3年，而进入其中的人也只能是远古8族中之人。下一次天幕的开启时间在1年之后，倒是你来便可。听闻此言，萧炎却是嘴角上扬，挂着些许笑意，轻轻地摇了摇头，旋即道：“我的意思是，想要现在就进一次天幕，我知道你有办法。”说到这里，萧炎便是将目光投向了古元，而后者也是微微沉吟了一瞬。对于萧炎知道古族有着额外手段可以强行开启天幕这件事，他并不意外。萧炎这般年纪，便是能够有着如此实力，怕是幸运地找到了当年萧族流落在外的传承，一些隐秘消息也是从此处得知。不过强行开启天幕所要消耗的资源，即便是对古族来说也并不轻松。若是换一个人请求的话，古元恐怕是直接拒绝了。不过对于萧炎，古元却是有些特殊。为何想要进入其中？莫非是想去找萧玄？面对古元的询问，萧炎也是点了点头，旋即出言道：“这只是其中一个因素罢了，多的消息涉及萧族隐秘，还请古伯父谅解。”萧炎以萧族传承作为推脱，而古元对此也没有怀疑。不过他确实叹了口气，旋即道：“这件事恐怕有些困难，想要强行开启天幕，需要经过长老会半数以上人的同意，没有足够的理由，我也无法强迫他们。”听闻古元的话语，萧炎也是在心底暗叹一句，潜意识的古元便是如此。虽然为大陆上唯3的至强者，但却因为过于古板，行动处处受到钳制，始终落后于魂天帝一步。这一次再来，他还是有着这样的毛病，只不过萧炎这一次可是有着足够的自信来说服古元帮忙。古伯父，若是我将魂族安插在古族内部的奸细告知于你，这个消息值不值？听闻此言，古元的面色也是微微一正。这个消息虽然重要，但却也没那么重要。以古族的实力，魂族想要拿下一个奸细根本起不了大局。若是魂族暗地里已经谋划了上千年，此时此刻手中至少已经掌握着2块驼舍古地狱呢。萧炎见到古元有些迟疑，再度猛加了一把火。而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古元的瞳孔却是骤然紧缩一阵，旋即低喝道：“不可能！当年的驼舍古地狱一分为8，远古8族每族只掌1块。即便当年萧玄陨落，那份属于萧族的古地狱也并没有落到魂族手中。”听到古元的否认，萧炎却是摇了摇头，不紧不慢地回复道：“错了。如今远古8族的格局早就出现了变化，魂族已经为了某个目标暗自努力了千年，魂殿便是他们在外界的爪牙。若是古伯父不相信，还请联系一下灵族，证明我消息的准确性。”听闻萧炎略带自信的话语，古元也是微微一怔，旋即反手一握，一枚玉牌便是落入了他的手中，伴随着斗气的注入，其中的流光闪烁。时间过去数分钟，古元的脸色逐渐出现了变化，有些难看了起来。旋即他嘴唇微动，像是对着某处地方传音。萧炎并没有探查其中的内容，不过他大致能够猜测出来其中都说了些什么。莫约过了10分钟后，古元的脸色变得难看了起来，旋即他缓缓吐出一口气，平复了自身的情绪，看向萧炎，旋即道：“萧侄儿，到底发生了什么？”古元的心情很是不好。刚才他通过远古8族的固定联系方式去联系灵族，但却并没有收到回复。随后他又传音了负责监控灵族附近空间的古族长老，但奇怪的是，灵族所在的那一整片空间连带着灵界一同消失在了监控之内，仿若斗气大陆上根本未曾出现过一样，就连虚空之中也是没有丝毫痕迹。这已经让古元不由得提起了重视。远古8族之一的灵族虽然是吊车尾，但竟然就这样悄无声息的消失，若不是萧炎提醒，他们甚至未曾发现这到底意味着什么。古元意识到了，恐怕大的要来了。果然探测不到了吗？看来灵族已经覆灭了。萧炎摇了摇头，缓缓地述说道：“对于灵族的覆灭，他并没有多好的办法，以他的实力，并没有办法阻止这件事的发生，说不定还会打草惊蛇。更多的，他甚至不知道灵界的具体坐标，是魂族干的，他们有着特殊的手段。”萧炎缓缓地说道，而古元却是眉头紧皱，沉思了片刻，最终不得不接受这个难以置信的事实。毕竟除去古族之外，也只有魂族可能具备着这般实力，他们费了这般周折，难道是为了驼舍古地狱？难道魂族已经找到了古地洞府所在的位置？古元忍不住猜测道。今天所得知的震撼消息，对他来说已经超过了过去100年。那应该还没有，不过也差不多了。对于古元的猜测，萧炎并没有给出肯定的回答，他需要给古族一些压力，来让他们对这件事重视起来。在我获取的萧族传承中，有提到过当初魂族一直在谋划着什么阴谋，只可惜仙族也没能知晓太多，只是知道可能和一个名为吞灵族的远古种族有关。萧炎将最后的猛料抛出，然后仔细观察着古元脸色上的变化，只看到后者的眼皮猛然跳动一下，旋即便低下头来，脸色有些沉重地对萧炎说道：“这的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消息，萧侄儿，多谢了。”显然，萧炎只是点拨一下，古元便是想到了最关键的一点，对整件事情重视了起来。而萧炎见状也是松了口气，
他生怕古族对这个消息嗤之以鼻，并不重视。如今得到古元的肯定，这方面的担忧也就不足为虑。古元这个古族族长只是性子温和散漫，不喜欢管理事务，但是到了关键时刻还是很靠得住的。麻烦古伯父留心了。至于那个魂族潜藏在古族的长老，起名为古阳。听到这个名字，古元微微颔首，虽然也是相当震惊，不过相比起前面得到的震撼，还是平淡了几分。古阳长老虽然贵为古族长老，地位尊贵，于情于理来说都不会叛变古族，但想到之前灵族所在地的诡异状况，有着很大的可能性已经全体覆灭，有着1000年时间用来谋划，魂族的爪牙暗棋已经远超出了安逸许久的古族的想象。与之相比，古阳长老是魂族暗棋的这一点，反而比起灵族覆灭的消息要来得寻常得多。一想到古阳甚至还是近些年才被调动到古族祠堂，用来看守属于古族的驼舍古地狱，古元的心底甚至还有些发寒。若是真要让魂族多吞并几个远古种族，最后再夺走了古族的古域，那他们还真有很大的可能性集齐8块驼舍古地狱。而且魂族可能获得吞灵族传承的这一点，也让古元想起来了一件事，那就是在1000年以前，实际上的远古种族并不止8个，但其中一些弱小的远古种族却是莫名其妙的消失覆灭了，而其生存的界域也是以一种很诡异的情形消失了。现在想来，灵族所在界域的消失，不也正是如此这般吗？这些事情先交给我来处理，在通知其他远古种族之前，古族内部也需要整顿起来了。说到这里，古元就像是变了一个人一样，整个人的气质由刚才的温和转变，这个时候他才有了那一种独属于上位者的威严。天幕的事情不用担心，3年之后我会安排我族一批优秀人才和你一同进入其中，不过切记，你们进去的时间最多不能超过半年。听闻古元的话语，萧炎微笑着抱了抱拳，行礼道：麻烦古伯父了。好了，跟我这个老头子唠叨了这么久，你怕也是心急了，从这里下去吧，虚儿还在山脚。古元缓缓说道，声音中带着一丝温和。话音落下的刹那，他整个人就凭空消失在了萧炎的面前，饶是萧炎再怎么探查，也无法发现他是如何离开的。呼，有着我的提醒，魂族想要悄悄覆灭其他远古种族，夺取古域的计划，怕是要破产大半。有着古族的提前插手，他们怕是要抓狂了。真不知道魂天帝在知道计划破产之后要多么抓狂。萧炎嘿嘿一笑，将这件事抛在了脑后。只有从天幕出来后，继承了属于萧族的血脉，他才能继续接下来的计划。只不过现在他并不想去思考那些事情。自从重生以来，萧炎的每一天几乎都活在算计和思考当中。毕竟重活一世，有些事情他想要做到完美。不过这一刻，他确实感到有些累了。萧炎踏着步伐，顺着青石台阶，缓缓朝着山下走去。山林之间，他任由自己的思绪发散，顺其自然，灵魂力量缓缓扩散开来，朝着山脚蔓延过去。只是还没等彻底扩散出去，萧炎便是感知到一道倩影正在沿着青石山道飞掠而来，步伐焦急，显然心情并不平静。缓缓睁开眼，萧炎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个发自内心的微笑，向着下方望去，便是看到身着青色衣裙的倩影出现在道路的尽头。少女一头青丝迎风飘扬，脸颊紧绷，美眸中满是担忧的神色。在看到了山上那道身着黑袍的少年身影时，眼神中的担忧消失，化作了一抹激动。二人紧紧相拥在一起，良久之后才分开，依靠着山石树林，开始诉说交流了起来。萧炎哥哥，你没事吧？刚才父亲给我传音说你就在山上。面对薰儿略微有些担忧的询问，萧炎则是轻笑着摇了摇头，摸了摸少女的头，将一头柔顺的秀发整得有些杂乱，最后才在少女略带嗔怪的目光中回复道：我没事，不过是和古伯父聊了会儿天。他没为难你吧？没有，并且他也没有反对我们二人。说到这里，萧炎看向了女孩，越是看着那张精致的脸庞，他就越发越有一种心中的悸动。摸了摸鼻子，萧炎悄然凑到了薰儿的身边，缓缓将少女再度抱住，轻声道：这段时间我好想你，薰儿。原本还因为萧炎动作而有些身形僵硬的少女，神情柔和了下来，也是将双手搭到了萧炎的背上，轻声回复道：我也一样。温存一阵，二人这才分开。薰儿脸颊上泛起了一抹绯红，她转过头去，不敢去看萧炎的正脸，低声道：萧炎哥哥，你怎么会来这里？薰儿连忙转移话题，试图将害羞的情绪缓解。萧炎则是也没有隐瞒，轻笑道：自然是受到了古族的邀请，我的老师是星陨阁阁主。听闻此言，薰儿这才恍然大悟道：原来是他，前段时间那个突破斗圣，在中州上闹得沸沸扬扬的要圣者。古族虽然身为中州的东域霸主，但也对大陆上的事情有所涉及。前段时间要老突破斗圣的消息，自然也有所涉及。阁主突破斗圣，即便是在远古八族的层次当中，也算得上极其难得的强者，自然有资格受到古族的邀请。看来萧炎正是带师前来。正当薰儿还想说些什么的时候，萧炎轻轻地握住了她温软如玉的小手，
轻声道：“这段时间辛苦你了，薰儿。古伯父都告诉我了，你这段时间在族内过得很苦。”听闻萧炎温和的话语，感受那大手上传来的热量，薰儿原本就已经有些泛红的脸颊上再度泛起一抹红霞，旋即轻声道：“那些流言蜚语我从来都不放在心上，因为我相信萧炎哥哥，你一定会来找我的。”面对薰儿温柔的话语，萧炎的心中也是传来了一缕深深的触动。望着可人的少女，他暗暗在心里下定决心要保护好她。两人越聊越多，情意正浓，眼看就要水到渠成的时候，忽然一阵不为人知的咳嗽声却是顺着风飘来。二人的动作微微一僵，薰儿捂着脸颊，一手拉着萧炎就小跑着离开此处。而萧炎脸上也是带着些许尴尬，回头望去，看见了古元面色不善的从山巅缓缓消失。这一天，古族内部传来了2个让人震荡的消息：一是长老会经过1夜的紧急商讨后决定，提前开启天幕，供应部分人进入其中。只不过因为是强行临时开启，还未到时间，所以名额并不多，只有5个。不过这个消息虽然震动比较大，但是并没有另一个消息来的迅猛。萧家萧炎已经来到了古界。古族之内，大部分人对于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因为这个名字的主人被薰儿在古族长老议事会上当众说出口，并且大胆地宣布只喜欢他。也正因为这样，这个名字的主人已经几乎成了古族年轻一辈的公敌，地位高，实力强，既温柔又漂亮。古族大小姐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喜欢上了一个人，还是一个落魄家族的小子。这样的情节若是发生在文学作品中，大家基本都是喜闻乐见，但是发生在现实，尤其是自己家身上，却让不少人都跳脚。因此就连老一辈也有不少人看不惯他。碍于神品血脉的地位以及古元的缘故，不少人对于薰儿并没有资格指手画脚，也只能散播出一些风言风语，希望某人自己知道好歹，不要妄想癞蛤蟆吃天鹅肉。尤其是当他们过多关注之后，却发现这个名字有一些年并没有传出什么耀眼的战绩，甚至找都找不到后，这些风言风语更是愈发愈激烈了。他们中的大多数都以为萧炎或是退缩，或是已经陨落，不值得一提，逐渐已经不放在心上。但如今反转却来了，那个让不少人寝食难安、咬牙切齿的人，竟然就这么明目张胆地出现在了古界之内，甚至让一向高冷风轻云淡的大小姐喜笑颜开，这让不少古族年轻一辈子地心都碎了。不少人都浩浩荡荡的想要去找到萧炎进行讨伐，因为群情激愤，声势还相当浩大。不过诡异的是，那些古族长老们，包括之前对萧炎嗤之以鼻的那几位，却都是诡异的沉默了下来，对这件事情并没有发表看法和动作。不过群情激愤的群众们大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只有少数几人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并没有参与到其中。清风山脚下一处山清水秀之所，有着一处幽静的小屋。院落中，身着黑色衣袍的青年依靠在躺椅之上，嘴角还叼着一根狗尾巴草，显得异常悠闲。不远处，身着青色衣裙的少女却是露出一抹淡淡的微笑，望着这一幕，不作声色。清风吹拂，卷起片片落叶，阳光照耀下，泛出一幅完美的金色画卷。忽地，躺椅上的青年忽地睁开眼睛，一抹无奈的神色浮现在脸庞上。只听他清脆一声，低声道：“又来了，烦不烦呐？”一边的薰儿望着萧炎这副懊恼的模样，掩嘴轻笑，没有丝毫言语。数秒之后，忽地有几道身影莫名的从天边闪现，人未到，声音和威压便是直接传来，道：“哼，古族古玉前来挑战，还请指教。”古族古多亦来挑战。虽然说着挑战，但是声音中却是没有丝毫敬意，反而满是寒冷。萧炎轻叹了一口气，旋即一巴掌隔空拍出，顿时磅礴的斗气凝聚，化作了一个庞大的斗气手掌，带着足以轰碎虚空的威势，朝着两人飞来的方向轰去。啪啪！就在两人略带惊慌的目光中，巨大的斗气手掌宛若拍蚊子一样，将两人直接拍飞到10里开外。萧炎的力度控制得很好，只是将两人击退，并没有让他们受到丝毫损伤，就连衣服都没有凌乱。我呸！这帮家伙，这已经是第18批来找我打架的人了吧？随手散去斗气手掌，萧炎也不躺下了，干脆盘坐在躺椅上，脸上充满了无奈。要说来的强一点也好啊，结果一个个斗皇斗宗就敢来找我打架，18批人总共就来了3个斗尊，还都是3星以下的，真就这么瞧不起我呗？听着萧炎愤愤不平地发着牢骚，薰儿则是掩嘴笑道：“这不是证明萧炎哥哥你比较招人喜欢吗？”听着薰儿这般话语，萧炎则是翻了个白眼，旋即故作凶狠地看向了薰儿，低喝道：“你这妮子还真有魅力，这点时间就给我招了这么多情敌。”面对萧炎的表情，薰儿并没有丝毫害怕，反而轻笑着靠了过来。萧炎则是顺势搂住少女，然后将她的头发揉乱，平复着心中的情绪。“放心吧，萧炎哥哥，他们也就是一时间冲动，等认识到你的实力之后，恐怕就没几个人会来自讨苦吃了。以你现在的修为，整个古族年轻一辈，也就那么1、2个可能比得上。”带着几分无奈，萧炎再度轻松击溃了几波古族年轻一辈的挑战者后，
他们似乎也意识到了，这个名声不显的年轻人似乎并不是他们想象中那般不堪。正如薛儿所说一样，接下来的几天时间当中，前来挑战的人数明显减少了许多，这也让萧炎轻松了几分。即便以他的实力来说，击败那些人并不费什么事情，但来的次数多了也会嫌烦，毕竟谁也不会喜欢蚊子。至于薛儿口中的那古族年轻一辈的真正强者，也是极为默契的，没有一个人前来挑战萧炎。想必是他们已经从自家长辈的口中得知了一些不为大众所知的隐秘，正在潜心为了天幕之行而做足了准备。毕竟天幕之行也算是一场极为难得的历练，那些有志之人才不会将无用的精力放在这些琐碎的事情上面。也正因为这个原因，萧炎和薛儿也算是度过了一段难得的时光。在这青山绿水之间，一切的烦恼仿佛都是被尽数抛弃了一样。而这几天的时间也是在这宁静的生活中迅速过去。今日便是天幕开启的时候了。薛儿站在小屋前，对着身旁的萧炎微笑说道：“我知道了。”萧炎笑了笑，随后轻轻地对着身旁的青衣少女伸出手，后者轻轻地将纤细玉手搭在萧炎手上，随后莞尔一笑，让萧炎不由得恍惚一瞬。抓稳了。定了定心神，萧炎拉住薛儿，便是脚下轻点，拔地而起，在空中化作一道流光，朝着山脉的东方飞掠而去。在那里，有着大批的气息正在汇聚。莫约10分钟左右，萧炎的速度减缓了下来，周围是一片险峻的群峦。此时的这里已经有了不少的身影，萧炎一眼望去，便是哑然失笑。大部分人都是他这些时日里的手下败将，他们在注意到萧炎到来之后，都是脸色不自然地瞥了开来。有少数几个和萧炎对视过后，也是悄悄低下了头。古族血脉的高傲，在这一刻，在那个黑衣青年的面前，似乎并没有什么可称得上的荣耀。扫视过一圈过后，萧炎也没有去管他们，而是微微抬起头来，看向天空。在那里有一股隐晦但却强横之极的空间波动出现，隐藏在暗中，蓄势待发。天幕吗？好久没有过来了，也不知道我这天幕之主的身份还好不好使。萧炎喃喃自语道，嘴角不自觉地上扬。在淡淡的说出这番话后，也是不自觉地摇了摇头。虽然他是带着受到重创的地境灵魂重来一世，但那些刻印在灵魂中的印记也是失散了不少。虽然潜意识的他的确是天幕之主，但这一世却要重新开始。对于天幕这个印象深刻的地方，萧炎自然不会忘记。他可深深地记得，在这里，他可是人生中第一次遭遇到真正的魂族斗圣袭击。虽然只是死了不知道多少年的灵魂思念体，但那也是实实在在的生命危机。若不是老祖宗萧玄恰到好处的出手将之抹杀，恐怕萧炎当初就交代在那里了。遇到绝对无法反抗强者的无力感，萧炎一直铭记在心。也正是在天幕中，他彻底觉醒了属于萧族的血脉，这也为萧炎打下了足够的底蕴。也正是因为如此，他才能够凭借这些积累，在之后一跃反超那些老了好几个辈分的强者们，一跃踏上斗圣之境，并且将他们超越。天幕的内部分为3层，第1层的能量体大多在3星斗尊以下，而且并没有足够的自我意识，处于浑浑噩噩的游荡状态，也是难度最低的一层。而从第2层开始，便是在3星斗尊以上、8星斗尊以下，还有部分隐藏的斗宗巅峰强者。相比于第1层的游荡魂体来说，他们有着更多的自主意识，甚至还能使用出生前的斗技，颇为棘手。而第2层也是这一次进入天幕当中绝大多数人的目标，因为他们的实力只够支撑他们深入第2层，若是勉强进入第3层，恐怕要遭遇到难以想象的危险。即便是薛儿，这一次也打算只在第2层中多待一段时间，没有前往第3层的打算。不过这是他们，对于萧炎来说，第1层、第2层不过都是浮云而已。他来到天幕的真正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第3层的最深处，萧家先祖萧玄的幕府所在之处。萧炎知道，在那里不仅有着老祖宗的一缕残魂，更是有着这1000年以来萧族剩下的一切传承。他所要做的就是继承这一切。正当萧炎胡思乱想着的时候，数道身影便是凭空浮现在了高空之上。他们负手而立，气息不显，但却凝练着属于上位者的威严。在他们出现的刹那，周围的诸多古族弟子便是微微躬身行礼道：“见过诸位长老。”萧炎也跟着一并拱了拱手。对于这些古族长老们，他的好感并不多，但对方也是为了古族的延续，所以他也对他们没有多少成见。只要自己足够强大，他们也没什么可说的。不到30岁的斗圣强者，已经足够他们放下脸面了。那些古族长老们微微颔首，旋即散发出些许威压，借此朗声开口道：“我等稍后便会打开天幕的大门，不过因为是提前开启天幕，所以本次总共只允许5人通过其中。”听闻此言，在座的大多数人并没有显露出意外的神色，因为他们知道，即便是以前开启天幕的时候，古族作为掌管天幕的势力，也只有4个名额，至于其他的远古种族，更是只有2个名额。这一次反而有着5个名额，算起来还算占了便宜。不过他们不知道的是，古族的那4个名额，有一半都是当年萧族的名额。这一次的天幕之行人选已经落定，接下来念到名字之人，上前一步。
苍老的声音在斗气的加持下扩散了开来，笼罩了整片山峦，让所有人都听了个明白。在这一刻，绝大部分在场之人面色都严肃了起来。轩儿，第一个人选便是念到了轩儿的名字，顿时周围有着不少目光投了过来，顿时让二人成为众矢之的。不过以轩儿的血脉天赋，若是获得不了一个名额，这才是奇怪的事情。毕竟他拥有的可是堪称完美的神品血脉，未来的成就未必会弱于古猿。面对众人的注视，轩儿坦然自然，微微颔首，向走出一步。那位古族长老眼神微动，再度念出了一个又一个名字：古妖、古清扬、古真。伴随着话语的吐出，一道又一道的身影从队伍当中走出，他们无一不是古族年轻一辈最耀眼的存在，也是让在场古族弟子信服的人选。当轮到最后一个人选的时候，那位长老却是双目微微闭合，像是在做出什么重大决定一般。莫约沉默了半分钟后，他才缓缓沉声开口道：萧炎。此言一出，在座众人先是微微一愣，当即便是哗然了起来，众多目光投向了萧炎所在的方向，满是惊怒和不解。而面对他们不善的目光，萧炎却是坦然自若的微笑走出，并不在意。我不服，他一个外族人凭什么能够获得一个名额？古行、古月大哥都没有名额，凭什么轮得到他？怕是沾了轩儿小姐的光吧？真是个不要脸的家伙！一时间，众多风言风语以及质疑声传来。虽然他们中的不少人前段时间都是轻松败在了萧炎的手下，但他们长久以来养成的高傲却是对这个结果并不接受。饶是获取了名额的几位古族年轻一辈最优秀的几人，看向萧炎的目光也是不善了起来。只有轩儿冷着脸上前一步，眼瞳深处的金色火焰若有若无地燃烧了起来，显然正处于爆发的边缘。就在他即将要爆发怒斥众人的刹那，萧炎轻轻地伸出手，将寻人拉到了自己的身后，旋即便是看向了周围的众多古族子弟，淡淡的开口道：不服。还没等众多古族弟子发作，萧炎带着威压的目光便是一一的扫向了众人，随后一字一句的话语便是落入了他们耳中：哪个不服的上来跟我过招，你们谁能接得下我一招，这个名额我萧炎拱手相让。伴随着话语的出口，萧炎的气势也是节节升高，呼啸的狂风卷袭，天地之间似乎也变得压抑了起来，清朗的天空似乎也变得暗淡，就连一向温暖的阳光在这一刻似乎也变得冰冷了起来。恐怖的威压让在场的古族年轻一辈之人无一不是脸色变得惨白起来，他们曾经引以为傲的实力，在这股恐怖的威压面前，就宛若面对惊涛骇浪的小舟一样，不值一提。别说是他们，就是古妖、古清扬等人，也是脸色大变。他们这才注意到，萧炎的实力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就连高空之上的古族诸位长老，也是微微色变。相较于那些实力较弱的古族弟子们，他们才真正意识到了萧炎的恐怖。数位长老基本都是半圣级别的修为，但在萧炎的这股威压下，也是感觉到了几分恐惧。斗圣，他们的心底里也是泛起了惊涛骇浪，同时终于明白了，为何那些眼高于顶的老一辈古族强者们对萧炎和轩儿的亲密并没有任何表示，甚至对于此次天幕之行还给出了一个名额。20多岁的斗圣强者，这到底是多么强大的天赋？他的未来成就又能到达何等的地步？这一刻，萧炎这个名字就仿若成了耀眼的代名词，在这个名字下，一切天才的称谓都仿若变得很是可笑。面对萧炎的质问，古族年轻一辈的存在沉默了好半天后，愣是没有一个人胆敢上前。而就在这时，一道叹气声音也是自虚空中传来，轻声道：萧炎小友，收起威压吧，他们不过是年轻气盛，一时失言而已，老夫带他们给你赔个不是。一道身着灰白色衣袍的白发老者无奈的现身，在他出现的刹那，那笼罩了大半个山谷的威压顿时消散。这位长老言重了，萧炎不是小肚鸡肠之人。见到实力足有斗圣级别的古族长老出面，萧炎也是见好就收，并没有再度出手下马威，给一个就行，毕竟还是在古族的地盘，要掌握好尺度。前一世的自己被他们的流言蜚语所打击，倒是没什么，反正萧炎对这些身外名声也不怎么在乎。这一世因为自己的藏拙，反而让他们的流言蜚语重伤了轩儿，萧炎自己可以吃苦，但他不会让自己身边的亲朋好友受到委屈。见到萧炎停手，那位古族的斗圣长老也是不留痕迹的微微松了口气，他隐隐可以感觉到这位年轻人的实力不在他之下，若是对方仗着年轻气盛出手，他恐怕也要难堪几分。萧炎的见好就收，也让这位长老对他不由得高看了几分。他微微冲着萧炎拱了拱手，旋即目光扫向了下方众人。见过古灵长老。见到他出面，众人都是微微行礼，而古灵长老则是看向了一旁的通玄长老等人，沉声道：开启天幕吧。古灵长老的出面镇压了这场闹剧，负责开启天幕的几个长老微微躬身，随后互相对视一眼，分成数个方位站开，双手结出玄妙的印记，身上的斗气发散开来。伴随着他们的动作，这片天地之间突然剧烈的颤抖了起来，一股莽莽古老的气息
缓缓地自虚无空间之中弥漫而出。天空暗淡了下来，周围狂风呼啸。忽地，在那虚无的空间当中爆发出了一声惊天巨响，随后一道足有1000丈庞大的空间裂缝直接在天空中蔓延了开来，将整片天幕分割成了2大块。而在那天幕的最中心之处，却是有着一扇100丈庞大的空间大门缓缓浮现出来，其上铭刻着种种玄奥、泛着流光的淡金纹路，而那种苍茫古老的气息正是从这扇门中发散而出。萧炎笑了笑，和薰儿对视了一样，随后身形动作，两人化作流光，同时朝着古老的大门迅速飞去，然后在接触到的瞬间消失在巨门的强光之中，直到他们进入之后，剩下的3人这才联袂动身，化作一道道流光飞掠进入其中。当最后一道身影进入巨大的石门之后，众多古族长老这才松了口气，额头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的冷汗滑落，他们连忙收起了正在维持巨大石门出现的斗气，脸色上出现了些许苍白。伴随着他们收起动作，那古老的大门也是传来了一阵剧烈的被动，旋即在众目睽睽之下变得虚幻起来，直至最后，就连那横跨1000丈的空间裂缝也是彻底的消失不见。雾蒙蒙的奇异之地，偶尔有悠悠火芒闪烁，然后悄然消失，死一样的寂静笼罩着这片陌生的大地，到处都是废墟残骸，荒无一物，一眼可以看出没有任何生命的存在。刺啦！天空之上，一片空间陡然扭曲起来，旋即2道手牵手的身影自空间中缓步踏出，一人身着黑色衣袍，显得异常淡然；另一女子身着淡青色衣裙，却是带着些许的谨慎注视着周围。好怀念的环境啊，这一世还是第一次来到这里吧。萧炎深深地吸了口气，感受着略显阴冷潮湿的空气，刺激的他心神都清醒了起来。前一世的他进入天幕后，没过多久便是遭到了强大的灵魂体进攻，过得举步维艰。不过这一世却不一样。萧炎哥哥，这里应当是天幕第1层，至于其他人，应当是被传送到了其他地方。薰儿在检查过一番四周后，略微松了口气，轻声说道：“差不多，在我们3点钟方向不远处，就有着3只灵魂思念体。至于你的那些族人们，则是在西北边，大概300里左右。”相比于上一世来到天幕，萧炎的实力何止强大了100倍。纵然这些白雾有着阻碍灵魂探查的能力，但是对于萧炎接近完全修复的地境灵魂来说，就跟真正在的雾气差不多，根本起不到多少作用。只不过是心念一动，灵魂力量一扫，方圆1000里之内的一切便是直截了然。这还是萧炎没有大肆动用灵魂力量的缘故，因为他知道天幕当中有着一个真正的天幕之灵，对于一切实力过于强大的存在都抱有十足的忌惮之心。在没有找到萧玄先祖之前，还是低调点为好。一旦引起了天幕之灵的主意，自己自保无忧，但肯定会被驱逐出去，被天幕拒绝。即便是古元那等层次的至强者，想要强行进入其中，也难如登天。萧炎哥哥的实力比我想的还要厉害呢。薰儿抬起头来，轻笑着看向萧炎，而后者则是带着几分宠溺的揉了揉前者的脑袋，微笑着说道：“我说过会来古族中为你撑腰的，若是没有这般实力，又怎么能够得到他们的认可，配得上薰儿呢？”面对萧炎这般毫不做作的直白情话，薰儿的双颊也是微微泛红，旋即用犹如银铃般清脆的声音柔和地说道：“我对此一直坚信不疑。”萧炎微微撇开脑袋，稍作掩饰了下自己脸上的神色，连忙转移了话题，旋即道：“我们快点走吧，第1层对于我们来说没有太大的价值。”萧炎的看得出，薰儿现在的实力虽然体内拥有着封印，但是距离斗尊巅峰也是不远。而在那封印中，他能够感觉到一股如同骄阳烈火般的炽热。他知道这股封印当中究竟藏着什么，那是异火榜排名第4的金地焚天炎，其威能要远远强过萧炎身上的任何一种异火，不，即便是已经是容纳了4道不同异火的融合异火，威能上也要逊色于他。还真是有些羡慕。萧炎喃喃自语道。不过旋即他便是甩了甩头，振奋了几分精神，也是打定了主意，待得此行之后，一定要想办法将净莲妖火率先搞到手。萧炎哥哥是打算去第几层？萧炎心中的想法，薰儿并不知晓，而是嫣然一笑，微微歪着头看向了前者，略带几分俏皮地问道。摸了摸鼻子，萧炎抬眼看向了远方，嘴角微微上扬，一抹自信淡然的微笑挂在了嘴角。只听他轻声说道：“那自然是第3层，去寻找萧玄先祖的遗迹。不过这件事先不急，我们待在天幕的时间足足有着3个月。虽然萧炎此行的目的是找到萧玄遗迹，继承萧族的血脉以及开启族纹，但时间还久。不仅如此，他还有着前一世的记忆，知晓萧玄遗迹的具体地点。况且那3个月的时间是外界的，对于处在天幕之中的他们来说，那可是有着足足15个月的时间，1年3个月足够办到很多事情了。萧炎哥哥，你想要做些什么？薰儿有些疑惑地问道。对于萧炎说想要去找萧玄遗迹这件事，他并不奇怪，知道青年性子的他自然知道后者的目的是什么，但他却说不及，这倒让薰儿有些摸不着头脑了。在先祖遗迹之处，
我恐怕要待上一段不短的时间，在这之间的时间不能浪费，先去帮你收集一些能量晶核。听闻此言，薰儿的美眸眨了眨，但还未等他开口，萧炎便是拉着薰儿的手掌，朝着远方遥遥飞去。他知道天幕下一层的入口就在那里。在萧炎身旁的薰儿望着他的侧脸，嘴角没由来的上扬，露出了一抹绝美的微笑。两人就这么流星赶月一般，朝着远处飞驰而去，宛如两道划破天际的流星一般。天幕的占地颇大，其中空间比之外界又是稳固不少。萧炎也没有做出那等撕裂出空间裂缝赶路之举。他们这般肆意张扬的飞行，一路上也引来了不少能量体的攻击。不过，他们统统在萧炎的手下化为了一颗颗足有拇指大小、精致的能量晶体。天幕中的能量晶核分为9级，一般按照能量体的实力来定位，斗尊1星对标1级能量体。而在天幕的第一层，最高实力的能量体也不过是斗尊3星左右。纵然其中能量相当精纯，但是对于二人来说，帮助却并不大。即便是现在的萧炎，肉身斗气修为也在高星斗尊层次。这些低等级的能量晶体对于他来说不过是杯水车薪而已，想要突破简直可以说是遥遥无期。萧炎的目标从来都没有放在这些能量体之上，而是打在了那些天幕第2、3层的强大的能量体之上。他们之中有强有弱，基本都有着自己的意识存在。萧炎的印象中记得很清楚，前一世第3层的守门人灵魂体，也就是血刀圣者，甚至出手帮助过他。对于这些能量体，萧炎秉承着拉拢支持的态度。至于对于另一些能量体，譬如说曾经葬在天幕中的魂族之人来说，萧炎却并不准备有多客气，倒不如说他们的能量晶体反而才是他们身上最重要的东西。就这样一路走一路扫荡，很快萧炎便是带着薰儿横跨过了天幕的第1层，而他们手中的能量晶体也是多出了几十枚。虽然都是3级左右的低级能量晶体，但也聊胜于无。莫约花费了整整3天的时间，二人才穿过了辽阔的天幕空间，来到了第2层的入口。在那里有着一堵能量光墙，一览无余，直接封锁到了尽头，其上弥漫着强横的能量威压，拒绝着一切实力不足之人的通过。若是实力不够，想要强行穿过其中，恐怕会被那恐怖的压力直接压得粉身碎骨。不过这对于萧炎来说却并不是什么问题。带着薰儿，萧炎闲庭信步地迈入其中，伴随着他的步伐跨出，只见隔着3尺之远，那能量光墙竟然深深地凹陷下去了一大截。而伴随着萧炎的每一步踏出，那些强悍的能量则是如同被生生挤压地避退开来。两人的周围仿若形成了一个透明的圆罩一样，完全不受外界侵扰一般。就这样，萧炎带着薰儿闲庭信步地走出了莫约100丈的距离，便是穿透了整座光墙。不过就在他们刚刚踏出光墙的刹那，陡然间便是数道劲风猛然传来，卡着时机，以恰到好处的姿态对着二人发动袭击。数道颜色不同的能量光华浮现，再想二人如同闪电一般狂暴，撕裂周围的大地。然而就在这些狂暴的攻击即将到达二人身上的时候，却是一道冷哼响起。刹那间，那几道足以撕裂任何一名高星斗尊强者的攻击就这般生生消散在虚空当中，翻不起任何风浪，就连一点涟漪都没在虚空中掀起。竟然有着10道能量体，每一个至少都有着7星斗尊的战斗力，好危险。一旁的薰儿则是惊异道，神色也有些凝重。若是只有他一人通过能量光墙，再受到如此埋伏，一个不慎之下，恐怕也会受伤。刚好，他们的实力都还不错，薰儿你用刚刚好。萧炎微微一笑，别说第2层了，整个天幕当中，恐怕对他有威胁的也就2位，区10个7星斗尊级别的能量体，还不算什么。只见他屈指微弹，一缕夹杂着红黑之色的火焰猛然飞掠而出，迎风暴涨，在斗气的加持下，顿时化作了一片焚烧的烈焰。刺了！能量被灼烧的声音猛然响起，足有100丈的火浪朝着10道能量体汹涌地拍了过去。空洞的眼神当中，倒映中毁天灭地一般的恐怖场景。战斗的本能让这些能量体们做出了反应，或是施展斗技反击，或是撑起了防御能量罩。但是这一切都在接触到火浪的刹那消失得无影无踪。不过是一个照面，红黑色的火浪便是吞噬了10道能量体。下一个瞬间，火浪化作一缕小火苗回到萧炎的手中，反手不见。而半空中原本的10道能量体全都消失得无影无踪，只剩下了10枚还在发散着耀眼荧光的能量晶核洒落。萧炎哥哥，光是你这一手，恐怕整个古族年轻一辈都没人能够接得下来。薰儿略带几分惊叹的感慨道，而萧炎则是嘴角上扬，微微一笑。他现在的心情很好，尤其是得到了心爱女孩的赞叹，这让他甚至愉悦了起来。薰儿这可谬赞了，你想要接下这道攻击还不容易吗？一边回复着，萧炎随手一招，顿时那些能量晶核就像是被什么东西吸引了一般，飞到了萧炎的手中，而他却是将这些能量晶核全部都塞到了薰儿的手中。收着吧，吸收了这些，想必你的修为也会提升不少。天幕的排列是按照金字塔结构形成的，底层的空间最为广阔，
其中游荡的能量体也是最多，但实力却是最弱的。至于第2层，范围只有第1层不到一半的大小，但相对应的，其中游荡的能量体实力要超出第1层许多。萧炎和薰儿则是在第2层中待了足足1个月的时间，他们并没有急着前去第3层，而是在第2层中尽可能的猎杀者能量体，获取能量晶体，而拜托他们这段时间的活跃，直到最后一天，两人的手中分别有着上千枚能量晶核，其中品质最差的也是7级晶核，就连9级的都有不少。这样多的能量晶核已经足够薰儿炼化很长一段时间。萧炎也打算前往第3层了。在那遥远的天边，巨大的能量光幕自高空之上倾泻而下，垂直在地面上，宛若一道分割一切的城墙，其上弥漫出来的威压，二人并不陌生，在之前便是碰到过。不过相较于第1层到第2层之间的能量层来说，这通往第3层的能量层却是已经实质化了，坚固无比。即便是斗尊巅峰的强者，想要以一己之力破入其中，也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带着薰儿来到了能量光墙之前，萧炎却是没有直接进入其中，而是扩散开灵魂力量，在其中寻找着什么东西。忽地，他眼神一亮，惊喜道：“找到了！”怎么了？薰儿有些奇怪地看向萧炎，后者却是随意地挥出手，顿时大片的能量劈链出现，随后带着强劲的力道，狠狠地砸在了面前的能量金币上。咔嚓！只见那里的金币当即裂开一条分析，隐约间有着无数密密麻麻的雪白小点在金币当中不断蠕动，不规则的断面处还有着许多液体状态的东西不断渗透而出，沿着破裂开来的金币流淌下来。只不过还没等它们流淌到地面上，便是急速的凝固起来，最后又化作了薄薄一层实质能量，覆盖在了金币之上。这些断裂开来的能量金币，竟然在这些蠕动的白色小点作用下，缓缓愈合的了起来。这些家伙竟然在修复能量金币远古噬虫。见到这一幕，饶是薰儿也不由得轻轻倒吸一口凉气，显得十分惊讶。若是这样说来，这横跨整个天幕第2层和第3层之间的实质能量金币，就是由这些远古噬虫制作而成的。那它们的数量会有多少？薰儿实力虽强，但是女孩子的本能天性却是让她对于这些虫子感到了一种本能的厌恶。不自觉的，她抓着萧炎的手便是微微用力。远古噬虫乃是一种生活在远古的小型魔兽，其在如今的斗气大陆上近乎已经绝迹，不可探究，但在这天幕中还留有依存。它们最可怕的地方在于数量，虽然体型极小，绝大部分只有米粒左右，但它们的数量却是近乎无穷无尽，而且能够吞噬一切东西，无论是坚固的金属，还是难得的药材，亦或是各种天材地宝，甚至就连空间本身也在它们的吞噬范围之内。斗气大陆上基本没有它们无法吞噬的存在，然后它们会在吞噬过东西之后，将这一切都转化为最精纯的天地能量，然后分泌而出。以这能量金币的广阔程度，即便是一群踏入巅峰的斗尊强者，恐怕不慎之下也会被成群的远古噬虫顷刻间吞噬成一副血肉骨架。不过这对于如今的萧炎却算不上多么麻烦的存在。不说他现在的实力，万物都有相生相克的道理，具备极端毁灭性力量的异火，便是天地间最为克制这远古噬虫的东西。萧炎哥哥，我们快些过去吧，若是拖得久了，恐怕这些远古噬虫都会汇聚过来，一旦数量累积起来，恐怕会很麻烦。薰儿察觉到了金币之内有着无数细小微弱的气息，朝着二人所在的金币层面前赶来，而在他感知范围的尽头，依旧在源源不断地出现远古噬虫的气息。若是拥有密集恐惧症的人，怕是早就头皮发麻，不能动弹了。不急，薰儿，你看那是什么？嘴角微微上扬，萧炎遥遥指着面前被他轰出一道极为宽阔裂缝的金币层深处，略带些许微笑地说道。薰儿顺着他的手指方向看去，在那金币裂缝的深处，莫约100丈之远，如同翡翠色一般的金币层中心之处，有着一个拳头大小的奇异红点。若是仔细看去，甚至能够隐隐看到其中泛着流淌的荧光。那是什么？薰儿有些意外，而萧炎则是略带几分笑意，轻松地解释道：“那是远古噬虫的女皇，只不过如今还是幼体状态罢了，还未破茧而出。如今向我们靠近的远古噬虫，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保护它才靠拢过来。”伴随着萧炎的解释，薰儿恍然大悟，轻声道：“原来如此，萧炎哥哥，刚才你沿着金币走了半天，便是在寻找它吧？”薰儿虽然用的是疑问句，但是语气却是肯定了许多。而萧炎也不隐瞒，笑着挠了挠头，旋即道：“没错，此物有大用，薰儿你等会儿瞧好了便是。”听闻此言，薰儿也是微微点头，旋即美眸中泛起明光，柔声道：“好。”在二人交流之间，无数米粒大小的白色光点也是在不断的汇聚过来，肉眼可见的便是能看到刚才被萧炎在能量金币上轰开的裂缝在缓缓向着中间靠拢，看这趋势，再过个10分钟左右，恐怕就能将裂缝全部弥补。不过萧炎却并没有惊慌，
只见他屈指微弹，旋即一缕红黑色的火焰自他的指尖冒出，随后化作了一朵美轮美奂的虚幻火莲，在空中慢慢的旋转着，似乎毫无威胁。但是在他每一轮转动的时候，都能看到周围的空间在不断的破碎愈合。去吧，萧炎轻轻的开口，那枚红黑色的火莲便是化作一道流光，撞入了能量金币当中。在距离能量金币还有3尺左右距离的时候，只见那足以承受高星斗尊强者全力一击也不破碎的能量金币，竟然直接被生生蒸发成虚无。而红黑色的火莲也不加速，就宛若游山玩水的旅人一样，轻描淡写的以固定的速度，缓缓朝着金币中迈进。速度虽然不是很快，但却毫无阻碍的在金币层当中开阔出一片足以容纳2人并肩通过的隧道。嘶嘶嘶！无数远古噬虫想要阻止黑红色火莲的迈进，但是不论他们如何行动，怎样将能量覆盖，亦或者是如同飞蛾扑火一样成片成片的冲进去，但却在那股不声不响的毁灭性高温下，当即化作灰烬飘散。就这样，黑红色的火莲生生地打穿了整座能量金币，人为制作了一个足以2边互通的隧道。而在隧道壁上还有着点点遗留的黑红色火焰燃烧，将之覆盖其中，阻碍着金币的愈合。走吧，薰儿。萧炎微微一笑，便是拉着薰儿走入了那隧道当中。黑红交织的火焰犹如迎来了他们的皇帝一般，在这一刻变得异常乖巧。2人所经过之处，悄无声息地退避开来。就这样，萧炎带着薰儿毫无阻碍地走到了那翡翠一般的金币边上，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个满意的笑容。随后轻轻一握，便是连带着一大块能量金币，将那枚远古噬虫黄卵拿在了手中。带着薰儿，2人迈步走出能量金币层，顿时一片望不见尽头的灰色大地便是映入2人的视野当中。这边是天幕第3层吗？这片大地极端的辽阔，一眼望去甚至是看不见尽头。这里并没有缭绕着太过浓郁的能量雾气，但当萧炎他们脚掌踏在此处时，却是能够感觉到一股股精纯的能量正在源源不断地顺着脚掌心渗透进他们体内。这天幕第3层的修炼效率远非前2层可以比拟，在这里修炼1天，便是至少相当于前面3天的时间。即便是不寻找能量晶核，光是普通的修炼，想必也能得到不错的修炼效果。薰儿伸出手来，捞起一大团犹如实质一般的能量雾气，感受着其中相当浓厚精纯的天地能量，略带几分欣喜地说道：“嗡嗡嗡！”然而就在这时，在他们的身后却是忽然有着强烈的空气震动声传来。2人回头望去，却看到了那能量金币层当中有着一大股白色的浪潮疯狂地冲出。薰儿脸色微变，想要拉着萧炎退后，避开远古噬虫的追击，然而萧炎却是轻轻按住了他的手，轻声说道：“无妨，他们过不来的。”就在萧炎话音落下的刹那，白色的浪潮铺天盖地地冲了出来。然而就在这群远古噬虫刚刚冲出能量金币的刹那，爆射而出的动作却是戛然而止，清风拂过，便是看到一团白色的粉末飘扬。因为天幕法则的缘故，远古噬虫只能在能量金币当中生存，一旦离开便会直接死亡。在接下来长达半分钟的时间当中，源源不断的远古噬虫从能量金币中飞出，然后化作深白色的粉末飘落而下，在地面上都累积了厚厚的一层，足有2-3尺厚。看来这虫皇对他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啊！薰儿略微感叹道。而萧炎则是歪了歪头，轻笑着说道：“无主的天才地宝，我不过是运气好而已。况且，即便失去了虫皇，他们也不会灭绝。这样大数量的基础下，远古噬虫肯定不止一位虫皇的存在。”随后，萧炎像是带着几分感慨地说道：“对于这些在天地间需要长时间累积才能形成的天才地宝，最好留之一线，算是为了自己讨个好兆头吧。或许1000年之后，这些远古噬虫群中还会诞生新的虫皇。若是我仗着实力横扫全部金币，将其中所有的虫皇取走，恐怕这处远古噬虫就要全部灭绝了。这也是我的老师以前教过我的道理。不过想来也是很正常。”听闻萧炎的感慨，一旁的薰儿则是掩嘴轻笑，旋即道：“听闻萧炎哥哥这般说，我倒是也想见见那位闻名大陆的要圣者了。能讲出这般话语的他，一定是个很有大智慧的人。”听闻薰儿的话语，萧炎的脸上也是带着些许微笑，心情愉悦了不少。只见他微微点了点头，旋即轻声道：“下次有机会，我带你去见见他，想必老师也会很高兴的。”莫约半分钟的冲击过后，那些远古噬虫见到无法挽回虫皇卵，也没有再做无谓的挣扎，而是缓缓缩了回去，消失隐藏在了金币层当中，开始休养生息起来。萧炎也是轻轻招手，将那依旧残留在通道中的黑红色融合异火收了起来。融合了4种异火的融合异火，在萧炎如今实力之下施展，其威能的恐怖程度足以焚天逐海。若是将之残留下来，恐怕这个通道在未来数百年内都会无法愈合，化作一道火道。做完这一切后，2人也是联袂离开，而萧炎也是朝着一处方向带着薰儿赶去。苍茫的灰褐色大陆之上，淡淡的能量雾气随风飘动，给予人一种十分神秘的感觉。嗖嗖，忽地2道破空声传来，
顿时在那天空的雾气被搅动，翻滚了起来。还不等仔细看去，两道身影便是并肩冲破了雾气的所在，朝着远方大摇大摆地飞去。唰！忽地，空无一人的大地之上，陡然间传来一道劲风，紧随在其后的便是一道耀眼的斗气匹练，带着骇人的威势，自下而上，朝着上方轰去。而在那斗气匹练之后，有着一道能量体，眼神中带着凶悍的杀意，朝着二人所在轰去。观其气势，怕是已经踏入了半圣层次。然而，面对这道攻击，高空上的两人却并不在意。就在攻击即将抵达二人的身前的刹那，只见那黑袍的男子屈指微弹，一缕劲风便是自指间撞出，迎着那道斗气匹练轰去，将之从中间生生截断。随后在那能量体惊恐的面容中，飞速地穿过他的头颅。唰！能量体在清风的吹拂下，凭空消散在半空中，而一枚足有鸭蛋大小、还泛着荧光的能量晶体也是掉落而出。另一边的青衣女子轻轻一招，便是将那枚能量晶体拿到手中，随后存放在纳戒当中。呼，这一路上来，这是遇到的第11个半圣能量梯了吧？天幕第3层果然十分危险。青衣女子叹了口气，轻声说道。而一旁的黑袍男子却是遥遥看向远方，随后带着几分笑意的述说道：“距离萧玄先祖的遗迹很近了，薰儿，我们加快点速度吧。”薰儿微微点了点头，萧炎则是拉着他柔弱无骨的小手，二人的速度再度暴涨了一个层次，眨眼间便是跨越天空，在半空中化作了一个小黑点，随后消失不见。在他们离开后，莫约10分钟之后，一道血红色的能量人影却是凭空自大地之上冒出头来，擦了擦额头的冷汗，旋即低声道：“这两个怪物，还好我没对他们动手，这傻子死得不冤。”没有去管那里发生的插曲，有着前世记忆的萧炎轻车熟路地带着薰儿前进着。莫约在1刻钟后，二人的视野尽头出现了一座巨大的古老石碑，这座石碑孤零零地矗立在这片漆黑的区域，孤独而寂寥，仿佛永久长存一般。咦？忽地，一道弥漫着古老味的淡淡声音，略带几分惊疑的在这片空间响起，周围一切还在流动的能量霎时间停滞了下来，周围的时空旁若凝固了一般。就在这近乎静止的世界当中，两人面前的虚空陡然间泛起些许涟漪，随后一道身着淡青色衣衫的身影便是这样悄无声息地浮现。他的出现并没有引来任何的异象，甚至就连那身躯都有些虚幻透明，看上去仿若弱不禁风的模样。但是萧炎却是深深地感知到，他仿若就像是这片天地一样，举手投足之间便是有着惊人的伟力。青衫男子回过头来看向萧炎，在那显得甚至有些普通的面容上能看到些许坚毅，黑发披肩，漆黑如墨般的双眸中蕴含着点点星光，透露着一种别样的魅力。小子，你的身上有着熟悉的味道啊。青衫男子双手抱在胸前，一手摸了摸下巴，饶有兴趣地看向了萧炎。莫约半分钟过后，才将视线从一旁的薰儿身上扫过。古族的神品血脉，倒还真是相当难得，这么多年来总算再出现一个了。见到面前并没有什么架子的青衫男子，感受着身体内涌动的血脉在不自觉地奔涌流转，萧炎也不敢懈怠，当即便是深吸一口气，双膝跪地，行了个萧家当中最为隆重的大礼，道：“不孝子孙萧炎，见过先祖。”听闻萧炎的这般话语，青衫男子也就是萧玄当即便是嘴角上扬，微微一笑，眼神当中有着些许的欣慰，些许的解脱，随后便是伸手将跪拜于虚空之上的萧炎扶了起来，旋即感慨道：“萧炎，好名字啊！这么多年的等待，萧族总算是有人来了。晚辈古薰儿，见过萧玄前辈。”一旁的薰儿见到萧炎被扶起来，也是毕恭毕敬地对萧玄行了个大礼。他很清楚，面前的这个看似温和的青衫男子，当年究竟是一个怎样的传奇人物。小丫头，你的血脉当中有着古猿的味道。萧玄轻轻抚摸的了一下下巴，旋即略带几分笑意地看向薰儿，眼神中带着些许的愉悦。而薰儿则是略带几分忐忑的躬声回复道：“古猿是我的父亲。”再怎么说，萧玄也算得上是萧炎的长辈，而且还是辈分大到好几页族谱都写不完的那种。他和对方的初次见面，自然是有些忐忑的。更别说薰儿自己捋了一下，若是从上一辈开始计算，他自己的辈分好像和萧炎差的有一点大。萧玄身为过来人，又怎能看不出薰儿的胡思乱想？当即便是别有意味的笑道：“原来是那个家伙的女儿，难怪会具备神品血脉。不过看样子像是便宜了我萧族后辈。”一时间，二人都是有些红了脸。萧炎则是连忙轻轻咳嗽了一声，旋即道：“先祖映照过来的不过是一具投影吧，我等不妨见面详谈。”萧玄则是带着几分意外地看向了萧炎，随后像是意识到了什么一样，当即轻笑着点了点头，旋即便出言道：“跟我来。”两人跟随着萧玄再度向着墓碑飞去，在抵达墓碑所在之处后，萧玄便是负手缓步向着其中走近。当身躯触碰到墓碑的时候，原本便是有些虚幻的身躯当即便淡了几分，随后消失不见。见状，萧炎也是缓缓吐出一口气，随后拉着薰儿，学着萧玄的模样朝着墓碑迈了过去。他能够感受到
一股奇异强大的空间之力就藏在墓碑的周围，其坚实程度超越了萧炎这一世的所见，带着相当强烈的针对性，像是防备着某个人一样。这边是天幕之灵针对萧玄先祖的手段吗？走进墓碑之后，光华消散，萧炎二人便是看到了一处古老的大殿，而在大殿的前方中心，身着青衫的萧玄负手而立，在他的面前则是有着一汪水潭，其上飘荡着朵朵莲花。感知到二人进来，一声微不可见的轻叹声落下，萧玄转过身去，就这般盘膝坐下，微笑着看向二人，旋即道：“我一个早死之人，这里并没有什么身外之物，坐吧。”二人照坐，旋即萧玄则是轻声开口，言语间带着些许不易察觉的颤抖，道：“给我讲讲如今萧族的情况吧。”听闻萧玄的话语，萧炎也是轻叹一口气，旋即猛然抬起头来，沉声道：“先祖，如今萧族已经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有萧家。”旋即萧炎便是将他所知道有关萧族如何没落的情况全部说出，包括前一世的诸多记忆，这些都是古族也不曾知晓的心秘，即便是轩儿也听得一愣一愣的。不过萧玄先祖，您那一辈的存在倒是不曾全部陨落，还有一位萧族的前辈如今尚存，但是处境却不太好。听闻此言，萧玄则是猛然抬起头来，眼神中露出一抹惊芒，连忙道：“是谁？”萧炎则是轻轻吸了一口气，他决定将许多是藏在心底很久的事情和盘托出。在这里，两人，一个是萧家的先祖，另一个是自己一生的挚爱，都是可以相信之人。他抬起眼来，面容不似作假，沉静心神，将一些只有自己才知道的秘密沉声道出：“萧晨老祖，血府萧晨。”听闻此言，萧玄总算是了解了什么，原本挺直的背当即佝偻下来了几分。只有这个时候，萧炎才能看出这位在斗气大陆上留下了赫赫声名的传奇强者眼底深处流露出的愧疚和疲惫。不过萧晨先祖的状态并不怎么好，如今的他应当还被困在净莲妖火制造出的幻境当中，处于半人半傀儡的状态。净莲妖火入口处，很多人都在盯着，我找不到进去救人的机会。萧炎叹了口气，缓缓说道。而萧玄也是长叹一口气，眼神中带着思索的感慨道：“活着就好，当年的人总归还是有活着的，总算是还留下了几分希望。毕竟那是净莲妖圣作化之地，以你6星斗圣的实力，想要闯入进去，确实是相当困难。”萧玄点了点头，旋即一番话出口，当即便是道破了萧炎如今的实力。一旁的轩儿则是瞪大了眼，看向了萧炎，又看向了萧玄，就这样经历过几个来回之后，这才揉了揉额头。刚才两人交流的信息让他受到了些许冲击，当然更是萧玄的那一句：“以你6星斗圣的实力，自己离开迦南学院也就3年多一点的时间吧。”还是说已经过去了30年，而只有自己以为是3年？虽然一向对萧炎抱有十足的信心，但他确实没想到，如今的萧炎竟然有着这般恐怖的实力，即便是古族内部能够稳压如今萧炎之人，也是屈指可数。如今我的实力还是不够，纵然知道一些事情，但却无法阻止。譬如这一次魂族覆灭灵族，我根本无法插手。有些郁闷的萧炎却是将此事和盘托出，当即轩儿便是再度错愕，而萧玄则是眨巴了几下眼睛。对此虽然有些意外，但是在思绪转过之后便是了然了。当初魂族覆灭我萧族的时候，我便意识到了他们可能有些谋划，之后更是告诫了古元一番。不过现在想来，怕是他并没有将之放在心上。萧玄有些感慨道。一旁的轩儿则是有些弱气的开口，为自己的父亲找不到。这些年来，父亲并未放松过对魂族的警戒，不过族中很多东西并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萧炎和萧玄听闻此言，有些不置可否，对此事也不曾发表看法。古元纵然强横，但是凭借他一个人的力量，想要调查出魂族的密谋，可是颇有些难度。换句话说，若是能被古元轻松调查出来，那么魂族的千年谋划还算得上台面吗？曾经和这个难缠的对手交过手的萧炎，自然知道魂族的狡诈险恶，以及他们永远都有着的备用计划。即便是当初自己通过驼舍古地留下来的传承破入斗帝境界，魂天帝却依旧留了一手曾经过斩杀斗帝强者的斩地鬼血刃。对于这个永远都保留着最坏打算的对手，萧炎从来不会轻视对方，每一次打击都是不遗余力的竭尽全力。顿了顿，萧炎则是扶着额头，继续开口道：“魂族拥有着吞灵族的传承，这些年来的血脉延续便是依靠吞灵族的手段。除此之外，他们还在想办法积累驼舍古地狱。”萧炎将自己知道的绝大部分有关魂族的情报都和盘托出，听得萧玄和薰儿一愣一愣的。显然这些消息有很多已经不是他们可以理解的了。算了，这些事情已经跟我这个死人没有多大关系，接下来的事情都是你们年轻人需要努力的地方。萧玄感叹一番后，旋即有些释然了。属于他的时代早已经过去1000年，当初的对手朋友依旧，然而他自己却是已经化作了一缕残魂。当初过于自负，做出了那个决定，险些将整个萧族埋葬。但幸好如今却有着这般优秀的后辈弟子出现，或许自己也该做些什么了。这道残魂留在这里，不就是为了这一天吗？
轻轻打了一道响指，萧玄身后的水潭陡然间转化了模样，原本清澈的水流消失，而在其上悬浮的朵朵莲花，在这一刻却是陡然间绽放，随后融化，红芒绽放。萧玄原本还算年轻的容貌，这一刻确实显得苍老了很多，就连头发也是化作了花白模样。而在他身后，原本的水潭却是化作了一座血池，其中充斥着浓郁的血色能量，澎湃的血脉之力让萧炎体内的血脉不自觉地激荡起来。这些是我当年残留下来的一些萧族血脉，我已经是雀，但幸好还有着你的存在，我相信你会做得比我更好。进入池中进行换血，激发你真正的潜能吧。听闻萧玄的话语，萧炎却是并没有那么激动，而是带着几分感慨地望向了这位萧家的先祖。无论是前世还是今生，他都做出了这般决定。纵然他自认为有愧于萧族，但是这一刻的他却竭尽了他全部的所能。呼，萧炎深深地吸了口气，随后沉声开口道：萧玄先祖，你已经付出的够多了，我不想再看着一位长辈离去。听闻着萧炎的话语，正当萧玄想要劝慰他几句的时候，萧炎却是再度开口道：若是我说我有办法让您复活呢？听闻此言，萧玄当即微微一愣，就连一旁的轩儿也被镇住了。若是萧玄真正意义上的复活，那么带来的威势恐怕……一想到这里，就连轩儿也是微微的悸动起来。而萧玄先是错愕了一瞬，旋即笑着摇了摇头，微笑道：现在的我不过是一缕残魂罢了，只能在天幕之中飘荡，一旦出去外界，瞬间便是会灰飞烟灭。听闻此言，萧炎却是摇了摇头，当即低喝道：不，那不是您的原因，而是如今天幕之灵的问题，它早已经篡改了天幕原本存在的目的。除此之外，您的灵魂虽然残破，但是本质并未彻底受损，灵光依旧存在，便是有着办法再度恢复。萧炎述说着，潜意识的他成功的踏入了斗帝的境界，自然知道那个等级的玄妙。站在那个高度往回俯瞰，便是可以察觉到许多曾经的手足无措的难题有着怎样的解决办法。望着依旧有些迟疑的萧玄，萧炎决定对其下一记猛药。当即他便是一手点向眉心，随后指向了萧玄，一点灵光从指尖飞出，萧玄下意识地将之接过，在接触到的一瞬间，便是许多场景浮现在了他的眼前。只见两尊难以想象的万丈巨人遥遥对峙，气息激荡间便是天地破碎，一拳一脚的交锋，余波便是轰碎了万丈虚空。即便是他的全盛时期，也无法企及这个境界，只能仰望这等伟力，目光下意识地扫向两尊巨人的脸庞。在看清他们样貌的刹那，萧玄顿时愣住了。萧玄神色有些复杂地睁开双眼，看向了面前的青年。刚才的一幕幕景象在他的脑海中再度浮现，那是幻境。有一个瞬间，萧玄甚至在怀疑这一点。不过这个念头在他的心底不过存在了数秒之后，他便是将之直接抛弃。因为那种天崩地裂的场面，那种气息的冲刷，若不是真正见过，甚至踏足到那个境界，是不可能展现出来的。排除了一切可能性之后，答案也指向了那个最不可能的选项。面前这个萧族后辈真的抵达过斗帝境界。看向萧玄不断变化的神情，萧炎则是在心底暗叹一声，随后将那个曾经对药老诉说过的理由再度说出口，沉声道：先祖，我曾经做过异常光怪陆离的梦境，那个梦境仿若真实的一样，在那里我经历了一生。之后我恍然惊醒，开始还以为那不过是南柯一梦，但在之后我却发现，我所经历的事迹发展几乎和梦里一模一样，即便是到现在也未曾出错。听闻萧炎的述说，萧玄也是缓缓点了点头，带着些许释然，像是想起了什么，开口道：原来如此，没想到世间竟然还有这种奇遇。萧玄有些感叹道：他当年为斗气大陆的至强者之一，为了突破斗帝境界，延续家族血脉，走遍了整个斗气大陆，却也未曾所获。那些曾经过去的斗帝强者们，却是一个个都凭空消失了一样，这也让他的心底有了些许的不安。当萧玄累积了萧族当时全部的血脉，想要强行破境之时，那一刻他才意识到了，他以及那些同样被止步于斗帝之前的强者们所欠缺的，并不是什么血脉，也不是斗气的积累、灵魂的蜕变，他们所欠缺的只有一种事物，那就是元气。只不过当意识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为时已晚，因为强行突破失败，萧玄本人受到了难以挽回的重伤。而当时的萧族也为了给萧玄创造机会，聚集了近乎全部的血脉力量，陷入了空前的虚弱状态。在那个时候，他们被魂族抓住了机会，从此萧玄陨落，萧族被灭门颓废至今。即便是有着古族的照顾，在萧炎崛起之前，最强者不过是几个大斗师。种种思绪从脑海中飘过，萧玄的眼眶有些湿润了。就在这时，他看到了面前的青年，面容坚定、自信而又淡笑着说道：这些都交给我吧。萧玄仿佛又看到了曾经的自己一样，也是那么耀眼，意气风发，背负全部人的希望。好，萧玄重重的点了点头，不过随后又对萧炎沉声道：不过这先要你从这血池中出来再说。萧炎感受着血池中浓郁的血脉之力，
他体内自身流淌的鲜血也在不断的悸动，感受着那种奇异恐怖的力量，体内的血脉在这一刻欢呼雀跃了起来。没有丝毫犹豫，萧炎一步踏出，便是迈入了那血池当中，随后缓缓走到了血池中心，盘膝坐下，任由那满池的鲜血盖过头顶。血池在萧炎进入的那一刻，便是剧烈的波动了起来，一道道细若游丝的血色能量，如同穿梭不停的细针一样，狠狠地对着萧炎的全身各处刺去，最后撞入毛孔当中，冲入他的体内。那种穿透全身的剧痛，即便是具备大毅力、常年断体之人，也会头冒冷汗，撑不了一时片刻，便会双眼一黑晕倒过去。若是一个普通人，恐怕在接触到的刹那，就会被那力量冲刷成为一个傻子。感受着陌生而又熟悉的剧痛，萧炎轻轻倒吸一口凉气。不过他却并没有再度做出更多的反应。血脉的冲刷虽然很是疼痛，但是对于萧炎经历过的来说，却还是差上不少。前一世，萧炎一路上走来，哪一次不是险象环生，数次异火的吞噬，强行忍受天地间最具备毁灭性力量存在的灼烧？即便是这样的荆棘道路，萧炎都走了过来，如今还会惧怕一个血脉冲刷吗？薰儿略显担忧地站在血池边上，望着血池中心，在那里的下面有着一道人影。一旁的萧玄则是不住地点了点头，轻声道：“不用担心，以萧炎的毅力，这些对他来说不过是小小的考验罢了。不过古族的丫头，等一会儿可能还需要你帮个忙。”听闻此言，薰儿点了点头，轻声道：“薰儿任由萧玄前辈嘱咐，只要是有关萧炎哥哥的事情，我都义不容辞。”听闻此言，萧玄则是用奇异的目光看了薰儿一眼，随后一手抚摸着下巴，有些感慨地说道：“古元那家伙怎么就能生出你这样的好女儿？真是不可思议啊！”吐槽了一句，萧玄又将目光投向了血池当中。在他的感知中，萧炎的气息已经开始衰弱了起来，这是换血的必要过程。放心，肯定不会为难你的。就这样，时间一天天的流逝，眨眼间，萧炎已经在血池当中待了半个月的时间。萧玄和薰儿几乎是眼睁睁地看着萧炎原本还算精壮的肉身变得如同皮包骨头，干瘪的就跟木乃伊一样。薰儿的心底几乎是犹如刀割一般，任谁看到自己心上人变成那般凄惨的模样，自己却只能看着，心里恐怕都不好受。差不多了，小丫头，我需要一点你的血脉。一旁的萧玄长长叹出一口气，沉声道：“这个设想，自从萧玄被困在天幕当中的时候，他便一直在构思，要制造出最完美也是最接近斗帝的血脉。如今萧炎的实力比他预想的还要高，这个猜想总算是有了可以实现的契机。”好，薰儿没有丝毫犹豫，当即便是伸出手来，将洁白的皓腕划破，顿时一道血痕浮现，一滴滴发散着温润荧光的鲜血顺着手掌滑落，浮现在他的面前，汇聚在一起，凝成一个小血球。当足有小半个拳头大小的血球凝聚好后，脸颊有些苍白的薰儿这才止住了自己手腕处的伤口，将之递给了萧玄。小丫头，我代萧炎和整个萧族先行谢过。萧玄面色凝重，对着薰儿抱拳道：“他知道斗帝血脉对于远古八族的人来说有多么重要，每一点顿时都让他们痛心疾首。如今薰儿能够调动这么多，已经是颇为不易了。小丫头，你先下去好好休息吧，这里有我。”萧玄轻轻地说道。薰儿将目光投向了血池中心，深深地凝望了一眼，嘴角露出了一抹柔美的笑容，退离开来。他消耗颇大，急需要闭关，否则这将会对薰儿造成难以想象的影响。薰儿离去之后，萧玄将目光投向了血池中心，双手闪电般的结出了数个玄奥的印记，随后低喝一声震起，无数六芒星凭空浮现，周围的空间传来波动，而在萧玄面前悬浮的血球也是缓缓向着血池中心推进，随后落入其中。伴随着萧玄的动作再度出现变化，那些血池当中的能量则是在不断的朝着如同干瘪尸体一样的萧炎体内汇聚过去。已经到了这个时候吗？血池当中，萧炎陡然间睁开眼睛，一抹金光从中射出，任谁都没有想到他竟然还醒着。自从重活一世，这还是他第一次陷入了如此虚弱的境地。不过萧炎却并没有多做抱怨，而是手指微微拂过，湛蓝色的那戒上微光闪烁，顿时数只小玉瓶便是落入了他的手中。先祖的想法固然很好，但这般融合之下缺少了一定的媒介，血脉平衡之下定然会出现问题。况且这也不是最强的血脉。血池中心底部感受着不断进入体内的血脉，萧炎缓缓轻叹道：“有着这般计划，他对此确实早有构思。前一世他利用的是远古天皇、萧族以及古族三族血脉之力融合成型的特殊血脉，但这一次他却谋划更大。在那玉瓶当中，除去已经开始向着远古龙皇蜕变的紫炎的鲜血，还有老龙皇竹坤的精血，以及部分彩灵的精血。前两者都是不下于斗帝血脉的至强血脉，后者更是一旦遇到九彩原石，便会蜕变成超越远古天蛇的最强魔兽的血脉，再配合上萧炎为此专门配置的药液，这一次他继承血脉之后的收获将会远远超过前一世。
伴随着萧炎的动作，3滴盛放在玉瓶尿液当中的精血滴落而出，伴随着血池能量的涌入，一同进入萧炎的体内。当整个血池的能量全部进入萧炎的体内之后，他的身体当中强横的气势也是不断迸发而出，多种狂暴的血脉想要互相攻伐，不容彼此，但是却在强大的灵魂两压迫下逐渐融合一道，完美的形成了一个在萧炎体内流经的循环。在循环成型的那一刻，萧炎体内的气息也是同时暴涨了起来，而在他的额头上，一道道奇异的纹路也是缓缓浮现，显得颇为玄奥。8星斗尊、9星斗尊，一转、二转，萧炎的气息势如破竹一般暴涨起来，那些足以困扰诸多强者多年的壁垒，在萧炎的面前却是宛若一层纸一样，一捅就破。因为前一世已经抵达过每一个境界，再加上萧炎如今灵魂力量的强大无匹，萧炎也不需要如何去压制斗气修为的提升，因为每一步他都可以完美掌握。有着一伙的炼化提纯，他的斗气不存在虚浮这个问题。就这样，萧炎的气息逐渐暴涨，随后终于伴随着一道长啸，突破那个让无数斗气大陆上之人都向往的境界——斗圣。这一刻，如同融会贯通一般，萧炎的斗气修为也是直接突破到了斗圣的层次。虽然只是1星斗圣而已，但圣和尊之间的差距却是堪比天堑。不仅如此，斗气修为提升到这个层次，已经足以承载地境灵魂。这一刻的萧炎，足以将剩余不足一半的灵魂光团全部吞噬，将灵魂彻底修复到完美的地步。说干就干，天幕当中，时间流逝本就慢于外界，如此机会还不抓紧，那还是人吗？当即收敛气息的萧炎于虚空中盘膝坐望，心念一动，那被封锁在识海中的灵魂光团上的锁链在这一刻彻底解锁，缓缓飘向那跟萧炎长得一模一样的虚幻人影。在那道足有1000丈高大的灵魂虚影之上，原本遍体鳞伤的伤痕早已消失不见，滞留下来的只剩下了心口不远处的一道贯穿伤。散发着淡淡白光的灵魂光团缓缓飘向此处，随后在接触到萧炎的一瞬间，化作了如同水状的乳白色液体，随后融入巨大身躯的体内，而那洁白的能量却是在重塑着那道缺口。应当已经成功了才对，这个小子怎么还不醒来？萧玄有些疑惑地看向了萧炎，在血脉成功融入体内的时候，萧炎自己进行了些动作，带来的动静并没有瞒过萧玄的眼睛。本来他还想阻止，但想到萧炎之前提到过的梦境，略微犹豫了一瞬间，便是任由他动作。然而，当血脉成功凝聚在萧炎体内的时候，他的气息暴涨，在暴涨结束后也应该醒来，但这他却是直接盘坐在虚空当中，反而让萧玄也有些错愕。正当萧玄准备探查一番之际，忽地一道磅礴的力量自萧炎的体内传来，那股恐怖的力量饶是萧玄也是微微一怔，随后一抹惊喜的光芒浮现在他的眼底深处，压抑着欣喜的低喝道：“这股感觉，没错，是地境灵魂。”萧炎这个后辈，灵魂境界竟然抵达了这种高度。高空之上，萧炎缓缓睁开双眼，一抹金光从中爆射而出，磅礴的力量卷袭，下一个瞬间便是收敛进入体内。灵魂的完全修复让萧炎也有了难得的通透之感。抵达了这个境界之后，萧炎也隐隐感觉到天幕之中的一丝规律。正当萧炎想要开口和萧玄说些什么的时候，忽地一道磅礴的力量陡然间自天幕深处炸裂开来，一道冷漠中夹杂着无尽威严的声音，也是笼罩了方圆千里。是何人胆敢在天幕撒野？听得这道宛若滚滚惊雷一般的声音出现，天幕的大地之上，白色的迷雾消退，无数正红着双眼不断厮杀在一起的能量体忽地僵直了身子，停了下来。猩红和麻木的双眼中一缕波动浮现，惊讶与麻木交织在一起，形成奇特的神情。天幕之魂竟然在这一刻现身了，他究竟是为何？难道天幕之中竟然出现了一尊可以挑战他的强者吗？古朴的墓碑当中，萧玄的面色微微变化，他的目光远方，漆黑的双眸中透露着奇异的神光，仿若在这一个瞬间，他直接跨越了无尽的虚空，看到了成千上万里之外，竟然是地境灵魂。这个小家伙到底还藏了多少秘密？萧玄微微失神，苦笑着摇了摇头，旋即便是背负起双手，身形缓缓飘起。另一边，因为天幕变动而被从闭关状态中惊醒的少女正在朝着此处飞驰而来。一阵空间变换，青衣少女便是出现在了墓碑边上，连带着一同出现的还有数位神色不定、眼瞳深处满是惊慌神色的古族子弟。他们便是之前跟随在萧炎和轩儿之后进入天幕当中的古族子弟，观其气息，相比于进来之前都要雄浑上不少，显然各有不菲的收获。但他们的面容却是无一例外的震惊和凝重，不论是之前那横扫了大半个天幕第3层的强横气息，更是因为那将他们3人抓来的手段，在这股伟力面前，他们根本没有丝毫应对的手段。萧玄前辈，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回过神来的薛儿连忙问道。而一旁的古清扬等人在听到了这个名字之后，同样是瞳孔骤然紧缩，他们这才意识到，
这里还有一个人的存在。目光望去，却发现一道头发略显花白的身影正负手而立，背对着他们。萧炎的突破动静有点大了，引起了天幕之魂的注意。此地恐怕会有一场大战，接下来我要把你们几个送出去。就在萧玄对着几人述说之时，陡然间一阵凶悍的波动自远方袭来，转瞬间便是跨越了千万里的时空。刹那间，古朴墓碑周围的空间布满了裂缝，仿若下一秒就会如同玻璃一样寸寸崩碎。古青阳等人面色当即大变，他们能够感觉到，在那一瞬间，这片区域都仿佛被什么来自太古的洪荒猛兽盯上，那凶悍恐怖到不能力敌的气息让他们几乎窒息，背后冷汗直冒。哼，装神弄鬼的东西，给我滚开！一道暴喝声突然自高空传来，顿时一股同样强悍的力量爆发而出。刹那间，那片即将破碎的空间被稳固，仿若时间倒流一般，一道道足有千百丈长宽的空间裂隙，在庞大灵魂力量的压迫下，纷纷闭合了起来。一层淡淡的能量光照凭空出现，笼罩了古朴墓碑周围，将一切波动隔绝开来。这个时候，一道身影才自高空当中缓缓走下，身着黑色劲装，身形削瘦，清秀的面容中带着一丝坚毅。更为让人注意的是，在他的额头上足足9道紫金色的痕迹，构筑出了玄奥古朴的足纹。那个人是萧炎？怎么可能？古青阳惊呼道：“发生在眼前的这个景象，对于他来说，有些过于超出理解范围。”另一旁的古妖、古真也是没好到哪里去，他们呆呆地望着这一幕，似乎就连之前那股恐怖气息带来的碾压的影响也消失了。他们无法理解，这个他们不久之前才重视起来的萧炎，如今怎么已经到达了这般恐怖的地步？那个光是气息就碾压的让他们几乎无法动弹呼吸的存在所造成的影响，竟然被萧炎挡下来了。另一边，薰儿的美眸中浮现出一抹激动、欣喜的情绪，在他的心底蔓延。萧炎的目光也是扫了过来，看到了那被光照保护在其中的薰儿，面容上露出了一抹微笑。好好待在里面，他伤不了你们。声音虽然平淡，但却带着一股颇具感染力的自信，让还在紧张中的古族3人也是不由自主地放松了下来，不约而同地对视了一样，嘴角露出了一抹苦笑。嘱咐过几人过后，萧炎看向了萧玄，与此同时，后者的目光也是投向了他。萧炎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微笑，旋即道：“先祖，不若我们先联手收拾了这个家伙。”如今的萧炎在天幕当中已经将地境灵魂全部恢复，身心激荡，通体舒畅。他敢保证，这是他2世为人以来最舒爽的一刻，也是状态最好的一刻。已经恢复地境灵魂的萧炎，已经超越了7星斗圣的层次，足以和8星斗圣交手。全力之下，谁胜谁负还不一定。一旁的萧玄则是微微点了点头，旋即上前一步，与萧炎并立，仰头看向天空，朗声大笑道：“哈哈，没想到我萧玄还能有着和萧族子弟并肩作战的一天。此战过后，当此生无憾。”萧玄一边大笑着，属于他的气息也在不断的拔高。曾经属于大陆之强者的他，这一刻风姿再度展现。纵然因为之前帮助萧炎灌注萧族血脉而有些根基亏损，但这一刻他依旧傲然挺立，直面天幕中那最为强大诡谲的生灵。忽地，萧炎神情微动，抬头看向高空，只见在哪里有着一道如同大海般深不可测的灵魂波动涌现。即便是萧炎也不由得深吸了一口气，眼底深处一抹兴奋的神色浮现。这可真是一个强大的对手啊！灰蒙蒙的天空当即破碎开来，忽地无数灵魂波动飞速的传来，凝聚在一处。不消1分钟过后，一张莫约万丈庞大的巨脸忽地浮现在虚无当中，而那寸寸破裂开来的空间，蔓延开来的漆黑裂隙，却是构筑成了巨脸上的眼口鼻，显得异常骇人。万丈巨脸出现的刹那，便是转动犹如皓月一般的眼珠，扫向下方的祖孙2人。一股浩大的声音忽地传来：“新生地魂，新生地魂，你乃是生灵，天幕当中的一切当与你无关。”万丈巨脸看向萧炎，淡淡的开口，声音宏达，毫无感情波动，宛若拥有着固定程序的机器一样。随后他又将目光投向了另一边负手立于虚空当中的萧玄，冰冷声音宛若滚滚惊雷一样在虚空中炸响，在天地间徘徊。萧玄，你我素来井水不犯河水，今日之举，莫非你是想要打破规矩吗？面对一位拥有地境灵魂的强者，另一位生前曾半只脚踏入斗帝的存在，即便是已经诞生了诡异意志，足以掌控天幕中一切存在的天幕之魂，也不得不郑重对待。萧玄望着那巨脸，却是一笑，轻声道：“你的诞生本就是一种错误，想来当年创建天幕的斗帝强者，也并没有料到这里会诞生你这种诡异生灵。”萧玄的话语似乎是激怒了天幕之魂，当即便是巨脸翻滚，他猛然暴喝道：“胡说！我就是顺从主人意志诞生的，我的意志便是主人的意志。你们因为我而存在，你们就该按照我的规则来厮杀存活。”笑话！一旁的萧炎摇了摇头，
脸上浮现出了一抹讥讽的神情，看向了高空之上的万丈巨脸，低喝道：“他们不过是寄托在天幕当中的灵魂，而你却因为自己的一己私欲，扭曲了他们的神智，将古来今往众多强者的安魂地，改造成了一片独属于你的杀戮场。你敢说，这是曾经创造过你的那位斗帝强者曾抱有的意志？”萧炎的一字一句，宛若最锋利的钝刀一样，狠狠地扎在了天幕之魂的心口，每一句话都让他的表情不断扭曲，宛若陷入癫狂的边缘。该死，该死！你又懂什么？尖锐的爆鸣声自高空之上浮现，云层激荡，方圆万里之内的能量迷雾当即被这股恐怖的力量轰散，原本覆盖在大地之上的茫茫白色，在这一刻全部消退，露出了满是沧桑的大地。无数能量体在这一刻全部停止下来了战斗，全部都抬头仰望高空，在那里有着两道背对着众人的身影，正在和那恐怖的天幕之魂正在对峙。一股股波动在他们近乎麻木的眼眶中浮现。天幕当中具备灵智的能量体不多，但也不少，能够入驻天幕第3层的能量体，生前最少也是斗尊巅峰的存在，可以称为圣级的也有着许多。萧炎默默地感受着背后众多注视包含期望的目光，他知道这是那些具备灵智们的能量体最后的希望。早在很久以前，天幕不过是一个给予众多强者安眠的存在罢了。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个世界扭曲了，他们被猩红与杀戮燃烧了神智，变得嗜血和疯狂起来。即便有些强者察觉到了不对劲，前去挑战天幕之魂，但最终的结果却是被其吞噬。最终他们麻木了，不敢再有奢望，便是将神智堕落，在这杀戮中度过每一天。但在今天，那个曾经拒绝过他们请求的萧玄，以及另一个不知道姓名几何的年轻强者，却是站了出来，要对天幕之魂动手。这一刻他们都激动了起来，麻木的心也动了起来。他们是人，不是只懂得杀戮的畜生。我便是天幕，我的意志便是主人的意志，既然你们找死，那我就成全你们。天幕之魂发出咆哮，当即斑驳却又深不可测的灵魂力量宛若泰山压顶一般，至高空砸落而下。萧炎的眼神一凝，即便如今他已经恢复到了完全状态的地境灵魂，但若纯粹的灵魂力量比起天幕之魂来说还要少上不少。千万年来的累积不断吞噬炼化，让天幕之魂的力量累积到了一个恐怖的程度。不过也幸好，因为他不是通过自己走到这一步，那灵魂力量上却满是斑驳和繁杂，和萧炎那纯粹的灵魂力量并不相同。给我破！当即萧炎发出一声低喝，在他的识海当中，那盘坐在一片汪洋当中的万丈人影起身站立，发出怒吼，顿时漫天磅礴的灵魂力量凝聚出现，足有300丈庞大的厚重灵魂巨齿出现在了虚空当中，宛若实质一样横在了萧炎和天幕之魂之间。不，还不够，这些还不足以挡住他。萧炎发出低喝，心神再度移动，额头之上属于萧族族纹的光芒当即暴涨起来，他的气息也再度提升了一个台阶。与此同时，4团青、蓝、虚幻、漆黑颜色的火焰自萧炎的体内飞出，化作火焰锁链，覆盖在了灵魂巨齿之上，随后蔓延开来。刹那间，一柄燃烧着火焰的厚重骨齿出现在了虚空当中，随后迎着那天幕之魂生生拍去。前一世我跨入斗帝之境，习得一朝一火亘古齿，如今纵然无法匹敌那等威能，但这模仿而出的熔火斩圣齿，就拿你来开刀吧。萧炎用只有自己才能听到的声音低吼道，恐怖的巨齿当即轰在了天幕之魂的身上，二者撞击在一起，顿时发出惊天的爆响。刹那间，一圈恐怖的气浪涟漪自二人交击之处扩散开来，横扫过方圆100里之内，将一切都震成粉末。萧炎的身形猛然下压数十米，整个人不自觉的后退，每一步踏出，空间都会爆出一团漆黑的虚无，而天幕之魂也是被巨大的后坐力震得向上抛飞。电光火石之间，二人便是交手一轮。下一个瞬间，萧玄的身形猛然出现在了天幕之魂的面前，手中奇异的火焰浮现，顿时一柄足有100丈之长的火焰长矛浮现，随后闪电般的朝着万丈巨脸刺去。嗖！破空声传来，紧接着便是狠狠地扎在了天幕之魂的巨脸上，宛若干柴遇到烈火一样，长矛上沾染的奇异火焰弥漫，转瞬间便是将天幕之魂的脸上烧出一大块虚无。轰！不过天幕之魂也是发狠，躲避的同时也是轰出数道恐怖至极的灵魂冲击，将萧玄轰退。呼！萧炎轻叹一口气，眼底深处燃烧起一缕灼热的火焰。天幕之魂多年以来累积的实力不是盖的，即便只有魂体，他如今的实力也绝对不会比任何一个8星斗圣差，甚至在萧炎的感知当中，比起古族的那名黑烟王古烈要强上一筹。若是此时此地单单只有萧炎，亦或者只有萧玄一个人，顶多与其平分秋色，若是想要将之彻底镇压，恐怕也得付出燃烧灵魂的代价。但幸好这次有这2个人。前一世萧炎的遗憾有很多，萧玄彻底消逝便是其中一件。
原本已经将剩余全部的萧族血脉传承给萧炎之后，萧玄便可以在天幕之中长久，天幕之魂与他井水不犯河水，完全没有动手的必要。但因为魂族的动作以及萧炎本身实力的不济，他再度进入天幕当中寻求这位先祖的帮助。而萧玄那个时候却已经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来的了。最后的最后，为了帮助萧炎再度提升一把，他选择了燃烧自己的灵魂，与天幕之魂同归于尽，抽取其灵魂本源，帮助萧炎突破地境灵魂。为了帮助萧炎这位萧族最为优秀的后辈，萧玄奉献了自己的一切，这在萧炎的心底留下了深深的印象。他曾发誓要利用那仅存的一点灵魂光点，想办法让萧玄复苏，但自己却倒在了与魂天帝的最终一战上。如今重来一世，萧炎又怎会让前一世的遗憾在眼前再度重现？这一次，先祖的结局就由我来改变。当即，萧炎发出一声沉闷的低吼，识海当中那身高万丈的灵魂巨人，其身上再度爆发出温润玉如一般的光芒。而萧炎的身前，那四色异火构筑而成的巨齿，在这一刻爆发出凶悍的气息，周围的温度疯狂的提高，周围的一切都被那极致的高温焚烧，化作灰烬。咻！漫天的火焰当即凝实，朝着一处汇聚而去，宛若黑洞一般，黑红交织的奇异烈焰覆盖了之前的四色异火，出现在此处。之前足有300丈庞大的异火巨齿，在这一刻缓缓缩小，最后停留在只有之前1/10的大小，但是其上的气息比起之前来说要凝重足足10倍。就用这一击来葬送你，天幕之魂！萧炎冷喝道。额头之上，9色足纹爆发出耀眼的紫金色光芒，伴随着他的话语出口，那厚重巨齿宛若飞刀一样，朝着天空直接斩去，沿途留下了长长的绚烂焰痕，洒落下点点火星。可恶的生灵，就凭你也想杀我？天幕之魂发出凄厉的暴喝，声音宛若滚滚惊雷一般，震耳欲聋。万丈巨脸翻滚之间，宛若滚滚浓雾蒸腾。伴随着天幕之魂的暴喝，天际霎时间骤变，危险的灵魂波动散发开来，竟然是落下了瓢泼大雨。不，那不是雨。萧玄的瞳孔骤然紧缩，那看似在重力作用下长长坠下的雨滴，每一滴都是一柄足有100丈长的灵魂长矛。一眼望去，方圆几十里之内尽皆被覆盖其中，其数量何止万亿。每一滴雨水都足以将一名半圣级别的强者毫无反抗力的杀死。这恐怖的一幕，不论是能量体还是人类，都被深深的震撼到。不好！萧玄低喝一声，双手猛然结出印记，顿时在他周身的奇异火焰再度扩张，随后纷纷凝实，宛若一个倒扣的碗，化作护罩，将方圆几十里内全都覆盖起来。天幕之魂和萧炎的全力对轰，孰胜孰负暂且未知，但这个余波扩散开来，恐怕要将方圆100里之内轰沉。在2名顶尖强者的攻击余波下，根本没有任何存在能够存活，即便是那些有着斗圣实力的能量体也不例外。就在萧玄做完这一切的时候，萧炎和天幕之魂的攻击也是撞在了一起，霎时间犹如雨打芭蕉一般，发出噼啪密集的响声。那些恐怖的灵魂雨滴想要将异火巨齿击溃，但却还未靠近，便被那恐怖的高温直接蒸发。但雨滴的数量实在太多，即便是蕴含着恐怖威能的异火巨齿，也是被这般攻势阻碍。其上燃烧的火焰也在不断的摇曳起来，无数圈磅礴的能量涟漪在半空中不断扩散开来，犹如在暴雨蹂躏下的湖面一样，毫无规则，毫无韵律，但却狂暴无匹。轰轰轰！一时间，宛若惊雷炸响，天际之上震撼的一幕令无数存在瞠目结舌。他们透过火焰护罩观察到的这一幕，足以让他们口舌干燥。萧炎他们能赢吗？望着天空中近乎僵持住的一幕，古青阳脸色震撼地问道。一旁的古妖则是脸色有些苍白，默不作声。对于他们这等年轻天才来说，这一日见到的场景已经在他们的心底刻印下了一个近乎不可磨灭的印象。会赢的！薰儿美眸中闪过一抹神光，她紧紧地盯着上空，不曾离开视线。她从来都是会创造那种不可能完成的奇迹，我相信她。薰儿的话音落下，天空中异变骤起，只见一道古朴的火焰大阵忽地凭空出现，无数道奇异火焰构筑出的视线，宛若交织在一起的网格一般，将天幕之魂那张巨脸锁在中心。什么？顺着视线望去，只见萧炎身旁，萧玄的身影不知道何时浮现，在他的手中结着一道道繁琐而又复杂的印记，一边是异火齿，而另一边又是大阵，两方围攻之下，天幕之魂只能勉力支撑。终于，他那张巨脸上浮现出了一抹人性化的惊慌，白雾不断翻滚，在疯狂的挣扎。放了我，放了我！你们要什么，我都给你们。然而，面对天幕之魂的求饶，无论是萧炎还是萧玄，都没有任何的表示，甚至就连眉头都没有眨一下。现在才认输，是不是有些太迟了？萧炎淡淡的说道。下一秒，黑红交织的异火齿冲破灵魂羽，拖拽着长长的焰浪自下而上，朝着天幕之魂斩去。
刺啦！让人牙酸的金铁交击声在高空上回荡，无数耀眼的火星洒下，形成一片火雨。啊！凄厉的惨叫自天幕之魂口中发出，而那张让人惊悚不已的万丈巨脸，此时此刻已经在一火尺的斩击下均匀的对半劈开。先祖，就是现在！一击将天幕之魂重创的萧炎并没有放松，而是发出低喝。另一边的萧玄当即手中一凝，无数交织在一起的火焰长线，在这一刻忽的倒挂垂下，当即将天幕之魂的两半脸贯穿，然后均匀切割开来。放过我，放过我，不要！天幕之魂再度求饶，但在那被分开的中心，已经可以看到一个足有丈许大小的晶莹光圈从中浮现，这便是天幕之魂的本源，也是象征着天幕掌控权的标识。给我出来吧！萧炎伸手虚握，顿时一只足有100丈庞大的灵魂巨手凭空浮现，抓住了那晶莹的灵魂光圈，将之从天幕之魂的体内生生抽出。不要！不！伴随着萧炎的加大力度，天幕之魂几乎毫无反抗力的灵魂本源被抽取了出来。当最后一丝联系也从其上脱离的时候，天幕之魂当即陷入了极端虚弱的状态。这一刻，他终于打算自爆，让断绝了他生路的萧炎和萧玄吃一击大的。但即便是这般想法，也在二人的联手轰击下破灭。最终，曾经强大的天幕之魂却只能化作一缕残魂破灭消逝。而伴随着他的离世，天幕也是短暂的化为了无主之物。曾经天幕之魂造成的影响，也在这一刻恢复原样。无数能量体身上那些让他们情绪暴力、失去理智的极端情绪消逝，阻碍了大地的能量迷雾，也在缓缓消退。苍茫无一物的大地之上，也缓缓显现出一抹生机。无数能量体感受到发生的变化，顿时热泪盈眶，激动之下，不论隔着多远，纷纷都朝着萧炎、萧玄所在的地方纷纷拜了下来。天幕之魂的灵魂本源，将之炼化，你将获得天幕的绝对掌控权。一旁的萧玄负手而立，经历过一场大战的他，脸色苍白不已，花白的头发彻底变得全白，原本凝实的身形也变得虚幻了。此物对我而言，或许只有这一个用途，但对于先祖您来说却不同。萧炎缓缓地摇头，便是将那漂浮在二人中间的晶莹光圈推了过去，随后轻笑着说道：“你比我更需要它，我不过是埋葬在天幕中的一缕残魂，而你才是如今萧族部萧家的领头人。那我就以如今萧家家主的身份，郑重地对先祖发出请愿，请您吸收这枚灵魂本源。”听闻此言，萧玄也是有些哭笑不得，他之前怎么没有发现这个后辈这么喜欢死缠烂打呢？不过对方的性子却让他很是喜欢，叹了口气，原本准备放下包袱，从此在天幕中长眠的他，似乎不得不再度背负起重担。不仅如此，未来我还要彻底复活您，对此我已经有了眉目。萧炎淡笑着说道。对于这句话，他可不是空说，因为在之后的不久，萧炎就要参与到净莲妖火的争夺当中。净莲妖火可以净化天地间万物，只要沾染上一点，无论是肉身还是灵魂还是斗气，都会被彻底净化成为虚无。但若是反过来呢？他也可以凭空利用能量，将事物还原到最初的状态，借助其神秘莫测的威能，再配合上萧炎的炼丹术，完全可以借此为萧玄重塑一具肉身。不过如今说这些还是有些远，如今萧玄的灵魂之力损耗严重，若是没有补充，甚至可能就此消散。于情于理，萧炎都不想看着这一幕的发生，所以这枚天幕之魂的灵魂本源必须由萧玄炼化。看来我是逃不出这副重担喽。萧玄啧了啧嘴，无奈地将那枚灵魂光圈接过。见到这一幕，萧炎也是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微笑。先祖先行在这里闭关，待得萧炎下一次前来，必将会为先祖重塑肉身。闻言，萧玄则是笑呵呵地点了点头，随后他的目光扫向一旁，在那里的是古清扬等人。他们你打算怎么办？天幕之魂被我等消灭，进入其中的限制被解除，随时可以往返，倒是无所谓。不过他们此行收获颇多，但却还未炼化，先祖不怕麻烦，不若留他们在这里闭关一段时间。萧炎沉吟了一瞬间，笑着回复道。听闻此言，萧玄也点了点头，随后又是带着几分调笑的扫向一旁，笑呵呵地说道：“那个古族小丫头呢？之前我在一处斗圣秘境寻得不少珍稀药材，如今刚好开炉炼药，以薰儿如今的修为，刚好可以满足。”挠了挠头，萧炎轻声说道：“对于薰儿，他早有安排。虽然以古族的条件，薰儿并不会缺少什么修炼资源，但以他如今堪比9品金丹水平的炼药术来说，足以炼制出一大批最适合薰儿使用的丹药。纵然古族身为传承至今的远古8族之一，但是萧炎却有自信，在炼药术方面，自己绝对可以称得上是屈指可数。有着自己的悉心培养，足够薰儿在这段时间里彻底恢复，并且更上一层楼。这段时间里，薰儿就麻烦先祖照料了。放心吧。”结束交流之后，萧炎回首望去，青衣少女正站在山巅，一如既往的默默看向他，绝美的脸庞上带着一抹精致微笑，发丝与衣角随着清风微微荡起，宛若翩翩蝴蝶，勾勒出一幅绝美的画卷。萧炎有些吃了，
胡弟笑了。萧炎陪伴着薰儿，再度在天幕中待了3个月的时间。这段时间当中，他们并未修炼，而是游山玩水，度过了一段十分美妙的时光。最后，在萧玄闭关的前夕，在少女有些不舍的眼神中，萧炎撕开了一道空间裂缝，离开了天幕。美人香虽好，但是萧炎知道，如今的他还不能沉迷其中，还有着更加重要的事情等着他去做。当年我炼化天幕，可是足足花费了2年的时间。不过仙祖因为本身便是天幕之内的存在，炼化速度应当要比我当年要快吧。前一世，萧炎吞噬了天幕之魂的灵魂本源后，将整个天幕炼化为己用，耗费了2年。但因为天幕内外时间流逝的情况，再加上当初古族的全力支持，外界时间不过是花费了2个月。如今天幕内外时间流速不过5倍，萧炎在心中暗自估计，恐怕也要在现实时间3个月左右的时间。因为我的提前告知，古元族长应该已经提前行动了起来，众多发展已经被打乱。从现在开始，前一世的记忆只能当作参照。心底轻叹一口气，萧炎想到，因为他的介入，许多事情已经与记忆中的发展出现了变化。若是一味的盲目自信，恐怕要翻大车。对此，萧炎抱有12分的警惕心。谁也不知道魂族究竟在暗地里藏了多少张的底牌。不过，我如今已经将受损的灵魂彻底修复。地境灵魂之下，整个大陆上对我真正具备威胁的，也只有那么寥寥数人而已。萧炎心念一动，已经回复到完全体的地境灵魂悄然发动，宛若涟漪一样，眨眼间蔓延开来。方圆万里之外，一座万丈大山凭空化作粉末。一念之间，天差地别。这边是地境灵魂。古界茫茫深山的天空之上，数道身影忽的凭空出现，凌空站立，皆是目光微微皱起，看向面前那如同水波一般涟漪荡漾的空间。发生什么事了？其中一人沉声问道，而另一旁的老者接话，低声道：“不知，但我在闭关中却明明感觉到一股磅礴的力量扫过古界，从源头来看，应当就是这里。”余下数位古族长老也是微微颔首，他们的修为尽皆在斗圣层次，任何一人放到古界之外，都能震荡中州的存在。如今却是汇聚在一个小小的山谷当中，若是有人见到这一幕，恐怕会瞠目结舌。忽地，一位中年人跨越空间，凭空出现在几人的面前，目光扫向了前方。见到他的出现，顿时那些原本还面容倨傲的长老们当即微微躬身，恭敬道：“见过族长。”来者正是古元，古族族长，也是斗气大陆上如今唯3的至强者之一。那股波动的来源应当在天幕当中，你等守在这里，我进去看看。古元话音落下，声音中带着些许沉重，毕竟在那天幕当中，他的女儿还没有出来。是，古族众长老齐声应道。古元当即一个闪身，消失在原地。下一秒，他便是出现在了斑驳的虚空当中。以他的实力，即便天幕的入口如今被封锁，也无法挡住他的真正进入。然而，当他来到这里的刹那，便是不由自主地瞪大了眼睛。一道身着黑色劲装的身影悄然伫立在虚空之内，似乎已经等待了他许久。然而更让古元惊异的是，刚才他的一番侦查竟然没能注意到对方。虽然并不是全力以赴，但以他的实力，想要躲过他的搜索，至少也要有着远古8族族长那等层次的水平。萧炎，是你？薰儿他们呢？见到黑衣青年的刹那，古元便是微微一愣，旋即便是连忙问道。纵然他对于萧炎身上的遭遇感到好奇，但是他的心中无疑是有着更关心的事情。呵，伯父莫要心急，薰儿他们如今很安全，正在天幕一处宝地闭关，有着萧玄先祖的照看，恐怕你们还要等上3个月的时间。听闻萧炎的前半句话语，古元微微松了口气，旋即后半句话则是让他再度一怔。这数百年来，天幕已经开启过几10次，但从未有人在其中见到过萧玄。不过他转念一想，便是明白了怎么回事。那便好，刚才的那股灵魂波动等等。古元注视着萧炎，略显惊讶地看向后者。刚才没有仔细观察，没有察觉，如今当年斟酌，却是发现了萧炎的不凡。你已经突破到斗圣了，那股灵魂力量也是你的？侥幸突破到地境灵魂而已。不过这件事还请伯父保密，莫要声张。萧炎淡笑着说道。听闻这般话语，古元则像是一口痰憋到了嗓子眼里，想要说话，但却说不出什么一样。萧炎的这般变化，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的预料。地境灵魂啊，那可是地境灵魂，在这斗气大陆上沾染到一个地字，又何谈容易？紧紧望着萧炎，古元不住地摇了摇头，心底有些复杂。萧炎的出现打破了他对于很多事情的看法和定义，如今他也只能感叹自己是不是老了。对了，古元伯父，在我们进入天幕的这段时间当中，远古8族有什么动作吗？魂族那边情况如何？听闻此言，古元略微有些沉默，旋即带着些许怒意地叹了口气，沉声道：“在你告知我那些消息之后，我便是联系了远古8族的各族族长，想要秘密商谈此事，一同前去灵界坐标探索一番。但没想到那帮家伙有一个没一个，全没当回事。
古元也算是大吐口水，远古八族自傲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了，数千年累积下来的传承、积累以及实力，已经让他们将大部分事情都不放在心上了。他们不认为会有什么人能够毁灭他们。呼，那还真是没辙，不把切实的证据摆在他们脸上，以他们眼高于顶的性子，根本不会意识到魂族阴谋的存在。萧炎也是摇了摇头，沉声说道：“不过计划虽然已经破产，但也算是给各族提了个醒，希望他们可以察觉到什么。”萧炎，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古元盯着萧炎说道：“以萧炎如今的实力，足以得到整个古族的重视，再加上他和薰儿之间那亲密的关系，二者可以说几乎可以说是板上钉钉的一对。于情于理，古元也需要萧炎的意见，用来应对魂族可能运用的阴谋。接下来，我打算前去净莲妖火所在的那处秘境，将之取走炼化。”沉吟了一阵，萧炎沉声说道：“这本来也在他的打算当中。早在他的灵魂力量恢复到6星斗圣的时候，萧炎便是察觉到天地间存在一处极为灼热的虚幻洞府，而且在那周围，他也察觉到了不少关注着此处的灵魂力量。因为地境灵魂的本质，萧炎得以掩藏自己的行迹，但他却知道，对于大陆上真正的强者来说，净莲妖圣的作化之地本就不是一个秘密。而且天府联盟成立，已经和魂殿展开了对垒，作为魂族的下属势力，魂殿这千年以来也是做了不少十恶不赦之事，况且他们很可能在大陆上有着其他的谋划。我打算趁着这段时间，先以雷霆之势将魂殿自斗气大陆上铲除。”听闻萧炎的话语，古元也是微微点头，不过他的眼底却是浮现出一抹淡淡的犹豫之色，旋即沉声道：“没有其他势力的钳制，恐怕你和天府联盟会很危险。一旦被魂族强者抓住机会，效仿当年围剿萧玄之际将你斩杀，即便是我也可能来不及援助。”听闻此言，萧炎也是微微颔首。对于古元所说的风险，他也知晓。不过如今已经不单单是这些方面的问题，因为萧炎做出许多与前世不同之事的缘故，尤其是之前将灵族已经覆灭的消息告知古元，促使了后者对远古八族各族进行联络警告。虽然没有达成目的，但这些事情一定会被隐藏在各族中的魂族探子得知，而这些魂族探子也一定会把消息传递回去，继而便是会给魂天帝带来危机感，促使他们将计划加速。已经达到了如今水准的萧炎，手握各种底牌，到了如今这个层次，他已经有着足够的资格和魂天帝正面打擂台。他相信，即便这次不会，那下一次他也必将会彻底落入魂天帝的视野当中。与其畏畏缩缩的发展，不若趁着魂族还在消化灵族的底蕴，以及针对其余弱小的远古八族谋划期间，再度为自己争取资源优势。和魂族对抗，哪有不危险的？我对此自有分寸。萧炎轻声说道。不过旋即，他再度补充道：“不过魂天帝那边还要请古伯父多加留心。”对于魂天帝这等层次的强者，萧炎还是有些心有余悸。潜意识的他，仗着地境灵魂以及7星斗圣巅峰的斗气修为，两者叠加足以媲美雷炎2族族长的实力。面对愤怒的竹坤时，3两招便被打得只能被迫自爆。若不是紫妍赶来，恐怕便是要横尸当场。魂天帝的修为与古元、竹坤两人处在同一档次，他们都是达到了斗气大陆如今的极限。只差一口元气，便是能够直接闭关突破到斗帝层次。以萧炎现在的实力，若是单独遭遇到魂天帝，即便是拼命，最好的结果恐怕也是重伤逃离。而且以魂天帝的性子，不出手足矣，一出手便是致命。说句不好听的，若是斗气大陆上的至强者只有一个古元，亦或者只有一个魂天帝，失去了制衡的话，他们都是可以凭借一己之力横压整个斗气大陆的存在。古元显然也明白这个道理，当即便是微微点头，旋即道：“放心，即日起，魂天帝的行踪由我亲自监控。”听闻这般话语，萧炎心里也是有了底气。二人再度交流了些许事情之后，萧炎并没有直接出面，而是直接顺着空间通道撕裂了制衡，离开了古界，朝着星界所在的方向赶去。而古元也是在原地沉思了片刻，便是离开了此处。他要去安排古族的相关事宜。魂界，羽扇纶巾的白衣书生站在山巅，原本风轻云淡的面色多了些凝重。他的目光扫过面前的数人，淡淡的开口道：“灵族中人，可有活口？”一位身着黑色衣袍的邪异男子当即冷笑一声，低喝道：“当然没有，本座亲自出手，动手之前便是将整个灵界吞入腹中，即便是有些幸运的小家伙拼死离开灵界，不过也是被本座彻底炼化而已。”萧炎推测的不错，这个时候灵界已经被覆灭，而灵族已经彻底灭族。一颗略带惊恐的头颅在地上滚了滚，被一位枯瘦的老者抓着花白的头发提了起来，阴笑道：“结，千年来灵族太过衰弱，也就这个家伙有点动手的价值。若是有远古八族之人在此，他们恐怕会惊呼出声，因为那被枯瘦老者提在手中的头颅正是灵族族长的脑袋。一族之长都被斩杀，这般残酷的景象若是出现在其他各族面前，恐怕会引起轩然大波。哼，
没有消息走漏吗？那倒是一件怪事。魂天帝的眼神微微眯起，手中洁白的羽扇淡淡的扇动，声音不夹杂任何波动的说道：“我们在各族当中的埋下的探子，前段时间不约而同的发回来信息，他们都在说，古元联系了他们各族，想要商谈一些事情。”听闻魂天帝此言，在他面前的众多魂族高层也是阴冷一笑。一位手执拐杖的老者狞笑道：“古族看样子像是察觉到了什么，不过他们肯定想不到，我魂族千年大计已经进行到了什么地步，即便是古族也不能阻止我们。”听闻此言，在座的魂族长老都不由得微微颔首，就连魂天帝的眼角也是略微舒缓。他摇着羽扇，将心底的那一抹阴霾散去。古族挡不住我们，这是事实。不过我魂族也不能将力量浪费到和他们无意义的争斗上，毕竟一旦被古族纠缠住，我魂族的千年大计必然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既然这样，那我们吞噬各族的计划也要加快些速度。对10族的布置做得怎么样了？魂天帝微眯着眼，轻声问道。而另一旁的枯瘦老者则是阴笑道：“只要虚无大人无碍，3个月内10族必亡。”中州、南域、星界上空，原本湛蓝广阔的天空上，漆黑的空间裂缝凭空出现，几乎将高空撕裂成2半。强大的吸引力自裂缝中传出，周围的气流紊乱，无数的能量物资被吸引力拉扯，朝着天空飞去。忽地，一切仿若静止了下来。那股莫名的吸引力陡然间消失，一道身着黑袍的身影从中迈步走出。在他离开那漆黑的空间通道之后，那空间裂缝则是蠕动着直接消失，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一样。星界，我终于回来了。萧炎缓缓吐出一口气，压抑下心中的那一抹期许，轻声说道。看向此地那熟悉的景象，他也是有些怀念。回到星界时，萧炎并没有隐藏气息，因此他凭空撕裂空间的做法，很快便是惊动了附近的巡视的强者。什么人？七彩的流光划过，朝着此地急速的赶来，语气冰冷，犹如银铃般清脆的声音中带着些许的警惕和杀意。远处也有着数道流光，也是朝着此处赶来。这里可星界天府联盟的大本营，强行闯入其中，与挑衅几乎无异。萧炎有些意外，不过转念一想，却又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整个人有些哭笑不得。这段时间光顾着古界那边的事情，差点把天府联盟已经成立的事情忘了，如同平时一样当做自家后花园一般进入其中，不引起骚动就怪了。我说怎么空间封锁比之前强了许多？摸了摸鼻子，萧炎有些尴尬，察觉到熟悉的气息，视线顺着方向望过去，便是看到了一抹身着华贵深紫色衣袍、身材火爆的身影。别激动，彩铃，是我。萧炎连忙摊了摊手，表示顺从。在他面前不远处停下来的身影，正是之前陷入闭关的美杜莎女王。只不过此时此刻的她，修为已经从离开加玛帝国的初入斗宗，跨越了近乎一整个大段，成功晋级到了斗尊。萧炎，是你？美杜莎女王先是质疑一声，旋即眉头微微皱起，看向后者，似乎有些不敢相信，面前这微笑的深不可测的青年，就是那个曾经的少年。这也难怪，自从激发了萧族的血脉后，萧炎的容貌也是出现了些许细微的变化，原本只是清秀的面庞，却是变得有些帅气了。不仅如此，就连气质也出现了些许变化，再加上2年中的实力变化颇大，美杜莎女王这才没有第一眼便认清对方。少年时期的模样与如今重叠，两者的身影逐渐重合，美杜莎女王有些愣住了。那个曾经还要依靠画饼来讨好自己的少年，如今竟然已经成长到让自己只能仰望的地步。萧炎则是没有太多想法，当即便是一个闪身来到了美杜莎女王的身边，随后将她轻轻地搂入怀中，轻声道：“彩铃，我好想你啊。”感受着火热的怀抱，美杜莎女王身形微微一僵，原本宛若覆盖了一层冰霜的绝美的脸上，当即浮现出错愕的神情。反应过来后，便是一抹绯红浮现。起开！当即，她便是想要挣脱萧炎的怀抱，但那看上去有些削瘦的手臂，却宛若钢铁般不可动摇。美杜莎女王有些焦急了，面色上的绯红加剧，恶狠狠地低声道：“给本王松手，不然后果自负。”听闻美杜莎女王这般，简直算得上是软弱的威胁，萧炎也是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愉悦的微笑，当即见好就收。毕竟很快便有其他强者将要赶到此处，而美杜莎女王在前期还没有真正捅破2人之间的那层窗户之前，脸皮还是很薄的。在其他强者赶到之后，2人已经分开，而其他人见到2人之间并没有剑拔弩张之后，也是微微放心，当即出声问道：“长老阁下，此人是谁？”听闻此言，萧炎却是有些意外地看向美杜莎女王，后者则是回复了之前那般高傲却又充满生人勿近的态度，淡淡的说道：“这个人我知道是谁，他没什么问题，稍后我带他去联盟总部报道。”听闻此言，看向一边挠着头平易近人的萧炎，那些强者们面面相觑，他们似乎感觉到这里的气氛有些奇怪。既然这样，我等便继续巡逻去了。说罢，几人告退，此地只留下萧炎和美杜莎2人。
美杜莎女王长叹了一口气，随后轻轻瞪了一眼身旁的萧炎，后者则是装作没有注意到，就那么双手环抱在胸前，表情充满着自信。你还知道回来啊？把我和那个女人一丢下在这里，就是整整2年。哈哈哈。哦，对了，彩铃，如今联盟情况怎么样？老师他们还好吗？萧炎打了个哈哈，忽略过这个话题。说实话，也是他有些理亏。待两女离开加玛帝国，来到星陨阁之后，他便是开始了自己的计划，反而将他们留在了此处，疏于照顾，这让原本就人生地不熟的两女在此地也是有些不自然。情况一般，还是和魂殿对峙。你那个老师如今可是个大忙人。连轴团团转轻哼一声，美杜莎女王没好气地回答道。随后她便是微微眯起眼睛，看向萧炎，眼神中带着些许危险，看得后者都有些不自然。你怎么不问问本王和那个女人这段时间过得如何？死亡问答的出现，让萧炎也有些久违的心头感到些许紧张。不过他很快便是轻声道：“抱歉，是我疏忽了。这个时候千万不要和女人讲道理。”听闻此言，美杜莎女王也没再说话，只是转过身去，出声道：“还不快跟上来！”只是她自己似乎也没察觉，相比于之前来说，她的语气已经柔和了不少。来了。知道自己已经成功过关的萧炎心底舒缓一口气，一抹欣喜的情绪浮现其中，随后连忙跟着美杜莎女王朝着星界深处飞去。这段时间以来，的确太过于疏忽他们的感受，刚好抽出点时间陪陪他们吧。回到星界的萧炎，在和美杜莎女王碰面后，第一时间便是被后者带到了天府联盟的总部。对于此地，萧炎也是有些陌生。如今的天府联盟和前世也不尽相同，如今总部的所在是在原本星陨阁所在星界的基础上，额外开辟出的一大片空间当中。在虚空中开辟工人居住的小世界这件事，对于斗圣强者来说并不算难。不仅如此，如今星界的空间封锁强度要远远超过之前。以前的星界虽然隐蔽，但毕竟还是当年药老还在斗气大陆叱咤风云的时候，与几位同样踏入转境级别的斗尊强者所布置的，足以应付斗尊级别的强者。想要强行撕裂空间进入其中，只有踏入转境以上的斗尊强者方才可以做到。虽然在当时很强，但如今要以魂殿作为对手，那可就有些捉襟见肘了。因此，药老和其他联盟的其他几位斗圣、半圣强者一道，将原本的空间锁升级了一番。如今，即便是半圣级别的强者，也难以强行撕裂空间。想要抵达星界当中，唯有真正的斗圣才能做到。萧炎见到药老的时候，后者还在扶着额头处理着事情。天府联盟作为一个容纳了斗气大陆上许多强大势力的庞然大物，运作起来必然会有着很多细枝末节的问题。譬如现在容纳了大量势力的天府联盟急速扩张地盘，在这之中却是恰好碰到了一座魂殿的分殿。双方经过一场战斗后，纵然魂殿那一处分殿被强行拔除，但天府联盟也损失了不小。如今双方正在紧密的对峙，任何一点失误都会打破现有的平衡。见到萧炎回来，药老也很是高兴，师徒二人促膝交谈了很久。萧炎把如今古族的态度以及灵族很可能被覆灭的消息告诉了药老，后者则是将天府联盟这段时间的情况告知了萧炎。如今的天府联盟已经彻底成长了起来，比起前一世的天府联盟还要强大数筹。算上萧炎的存在，如今斗圣强者已经达到了7位。不仅如此，在药老炼药术的加持下，原本卡在高级半圣层次的几位强者也隐隐有了突破的迹象。一旦成功，那么天府联盟将会拥有超过10位的斗圣强者，再加上下属的斗宗、斗尊，如今的天府联盟实力即便是放在远古种族中，也能排到靠前的名次。不过，当药老听到灵族覆灭的消息后，也是有些忧心忡忡，几番欲言又止。不过萧炎却是知道药老想要说的到底是什么。远古8族当中的药族，便是药老曾经的出身之地。灵族的实力不弱于药族多少，却是就这般毫无音讯的覆灭，就连消息都没法传递出。那如今的药族，恐怕也很是危险。萧炎知道药老想让他去警告一番药族，但是他又知道药族里面那帮人眼高于顶的性子，搞不好甚至还可能破坏如今天府联盟以及萧炎的规划。纵然他早年被赶出药族，但在心底深处，对于药族还是有着几分感情。轻叹一口气，萧炎知道药老心底的纠结。作为弟子，他自然要为药老排忧解难，更何况保护药族不被魂族吞噬，也在萧炎的计划当中。毕竟药族中人都是极为擅长炼药的存在，在外界珍贵的各种丹药，在药族中却算不得什么。这样一帮人，若是全部覆灭，那未免也太过浪费了。也罢，除去那个当年陷害老师、对其不公对待的长老之外，剩下的能拉一把就拉一把吧。萧炎在心底喃喃自语道，随后他便将这件事情埋藏在心底。如今魂族已经吞噬过灵族，短时间之内不可能再度有所动作。原本距离妖火空间的开启还有一段很长的时间，不过因为如今的萧炎收集齐全残图，这个时间也会被大大提前。在萧炎的感知中，那处灼热的隐秘空间距离开启的日子应当还有1个月左右的时间。
在这段时间当中，萧炎决定陪着两女去好好玩一玩，履行他的承诺。虽然如今空间拍卖会虽然还未开启，但是对于九彩原石的所在，萧炎已经有了眉目。不过一时半会儿，他也难以将之搞到手。但是除了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很适合美杜莎女王修炼的地方，那便是九幽地冥蟒一族所在的九幽黄泉。在那柱下，不仅有着黄泉妖圣的传承，更是有着一处远古七彩吞天蟒的巢穴所在。在那里有着近乎100道七彩吞天蟒的残骸存在，他们甚至还有残魂依存。前一世的美杜莎女王便是在那里完成了蜕变，获得了属于七彩吞天蟒一族的传承。如今想来再重复一次也不难。而在他闭关接受传承的这段时间当中，已经足够萧炎去将那9彩原石收入囊中，到时候给美杜莎女王送去便可。至于小医仙，他早已经彻底摆脱了恶男毒体的钳制，随意吞噬各种毒药，便是可以没有副作用的将修为提升。如今只需要缓步修炼，完全可以毫无阻碍地突破到斗圣层次。不过九幽黄泉之行，萧炎也决定带着小医仙一起去，毕竟黄泉妖圣的传承以及精血，那也是难能可贵之物。就这样，萧炎趁着这段空闲的时间，也是停止了修炼，陪着两女一起游玩，在短短几天之内逛遍了大半个中州南域，三人的感情又是拉近了几分。本来有些不对付的美杜莎女王和小医仙两人，或许是因为这2年间相处的缘故，比起前一世相同时期来说要好上不少，这让萧炎也有些意外。不过对此他也是欣然接受。时间缓缓流逝，很快半个月过去，伴随着妖火空间开启的时间临近，原本天府联盟和魂殿有些剑拔弩张的气氛再度加剧，双方的摩擦和碰撞也是越来越多。许多人都知道天府联盟和魂殿未来毕竟有着一战，不过现在看来，这一战恐怕要爆发在妖火空间当中。对于这座曾经留下过传奇名号的斗圣强者所遗留下来的遗迹，没有人会不心动。星陨阁一处幽静的庭院当中，萧炎、药老以及风尊者等信得过之人难得的汇聚在这里。这段时间的繁忙，令得天府联盟绝大部分人都无法轻易脱身。这段时间以来，我们和魂殿的摩擦也是越来越频繁了，足有3处联盟的下属势力同时和魂殿爆发了战斗，两边都互有胜负。风尊者端着茶杯，轻轻地抿了一口，缓缓地说道：虽然他的实力在如今的天府联盟内部不算很强，但以风尊者多年以来培养出来的管理能力，令他足以在天府联盟中获取一个很高的位置。可以说，要是没有风尊者的帮衬，药老这段时间根本无法处理这么多的事宜。若是我没有预料错，他们怕是在等待净莲妖火的出世。药老缓缓地开口说道，他的神情上带着些许古怪的神色，不仅如此，还浮现出一抹苦笑的神情。本来我还以为净莲妖火的存在很是秘密，却未曾想在突破到斗圣层次之后，实力大涨，直接隐隐察觉到了妖火空间的位置所在。为了这个消息，收集了这么多年的残图，最后却是这般结果，还真是有些造化弄人。药老有些叹息道，显然像是遭受到了些许打击，他并不知道净莲妖火残图中隐藏的秘密。对此，萧炎也没有明说，而是只见转头看向了几人，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叩响，良久后，这才轻声道：关于这件事，老师、风老，你们打算如何安排？听闻此言，药老和风尊者互相对视了一眼，前者这才抚摸着发白的胡须，沉声地开口道：以我们现在的处境，必将和魂殿有着一战，此次妖火空间内派的人必不可少，至少也要有着3位斗圣级别的存在，方才可以保证安危。但要将净莲妖火拿到手，这个力量还要往上再提升。就在这个时候，一旁的风尊者却是有些苦笑道：若是带走了大部分力量，魂殿趁着这个时机对我们发动战争，恐怕联盟将难以支撑。他们2人都有着不同方面的担忧，面对魂殿这等老牌顶尖势力的存在，联盟的底蕴还是欠缺了许多。不用那么麻烦，这次妖火空间我一人去便可，剩下的强者镇守联盟便可。萧炎十指交叉，轻笑着说道，语气中却是没有多少担忧的意思。听闻这般话语，在场几人都是有些错愕，都用有些不可思议的目光看向萧炎，而他却是依旧保持着那副轻松的姿态，笑道：相信我，起码对于此次妖火空间之行，我还是有着不小的把握。萧炎没有把话说满，但以他如今的实力，若是还按照记忆中的发展，横扫整个妖火空间不是问题。但如今毕竟不是前一世，发展已经不同，即便是萧炎也不能保证会不会出现意外。既然这样，那你一定要注意安全。药老沉默了一阵，轻声说道：放心，若势不可为，我不会强行冒险的。萧炎点了点头，随后又说道：不过在前往妖火空间之前，我要先带着彩铃和小医仙去一趟九幽黄泉。九幽黄泉，确实，你也该去哪里一趟？听闻此言，药老先是微微一怔，随后又了然。净莲妖火具备足以将一切事物净化的本能，威能鬼神莫测，即便是有着斗圣的修为，也没有多大的可能将之直接炼化，故而需要一味丹药来辅助炼化。
9阴黄泉丹9品宝丹层次，可以极大程度的削弱妖火的威能，提高吞噬成功的几率。其有一味主材料，名为黄泉血晶，只能在9幽黄泉获取。之前药老便是将这丹药的丹方交给了萧炎，如今他走这一趟，也算是一石二鸟。即便是净莲妖圣那等9星斗圣巅峰的强者，也会因为净莲妖火的暴动而陨落。虽然有着一次吞噬过净莲妖火的经历，但萧炎也对此不敢有丝毫大意。数日，待得天际刚刚明亮之时，萧炎便带着彩铃、小医仙3人动身离开星界，一路朝着兽域赶去。9幽黄泉乃是处于大地的深处，是9幽地冥蟒一族的圣地。因为其独特的功效，对于魔兽来说有着很大的益处，即便是对于魔兽突破9阶，也有着不小的帮助。只不过其中泉水阴冷，除去本就喜欢阴寒环境的蛇类魔兽来说，其他魔兽至少要抵达高星斗尊的层次，才可以考虑进去炼体。不过美杜莎女王和小医仙刚好满足这个条件。前者本就是千年难得一遇的七彩吞天蟒，后者则是更为稀有的恶男毒体。即便实力只是堪堪跨入斗尊层次，但也能够承受这般洗炼。由于并非是第一次前往兽域，如今的萧炎也算得上是轻车熟路，速度也是相比当年快上了无数。数次撕裂空间之后，当年需要花费好几天的赶路时间，却是短短2个时辰便抵达。进入兽域后，萧炎等人也未曾多做停留，而是直接赶往了9幽地冥蟒一族所在的区域。9幽地冥蟒真正的大本营乃是地底深处，至于地面上的那些，不过是有一些他们血脉的后裔罢了。9幽地渊，这是进入地底世界的一个主要通道，也是由9幽地冥蟒族所占据，因此防卫岛也算得上是森严。不过这种森严只是对于寻常强者来说而已，以萧炎如今的实力，即便是当着他们的面走进去，后者也根本无法察觉。如今算算时间，差不多也该是时候了。萧炎喃喃自语道，眼神中浮现出一抹金光，来到熟悉的地方，一道身影也是浮现在了他的脑海当中。妖冥，9幽地冥蟒一族的真正族长，当年因为其亲弟弟妖啸天的暗算，被囚禁在9幽黄泉之底，遭受无尽的折磨。前一是萧炎将之放出去，并且帮助其夺回9幽地冥蟒族长之位，也因此拉拢了9幽地冥蟒一族。这一次，萧炎也准备这么做。地底世界地形极其复杂，但是对于如今的萧炎来说，只要灵魂力量扫过，便是轻松探查清楚附近的地形。莫约花费了1个小时的时间，3人便是尽数穿过地下诸多蜿蜒，直接抵达了9幽地冥蟒的大本营冥蛇地脉。好强大的蛇人族部落，而且比起我们的部落要强大太多了。美杜莎女王有些惊讶，又是有些神色复杂的望向那冥蛇地脉下方平原上密密麻麻的蛇人部落。萧炎则是轻笑着安慰道：“放心吧，有着联盟的支持，塔格尔蛇人族迟早也会发展成这般壮大的部落。”随后，他将视线望向地脉深处，一眼仿若跨越万里空间，口中轻声说道：“如今的9幽地冥蟒一族不值得我们去拜访，等会儿我会直接带你们去9幽黄泉，准备一下。”待得2女准备完毕后，萧炎大手一挥，3人便是直接诡异地融入虚空当中，在其中漫步行走，最后进入了一道足有100丈之宽、一眼望不到尽头的黑暗深涧，在其中有着无数罡风撕扯，寻常强者光是站在这里，便是会有着体内血液甚至斗气都有种冻僵的感觉。9幽黄泉就在这深涧的下面。进入其中之后，萧炎的速度放缓了下来，莫约10分钟后，这才看到下方的地面。而在地面的不远处，一个一眼望不到尽头的巨大湖泊也是出现在了3人的面前，那阴寒的气息正是从其中激发。湖水呈现深黄之色，然而在这深黄当中，又仿佛流淌着一丝丝宛若鲜血般的色泽，显得极为怪异。这里便是传说中的9幽黄泉了。美杜莎女王狭长的美眸望着那片怪异的湖泊，其中散发出的阴寒力量，并没有让她感到难受，反而有种异样的亲切。小医仙则是摇了摇头，虽然她能够承受这股力量，但对于没有经历过萧炎前世那般痛苦的经历，还是让她感到有些不适应。你们暂且在这里等待，我去就回。萧炎微笑着捏了捏2女的手心，便是将手掌从中抽出，随后整个人便是直接进入了9幽黄泉当中。刚一进入其中，那股恐怖的阴寒力量便是朝着萧炎攀升而来，即便是以萧炎现在的斗气修为，都有一种即将被冻僵的感觉。当即他便是心念一动，体内一火催发，将那股侵入体内的寒气驱散，灵魂力量扫过后，便朝着一处位置潜入下去。浑浊的黄色湖水当中，一道身影宛若闪电一般游动，在背后拖拽出一道长长的白痕。这家伙被镇压的地方还真是深啊，还好对我来说并不算太难。前行了足足10分钟的时间，以萧炎的速度，即便是有着黄泉水的阻碍，也在这段时间内下潜了几十里的距离。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一片极其庞大的沙石地面，其上还泛着点点荧光，看上去空无一物。不过萧炎并没对此怀疑，而是伸出手掌，大手一挥，当即便是在黄泉水中卷起一圈海龙卷，无数沙石翻飞，此地彻底被清空。
4道足有人类大腿粗细的寒铁锁链浮现，牢牢地钉死在旁边散发着诡异气息的庞大石壁上。而在那锁链的中心，一道不成人形身影浮现在此处，身形干枯，宛若尸体。妖明，醒来！见到此人，萧炎当即低喝道，声音扩散开来，夹杂着莫名的威压。那道身影当即便是微微有所动静，随后干枯褶皱的眼皮猛然睁开，深陷的眼瞳突出，布满血丝，带着些许疯狂地看向声音传来的方向。在那里，身着黑袍的萧炎双手负手而立，目光平静地看向他。你是谁？干枯的身影，也就是妖明，发出了虚弱的声音。见到他这般模样的萧炎，也是有些感慨。身为亲兄弟，妖明被妖啸天囚禁在此地，封锁斗气，日夜不间断地受着无尽的折磨，反而自己的大哥二哥两人无私的付出，这般对比之下，简直高下立判。在萧炎的心底，对于妖明也是多出了一分同情。叫我萧炎便好，你便是那九幽地冥蟒一族的前任族长妖明吧？虽然是疑问句，但是其中的意思却明显是肯定的意味。听闻此言，妖明眼底的那一抹疯狂褪去，声音干枯地说道：“前任，如今的族长果然是妖啸天那个混蛋吗？”声音凄厉，虽然压抑虚弱，但是其中的那股怒气简直要冲破天际。省省力气吧，旁边的就有2块黄泉阴石，通过寒铁锁链，你的斗气被不断磨损，根本挣脱不得。萧炎淡淡的说道。而听闻了他的话语，妖明也是停止了挣扎。显然对于这一切他也知道，刚才不过是情绪过于激动的不甘罢了。你来这里对我说这些做什么？吐出一口唾沫，妖明看向萧炎，神色冷静的有些可怕，缓缓的说道。见到他这副表现，萧炎也是竖起了3根手指，提出了自己的条件，宛如前一世一样。第一，我会救你出去，不过你要将灵魂放开，让我在上面留下一道魂印，相信我的人品，这不过是留下一道保险而已。若是你不主动违背约定，我也不会触发他。第二，我会帮助你夺回九幽地冥蟒一族的族长之位，但你要在整合了族内之后，宣布加入天府联盟。第三，我需要进入一次黄泉妖圣的传承之处，以及你身上剩下的全部黄泉血晶。萧炎每说出一句话，手指都会压下一根。待的条件说完，他的手指也全部压下。这般条件对于任何一个正常人来说，何为不重？光是第一条，便是相当于将命交在了后者手中，留下魂念的一方，一念之间便是可以决定后者的生死。但对于承受了无尽折磨的妖明来说，脱离苦难和复仇，没有什么能比这2件事的诱惑力更大。只是经历了短短半分钟的犹豫，妖明的眼底便是发散出一抹红光，当即低喝道：“好，我答应你。”很好。对于妖明的答应，萧炎并不意外，因为他清楚的知道，对于陷入绝望的人来说，那一缕希望到底有多么难能可贵。妖明深深地盯了一样萧炎，深吸了一口气，眉心间光芒闪烁，随后5星的灵魂力量自他的识海涌出，最后在面前形成了一条黑色的巨蛇，这便是对方的灵魂。见到这般景象，萧炎也是嘴角微微上扬，心神一动，当即一缕炽热的灵魂力量涌出，道玄妙的纹路交织，构筑出一枚魂印，化作一道流光自眉心飞出，随后印入了黑色巨蛇的眉心。而妖明原本被束缚的身体也是猛然间剧烈抖动一瞬，显然刻印魂印对他也带来了一定影响。收起来吧。淡淡的话语中带上了一丝亲切，萧炎开口道。妖明闻言照做，黑色的巨蛇被他收入了识海。萧炎也是能够感觉到他的灵魂波动，自己只要心念一动，便是可以直接引爆那枚魂印，对于后者的灵魂造成致命打击。放我出来吧。喘了口气，妖明有些虚弱的开口道。被囚禁在这里不知道多少年，本身斗气还在不断损耗，刚才那番凝聚出灵魂来，几乎已经耗费了他一半的体力。简单。萧炎也没有多做磨蹭，当即便是虚空一抓，顿时一大团黑红交织的火焰被他抓握在手中，随后他猛然挥动手掌，大片的火焰顿时飞出，刹那间便是将周围阴冷的黄泉水蒸腾，冒出无数气泡，火焰犹如被喷枪聚焦，化作一道燃烧的长长火线，砸在了足有100丈大小的黄泉阴石之上。刺了！顿时让人无比牙酸的声音激荡开来，宛若用钢丝球划过黑板一样，让人不适。无数白雾自黄泉阴石之上蒸腾起来。黄泉阴石埋藏在九幽黄泉底部不知多少岁月，其中沉淀凝聚下来的阴寒之力不知道有多少，一般的斗圣强者根本无法将之撼动分毫。不过萧炎可不是一般的斗圣强者，更别说他早在前一世便是领教过黄泉阴石的难缠，出手便是最为克制此物的一伙。巨大的水浪轰隆隆的翻开，只见那足有100丈长宽的黄泉阴石与寒铁锁链的连接之处，赫然被融穿了一圈极大的豁口。萧炎如法炮制，将另一块黄泉阴石轰开。待得做完这一切后，只见面前的妖明又哭又笑，向前踏出一步，整个人便是一个趔趄，差点摔倒在地上。很难想象，这是一位曾经的斗圣强者。哈哈，没想到我妖明居然还真的有重见天日的一天。他又悲又喜，状若疯狂。萧炎则是悠悠的开口道：“黄泉血晶呢？”听闻此言，妖明也是没有丝毫犹豫，当即张口一吐，
顿时一块足有巴掌大小的血色晶体浮现在萧炎的眼前，其中散发着浓郁的阴寒之力，颇为奇异。瞥了一眼，确定是真正的黄泉血晶之后，萧炎随意的将之收齐，旋即道：“走吧，我带你去夺回一切。”听闻这般话语，妖明的眼神当中一抹狠辣冷厉闪过，面容上满是激动的神色。鸣蛇一脉，恢宏的大殿当中，众多蛇人族部落的首领汇聚在此，纷纷扰扰。主位之上有一位身着华贵玄色衣袍的男子，正斜斜地躺靠在座位中，显得慵懒至极。忽地，他的脸色猛然一变，一抹阴冷和震惊的情绪浮现在面色之上。他不由得喃喃自语道：“怎么可能？封印怎么突然间破裂了？”这位玄袍男子便是如今九幽地冥蟒一族的族长妖啸天。就在他还在为此事惊疑的时候，陡然间在他的身旁，一道苍老的身影陡然间出现，自虚空中走出，身形略微佝偻，但却异常宽大健硕。只不过此时此刻的他却神色凝重地对着妖啸天传音道：“封印破了，怎么办？”妖啸天的眼神中浮现出一抹狠辣的神色，宛若致命毒蛇一般的目光闪过，不留痕迹地扫了一圈大厅中的诸位长老。他下定决心，传音给大长老道：“妖明才突破封印，实力实不足以，我去杀了他。你且在这里稳住他们，我去就回。”那名老者显然也不是什么良善之辈，当即便是眼神中掠过一抹隐瞒，当即点了点头，低声道：“快去快回。”三言两语，他们便是定下了办法。妖啸天一个闪身，便是离开了王座，而那名老者则是站了起身，清了清嗓子，笑眯眯地说道：“哼，族长有些事情要处理，暂且离开一阵。”只是还没等老者的这般话说完，骤然间一道剧烈的破空声便是自高空传来，一道人影道直接撞破大殿，狠狠地砸在地上，将辉煌的宫殿都砸塌了一半。敌袭！这般动静太过激烈，当即便是有不少人站起身来，纷纷飞出戒备。当看清那道躺在废墟之中的人影时，当即便是瞳孔紧缩，不由得失声道：“族长大人！”那道人影赫然正是刚才离开王座的妖啸天，只不过此时此刻的他却是不复之前那般俊美，反而显得极其狼狈。就在所有人震惊于到底是谁做出这般事情的时候，一道疯狂的大笑声便是自高空传来，道：“哈哈，妖啸天，没想到你个狗杂碎也有今天。”声音落下，在场不少人当即再度瞳孔紧缩，纷纷抬头望去，只见高空之上，两道人影正在缓缓落下，一人身着黑色衣袍，神色淡然，气息不显，而另一人身着破烂衣裳，披头散发，但面容赫然正是九幽地冥蟒前任族长妖明。妖明族长，不少长老纷纷面面相觑，神色中布满了迟疑的神色。而那站在万座身边的老者脸色铁青，显然没有想到被他寄予厚望的妖啸天竟然在离去没超过1分钟便就这样被打了回来。该死，不要被他们骗了，此人模仿妖明族长的样貌，定当不怀好意。众长老跟我一起应敌。当即他便是直接低喝道，属于一星斗圣顶尖的气势当即爆发开来，先发制人，便是一掌朝着面前的两道人影拍去。显然大长老有些急了，想要直截了当的杀人灭口，而不少长老看得清楚，根本没有动手。他们已经察觉到了事情的不简单，当年妖明陨落一事定然藏着一些他们不知道的秘密。虽然大部分长老们没有动作，但是还有部分投靠妖啸天的亲信，他们见到这一幕，先是微微一怔，便是毫不犹豫，直接跟随着大长老一起出手，足有10多道人影飞出，跟随在大长老身后，朝着二人轰去。哼，这下倒是省了不少事，刚好一起出现，省得麻烦。站在妖明身后的萧炎当即便是挥手一拉，将还在虚弱状态的妖明护在身后，随后屈指微弹，顿时数道气劲激发而出，撞在了所有胆敢对着他们二人出手之人的身上。砰砰砰，紧密不断的沉闷撞击声出现，前一秒还在气势汹汹想要杀人灭口的10多人纷纷吐血暴退，接连砸在墙上地上，不堪人事。萧炎的控制力度很好，全员重伤，但一个人都没有死。这帮人中实力最强的是2位半圣级别的强者，最弱的则是8星斗尊层次的存在，即便是放到天府联盟当中，也是一股不弱的力量。至于那位大长老，此时此刻却满脸惊恐，单膝跪地，额头上冷汗直冒，后背都被直接打湿，他的一条手臂已经不自然地扭曲成了麻花一般的形状，无力地垂下。而在他的身边，则是旁若无人的萧炎，他轻轻地抓着大长老的肩膀，就那般轻描淡写的下压。而就是这样轻松的看似满是破绽的动作，却令大长老没有丝毫反抗之力，就这样被摁得跪倒在地上，手指随意的虚空点了几下，将大长老体内的斗气封禁住。萧炎便是松开了手，前者身体一软，便是就这样趴倒在地上，好生狼狈。他们几个就交给你了，怎么样？萧炎看向了一旁的妖明，淡淡的说道。而妖明的眼中一抹怨毒的光芒闪过，当即便是狠狠的点了点头。
随后，他便是再度张开嘴，吐出一柄半丈大小的黑色权杖，通体黝黑，顶部还有着2道栩栩如生的黑色毒蛇缠绕。而在双蛇的中心，这还有着一枚拳头大小的黑色珠子，在不断的横定旋转。各位长老，还认得此物？啊，这是九幽冥杖，失踪了100年的九幽冥杖，这可是族长信物啊！看着那根黑色的手杖，顿时所有的长老和蛇人族部落首领都是脸色一变，一股狂热的感觉在心底涌动。他们能够感受到其中蕴含的血脉力量。持有此物者，便是我九幽地冥蟒一族族长。你们可有异议？妖冥继续寒声说道。听闻他的这般话语，顿时数位长老互相对视了一样，随后纷纷的低下头来，恭敬的参拜道：“恭迎族长大人。”这一日，妖冥重归九幽地冥蟒一族族长之位。而萧炎望着这一幕，则是对其传音道：“答应你的事情我已经完成，此地便交给你，莫要忘了约定。”随后萧炎便是一步踏出，进入虚无当中，离开了冥蛇一脉的大殿。而在众多长老簇拥下，再度坐在大殿最上位的妖冥，则是眼神中泛出寒芒，低喝道：“把妖啸天、大长老，还有之前那些人，全都给我抬过来，本王要亲自让他们付出代价。”冥蛇一脉大殿中发生的事情，萧炎懒得去管。至于如何处理那些叛徒，那是妖冥的事情，与他无关。在萧炎离开大殿之后，他便是不留痕迹地抬起头，看向一处天空，随后嘴角上扬，微微一笑，对着那处地方拱了拱手，便是头也不回地朝着九幽黄泉的位置赶去。就在他离开之后不久，那片天空处却是传来一道若有若无的叹气声。哎，九幽地冥蟒一族果然没有那么简单，其中的老怪物还是有不少。萧炎喃喃自语道。离开九幽黄泉，踏入冥蛇地脉时候，他便是察觉到了有人在注视着他们，对方实力不弱，但是并没有出面对二人进行阻拦。萧炎也懒得去管他们。当帮助妖冥挫败了叛徒之后，萧炎也没有停留在此处，而是任由妖冥自己处理那些事务。他帮助妖冥，对方有着九幽冥杖这等族长信物，还勉强说得过去；若是插手族内事务，那就是过了界，保不准要惹出几个老怪物。虽然萧炎不惧他们，但他的目的是拉拢九幽地冥蟒一族加入天府联盟，完全没必要交手一场。况且光是一个天府联盟他都懒得去管，即便是炎盟萧炎也只不过是挂名领袖，对于九幽地冥蟒一族的内部事务，他更是懒得去参和。数个闪身后，不出3分钟的时间，萧炎便是轻车熟路地回到了九幽黄泉的所在之地，随后便是看到了依旧等待的两女。你刚才去哪了？美杜莎女王眉头紧皱，狭长的美眸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担忧。萧炎则是轻笑道：“没多大事，帮助一个朋友而已。”随后，萧炎便是简略地将帮助妖冥的事情述说了一番。听闻此言，小医仙略微咂舌，绝美的脸颊上浮现出一抹后怕，柔弱无骨的小手在萧炎的身上拍了拍，担忧道：“吓死我了，萧炎，下次这般冒险必须告诉我们。”一旁的美杜莎女王罕见地沉默了下来，看着萧炎的眼神中带着些许认真，显然对于小医仙的话语，她也是赞同的。感受着二女的关心，萧炎则是挠了挠头，微笑着柔声道：“好，我答应你们。放心，以我的实力，真正算得上冒险的事情并不多。”继续温存了几句后，萧炎的目光便是投向了眼前的九幽黄泉，一抹莫名的情绪浮现在其中。黄泉妖圣这个名字可能在寻常人耳中很是陌生，但在一些强者耳中却可以说是如雷贯耳，尤其是在抵达斗尊巅峰，尝试向着半圣境界迈进之人，他们则更会对这个名字感到尊敬。因为黄泉妖圣是传言在远古时代当中曾经半只脚踏入斗帝层次的至高存在，外人不曾知晓九幽黄泉的秘密，但有着潜意识记忆的萧炎却知道，那位传说中的黄泉妖圣和九幽地冥蟒一族却是有着一段不小的渊源。在他冲击斗帝境界失败陨落后，外界遗留下的传承便是在岁月的流逝中早已消失殆尽。不过在九幽地冥蟒一族当中，却有着一面从远古遗留下来的黄泉石碑，而在当中却是记录着黄泉妖圣的3大绝技，以及遗留着他的部分精血。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别人不清楚嫡袭，但萧炎却知道，在那黄泉石碑的深处还有着黄泉妖圣的一缕残魂，唯有获取他的认可，才能将那属于黄泉妖圣最为得意的天阶高级斗技黄泉天怒以及他的遗留下来的精血弄到手。身为曾经半只脚踏入斗帝的存在，其精血内蕴藏的大量的精纯能量，炼化后足以让萧炎的修为再度提升一个档次。一想到这里，萧炎的心头微微泛起激动的情绪。很快，萧炎便是带着美杜莎女王和小医仙朝着一处地点飞去。莫约10分钟后，一处古老宏伟的祭坛便是出现在了他的面前，其中完全是由青色的巨石搭建而成，站在祭坛顶部，足以俯视周围的万丈大山。而在那祭坛顶部中央的位置，
则是有着一座莫约100丈庞大的古朴石碑，其上泛着淡黄色的玄奥纹路。寂寥的伫立在此处，阴冷的气息弥漫开来，让周围的青石地面上覆盖起一层薄薄的冰霜。你们2人在此处等待片刻，我去就回。若是有事，直接催动我留下来的火翼。萧炎叮嘱道。安顿好两女之后，他便是直接迈步朝着前方走去。走到黄泉石碑的不远处，他抬起头来望向后者，却是发现那些之前看上去玄奥的纹路，却是一个个深浅不一的指痕与掌印交织构筑而成。仔细看去，便是能够隐隐察觉到其中的规律，仿若有一个绝世强者出现在眼前，一招一式的演示着这2门斗技。对于其他人来说，可能这是难能可贵的机会，毕竟无论是黄泉指还是黄泉掌，都是天阶斗技，而且在同级中也算得上是佼佼者。若是能够学会，战力当即能够暴涨一截。但是对于萧炎来说，拥有着前世记忆的他，自打一开始就会所谓的黄泉3绝技。他此行的目的仅仅只是为了那些精血罢了。深深地吸了口气，萧炎对着古朴的黄泉石碑抱拳，郑重地行了一礼，这才缓缓地说道：“晚辈萧炎见过前辈，还请勿怪打扰。”话音落下，萧炎便是就地盘膝坐下，眼神中蕴含着平淡，当即便是一缕无形的灵魂之力飘出体内，随后带着些许意识沉入了黄泉石碑之内。噗嗤！就在萧炎的灵魂之力触碰到石碑的时候，一股奇异的波动却是传来，周围的空气泛起一圈又一圈的涟漪，而萧炎的那一缕灵魂力量却是仿若没有受到任何阻拦一样，轻松地融入黄泉石碑当中。唰！由灵魂力量形成的虚幻灵魂体睁开眼睛，萧炎捏了捏拳头，感受了一下身体强度之后，将目光投向周围的环境，还未等仔细查看，便是听到震耳欲聋的爆鸣声自高空之上传来，仿若整片天地都在颤抖。跟先祖墓碑创造的环境差得有点远，不过大小却差不多。萧炎的身体悬浮在半空中，喃喃自语道，一眼朝着前方望去，穿透层层叠叠的空间，萧炎一眼便是看到了那处在白骨构筑的王座中心上的那道虚幻魂体。踏前一步，高空上顿时雷霆打下，只不过那些雷霆在撞击到萧炎之前，便是消失在了10丈开外。考验吗？对我而言还用得着吗？抬起眼，萧炎看向天空，眼瞳当中一缕火焰燃烧而起，当即只见那布满了雷霆的雷云当即燃烧开来，生生化为了火云，将整片天空化为了火海，连带着隐藏在其后的黄泉指也是直接溃散开来。随后那些火焰收拢了回来，并再无造成任何破坏。而萧炎的手中开始迅速地结出印记，随后一点极为微小的黑色光点被萧炎推了出来，在那黑色光点的周围，空间都在隐隐坍缩扭曲。随着一掌的推出，黑色光点迎风暴涨，转瞬间化为了足有100丈大小漆黑光圈，吞噬着周围一切。大天造化掌，去！萧炎平淡的开口，黑色光圈朝着上空推去，恰好与不知道什么时候抓下来的黄色手掌撞在一起，随后两者共同在剧烈的爆炸中化为虚无。前辈，这些手段可奈何不得我，也该拿出点真本事了。做完这一切的萧炎像是完成了微不足道的事情，直接看向了层层虚空之外的一角，在那白骨王座之上，身着淡黄色衣袍的伟岸身影缓缓站起身来，眼神当中有着些许的意外和赞赏。没想到啊，在这漫长的时光当中，竟然会有着一位踏入地境灵魂的存在走到我的面前。淡黄色衣袍的伟岸之人，也就是黄泉妖圣的残魂，赞叹道。而萧炎则是对其微微拱手，微笑道：“侥幸踏入此境而已，不值一提。”听闻此言，黄泉妖圣的脸上却是微微一僵，整个人有些语塞，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良久过后，他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旋即道：“后生，你来这里想要什么？”听闻此言，萧炎嘴角微微上扬，露出一抹自信的微笑，当即他便是挺直身子，随意的开口道：“很简单，我要黄泉天怒的修炼之法，以及黄泉妖圣遗留下来的精血。”